7月，家住吴氏的夏家4口正坐着自家改造过的渔船，准备游遍华国东海岸。海面风力已达11级，中心最大风力预测将达到13级，请所有船只进港避风。让你别买什么8手船，你非要？你瞧瞧这风浪，船都快颠散架了。哎呀，要不是这破电台这2天坏了，咱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我看你是4年大学都是混过去的，这修的都是什么玩意儿？跟你说，你学的是汽车工程，别搞什么船，偏不听。你个臭小子，你姐跟你妈要有个3长2短，看我不打断你的腿！爸，你要相信我，虽然我不是什么船舶专业的，但机械原理是一样的。再说了，我又不是造船，我只是替换修缮。您放心，按照 DPS 定位看，咱们大概还有个20分钟就可以到最近的避风港了。心中满是不安的夏兆峰还想再吐槽儿子2句，可抬眼一瞧，却见前头突然堆起一个巨浪，遮天蔽日，直朝他们扑来。哎呀，掉头！可他等来的却不是儿子的回答，而是电台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噪音。夏兆峰来不及捂耳朵，就听儿子大喊一声：“不好！”船体整个就向一侧倾倒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船舱里的夏安如被推醒了。一睁眼，他看到的就是满脸都是血迹的老母亲。安如，你没事吧？妈，咱们这是在哪儿啊？咱们是怎么死的？是不是夏安阳的破船沉了？哎呀，胡说什么呢？咱们的船好像是被浪卷了，不过没有怎么漏，咱们且活呢，死什么死，真不吉利。您这一脑袋血怎么办呀？伤哪儿了？还有我爸跟夏安阳呢？我也才行。赶紧的，你扶妈一把，咱们外头找找去。这头上啊，是你那些个破罐头砸的，破了一点皮，只是看着吓人，没大事儿。于是他赶紧起身扶了老妈坐下，他去找人就是。带他出了船舱，只见这8手渔船已经搁浅在了浅滩的一块大礁石上。爸，夏安阳，你们在哪儿呢？可绕了一大圈，喊了无数声，也没听到应答。安如，你爸和你弟都没在船上吗？目前还没有找到。妈，你别怕，我爸那体格子不会出事儿的，我去岸上找找。你等等，妈跟你一起去。夏安如看着老妈头破血流的样子，开口就想拒绝，可还没等她开口，就听有人喊：“安如，文芳，赶紧来搭把手！”母女俩赶忙朝声音来的方向探望，就见那大礁石后头探出半个脑瓜子。老夏！爸！夏安如赶忙跨过了船舷，下到了礁石上，一边还要问爸爸双胞胎弟弟夏安阳怎么样了。嗨，别提了，你先赶紧来搭把手，我一个人拖不上来他。哎呀，先把人弄上来再说。安阳怎么样了？哎呀，活着就是晕了，估计是砸我身上砸晕了吧。夏安阳，你醒了，你没事吧？夏安阳坐了起来，揉着脖子说不出话，只能点头。别动，你千万别动啊！我扶你，你歇着，我马上去找急救药箱。卡在船舷上的汪文芳看着儿子女儿都没事儿，此时心里也轻快不少。他朝儿子喊：“安阳，你赶紧的，先把衣服去换了。还有啊，再用电台联系一下救援。我刚看了一下手机，这里连个信号都没有。那个电台估计是悬了。”夏安如抬眼看了下歪在前头的船，那驾驶室基本是全毁了。没事儿，别慌，人没事就行了。我先帮你妈把伤口处理一下，你们去船舱里简单整理点随身物品，不用带太多乱七八糟的，把重要的带上就行了。一会儿上岸了再做打算。走吧，是时候弥补一下你的失误了。不是姐，这船我真的修得可好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谁能知道？行了，别解释了，解释就是掩饰，你还是留点体力搬行李吧。此时进了船舱的姐弟俩也没再多抬杠，而是快速地整理着翻在地上的行李物品。要不你就留在海边吧，妈妈腰也不好，这船里头还有好多东西咱们没整理，你在这儿还能拾到一下，好歹都是钱买的。一会儿你把你那帐篷带着，跟妈在海滩边扎个营帐留守，我跟爸找救援去，到时候或者租个车，或者找一个120，直接把妈妈送去附近的医院检查了再做打算。那哪行啊，要去也是我去。姐，你陪妈在海滩等着吧，
我跟爸去救援。唉，大哥，咱们现在4个人，体力分配上来说2弱2强，那搭配肯定是1强配1弱啊。如果是你跟爸去找救援，我跟妈留在这儿看着你的宝贝，万一真的有什么事儿了，那我们俩不是更危？哼，不愧是我姐啊，还有点智慧。要不然我跟爸去找救援，你跟妈留守海滩。出了舱门，夏安如就翻下了船，跟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事儿便这么定了下来。带上了岸，夏兆峰找了块合适的地方，和儿子一起先把露营帐篷支了起来，一会儿好让汪文芳在里头边等他们边休息。4人暂时道别，父女俩就这么闷头一阵好走。可是这地方除了东倒西歪的荒草，别的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不急，我带手机了，或许这儿能有信号。可惜手机依旧显示无信号状态。走吧，这儿好歹靠着海，再走走肯定会有人家的。好在也就走了没2分钟，前头总算出现了个背着篓子的大爷。先生，老先生。不过那老大爷像没听到一般，也没回头瞧瞧，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夏兆峰赶紧快步跟上。大爷，背篓子的大爷，你跟我说话，这是说的啥呀？听不懂。哎，大爷您别怕啊，我们就是想问个路，您会说普通话吗？过了好一阵，背篓子的大爷才用不成调，但是好歹还能让人听得懂的话回答。问啥路吗？大爷您是河南人吧？啊，不是，就本地人。你们问啥路吗？说完，大爷忍不住紧紧地抱住了自己。这大爷看来是把他们当坏人了。是这样的，大爷，不知道哪儿有公用电话或者固定电话，咱们想打个电话。那大爷眨巴着眼睛，好似没有听懂。那您能告诉我们这是哪儿吗？或者最近的派出所在哪儿？实在不行，您告诉我们街镇怎么走也行。可大爷依旧皱着眉头看着父女俩，关键这人还在一步步地往后退。大爷，咱们真的不是坏人，您看这样行不行？带钱没？带了，大爷，咱们也不麻烦您，您这要不买包烟吧？可不曾想，那背篓大爷把篓子抱到胸前，赶忙又退后一步。你们别过来啊！我可有8个儿子呢。啊？什么意思啊？大爷儿子多宽我们什么事儿啊？顺便吐槽一下，这什么家庭啊，生那么多儿子，这打8辈子工也养不起这么多呀。怪不得大爷这裤子上补丁连着补丁的，看着像条百家裤。大爷您别紧张，我们也不找您麻烦，也不找您儿子麻烦，您如果不放心，就只要告诉我们镇上怎么走就行。你们要去镇上干嘛呀？然后又嘟囔了一声什么，父女俩没怎么听明白。大爷，咱们有点事儿，想去找个医院或者租个车，麻烦您了啊，就跟咱们说往哪儿走就行了。那你们现在想找医馆也要2、3个时辰嘛，很远的。你们还是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说完抱着篓子就要跑，夏兆峰赶忙拦住他。大爷，我不知道您到底在怕些什么，我们也想回去啊，但是问题是得先找到救援，咱们有人受伤了，您就告诉我们镇上怎么走，别的呢就不劳烦您了，行吗？干嘛？你想干嘛呀？镇上这我不知道。眼见着大爷惊吓得莫名其妙，夏兆峰也不好再苦苦追问。这人是不是脑子？爸，您瞧这大爷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有些奇怪啊？父女俩在打量大爷的同时，其实那大爷也正在打量父女俩。他也不懂这2人到底是什么路数，直到篓子大爷站起身，飞快地转身跑路。夏安如喊了2声之后，夏兆峰才跟女儿说：别喊了，跟上去。很快父女俩跟着那大爷一路绕来绕去，到了一处宽阔的海滩边，海边还真停了不少木质的小渔船，可却看不到有什么人。爸，我看这地方古怪得很，咱们要不还是先回去吧。越是古怪，咱们越是要看看究竟，万一这老头是个坏的，咱们还能把他按住不是？再说前头看着还是有1、2户人家有炊烟的，应该能找到人。你要害怕，爸给你找个地方你躲躲，我跟过去看看。别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更吓人。走吧，但是咱们可说好，天黑前必须往回赶。您还记得路吧？反正
他是不记得了。行，你可别小看你爸，这么简单的路线不可能不记得的。父女俩悄悄跟到了那小院的院墙边，此时院子里坐着这普通渔民家的一家10几口人。怎么还有人用这种渔网啊？爸，这些人的穿着看着好像古人啊。正当父女俩在院子外头满肚狐疑时，院子里头的背篓子老大爷也正小声地跟自家最稳重的大儿子说着今天的见闻。哎呀，今儿遇上的那对父女真正是怪得很。那男的头发只有半寸长，大方脸，身高能有50半，那眼神凶狠呐。对了，长得就像灶王爷。能不能是和尚？哎呀，那不能。那女的听话像是那灶王爷的女儿，那和尚哪来的闺女啊？对了，那闺女也古怪得很，头发有这么多。老头指了指旁边的破渔网，那渔网估计能装满一个洗澡盆。爹，您这也太夸大其词了，谁家闺女长一浴盆头发呀？你别不信，他们说的话也不是咱们这儿的话，也不是官话。那2人穿着打扮都不像样子，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好人，说不定是啥海匪呢。海匪来咱们这儿干嘛？咱们这儿前年水灾，去年风灾，今年水灾加风灾，咱们都过不下去要走了，他们打劫我们能打劫啥呢？我也没说他们是来打劫咱们呢，他们光跟我打听镇上怎么走呢，说不定是准备去县城打劫呢。见自家老爹如此执着于自己碰上了海匪这事儿，姚15也不准备多说什么，只喊来了几个弟弟，吩咐他们今晚睡觉可警醒着点儿。家里头就小半缸子的粗面和1小捧鲜米，还警醒啥呀？行了都别站着了，吃饭了。说着话，何氏便从手上飞出一盘咸鱼干，又招呼了2个儿媳去厨房端菜糊糊。这婆娘让你准备点干粮，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不是你们自己吵嚷着要去北边吗？既然如此不情愿，便不去也罢。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前日里叫你把渔船卖了，你不肯，这回好了，船也没了，钱也没了，这家里头的粮米都不够咱们一家吃3日的，你让我拿什么做干粮？娘，都是孩儿不孝，若不是小豆子病了，家里头也不能这样。跟孩子有啥关系？生病又不是他想的。行了，你们先吃吧。豆子娘，早上的粥是给豆子熬的，你拿进去喂了他吃，我先去熬药啊。汪文芳给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女儿递了瓶水，才问他们俩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夏兆峰便把刚才的见闻一五一十地说了。哎呀，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鬼的，那就是穿越了。说什么瞎话呢？正经点儿。我是说正经的啊，那些人真的一点都不像现代人，那种真实感连制作最精良的电视剧都拍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死了，到了黄泉地府了，另一种就是我们活着，但是穿越了。那我宁愿是第2种可能，穿越了总比死了好。不可能，要我说呀，那村子里头肯定有古怪。今天带着安如不方便，明天一早我再去探查探查就知道了。就是什么穿越不穿越的，那都是小说里头瞎编的。你们这2孩子真是的，成天这脑子里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行了，既然今天肯定是找不到救援，那咱们还是先吃点东西，早点休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行吧，走，陪我上趟船，我要拿点东西。他其实是想去船上把自己放衣服的行李箱给找出来，那里头他塞了几套夏天穿的简单汉服。明天他还是准备缠着自家老爸一起出去打探打探情况，到时候就换套轻便的汉服。哎，安阳，你那船上是不是有个充气的小皮船啊？是啊，就是要找，忘了塞哪儿了。哎，爸，你要出海救援啊？哎，这会儿还出什么海？走，我跟你们一起去，把你那充气艇找出来，咱们把船上能搬的东西都搬下来。啊？您要干嘛？
所以老爸，你这是嘴上说着不是不是，心里头却也觉得我分析的有道理？你爸我这是防患于未然，趁着这船还没沉，把能拿的拿出来，挽回点损失也好。什么穿越不穿越的，行了，别瞎唠了啊，赶紧的吧。于是这一搬就搬到了后半夜，才把船上的东西都给运了出来。姐，这船上有发电机组，你啥你还买这么大一个备用电啊？夏安阳吃力地把最后的重物，一个能有30-40斤的备用电池给搬上了岸。小心点别掉水里，这是我斥巨资买的，我还特地配了4个太阳能充电板，居家穿越之神器好不好？你那什么发电机组这会儿能用吗？还不得靠我这备用电池？你还说我呢？你怎么出海还带着老妈的电瓶车啊？没穿越可以上岸买菜买冰棍，穿越了可以带你逃难啊！我果然还是足智多谋吧？你们这两破孩子别整天说胡话啊！赶紧的，东西都放在你爸刚搭的帐篷里吧。收拾完了，咱们就早点休息，明天还得去找救援去。次日一早，等夏家4人都起来吃好了早餐，就看远处急匆匆来了几人。爹，不好了，孩子又抽了！离他们不远处的夏家父女俩目睹了这一幕，两人巧声商量了2句，最后还是决定上前瞧瞧。夏安如喊着让让，我瞧瞧，上前就摸孩子的额头。爸，爹，小孩高温惊厥。带药了吗？退烧药带了吗？带了，但是在我娘那里。走，跟我们走。能不能救咱们不敢打包票，咱们也不是神医，只是路过此地恰好带了药，可能是对症的。你们若愿意可以跟我去取药，若不愿意我们也不强求。梅香和姚12还哪里顾得上这么多，此刻只恨不得自己能长出8条腿来，驮着眼前这对父女赶紧的去拿药。慢着，你们到底……抬头一瞧，夏家父女和姚12一家3口早就跑出去8丈远了，好不容易跑到了昨日父女俩和老头遇到的地方。夏兆峰停下了脚步。大兄弟啊，你们先在这里等我，我去取药。心急的姚12其实是想跟着一起去的。这位大哥，我娘不太方便见外人，我爹腿脚快，且等他一等。走，咱们先找个阴凉地儿给孩子散散热。说着话就扯着边上草鞋都已经跑掉的梅香往阴凉处躲。气喘吁吁的姚老八这会儿才撵了上来。你听听，爹，你赶紧坐下歇歇。此时夏安如正在旁边给孩子降温，一时也没地方去找水，他便摘了些野菜野草放在石头上一阵猛怼，怼成了草泥，说是得往孩子额头、手腕、小腿上糊。哎呀，这是在干嘛呀？没水，只能用草糊糊降降温了。这能有用？不知道，或许有用，或许没用，但是总要试一试不是？他才想说什么，却听躺在母亲怀里的小兜子哼唧一声：娘，可……姚家3人皆是一愣，然后梅香抹了把泪，激动地朝姚12要水。我爹来了，爹，您让让。恩人，药。来了，哎呀，取来了。你这药真能行？前头就说了，咱们只能试试，可不能保证救命。你们要是不信呢，那且当我们没这一茬。爹，儿子求您了，让恩人试试吧。爹，救救兜子吧，兜子还没有给您尽孝呢。哎呀，那便试试吧。生死不论，生死不论。你娘说一勺就行。孩子倒是挺配合，他娘才把勺子递到他嘴边，孩子就一咕噜把药给喝了，完了还舔着嘴唇说好吃，再给来点儿。这是药，可不敢多吃，若是爱吃甜的，等病好了叫你爹娘给你买糖吃。这是药粉压的药片，你们若信我，1日2次，可以每次给这孩子吃半片试试，若不想给他吃，咱们也不恼。拿过药片的梅香二话不说，直接熬了半颗药塞进了孩子嘴里。梅香抱着孩子抹着泪，直说恩人有什么需要做的，说一声便是。倒是真的有事想让几位帮忙，几位是准备带孩子去镇上去吧？能不能带上我们俩？我们想去镇上办点事儿啊。咱们是准备带孩子去看病，不过不是去镇上，直接去县城。咱们不是怀疑2位哈，就是准备再带孩子去看看才
是要再去看的，咱们也不是大夫，这药也只是退烧用的，内里风寒或者风热都是解不了的。要不现在就走吧，这药效有限，说白了只是给你们争取时间赶到县城罢了。这回姚老八倒是没再犹豫，抬腿就说那就一起走吧。这一路差不多也要2个多时辰。夏安如一听2个时辰，眼前一黑，立刻想打退堂鼓，说自己回去报信儿给他老母亲，让老爹跟着去算了。哎呀，不用了，我来之前就跟你母亲说过了。爹，您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几人好不容易到了县城，没想到这城却还得付钱才能进。夏兆峰正犹豫怎么跟人解释自己1个铜板也无，需要借点钱之际，姚老八倒是龇牙瞪眼的掏出了10枚铜板给了看门的衙役。恩人家这是遭了难，钱财被浪卷走吧？是，说来也不巧，别的东西都没有丢，就放钱的箱子被海水卷走了。哎呀，破财消灾吧。恩人是有大本事的人，钱没了还能赚，没事没事，路引没丢就行。父女俩2个咯噔，完犊子，他们哪来什么路引呢？那路引不会也跟着钱被海水卷走了吧？老哥呀，真是就那么不凑巧。哎呀，老弟呀，鸡蛋不能放1个篮子里，你娘没教过你呀？教过也没用啊，我娘没说我能穿越呀。这个路引能补吗？这哪能补啊？而且还没说出来，前头就有一队官差路过。别说话了，老弟你头压低点，咱们走小巷。看姚老八这般紧张，父女俩虽不知为何要躲避官兵，却也打起了12分精神，跟着姚老八低头走了一路。姚老八便说医馆到了。姚大爷，孩子病得不轻，咱们要不要换个大点的医馆？是啊，这地方看着水平很有限呐。全县城就这家医馆的老大夫最好，能赊账，咱们穷苦人家能看得上病也不挑大夫。夏安如点了点头，怪不得这医馆看着破落，原来是赊账赊的。冷。那咱别耽搁了，赶紧进去让大夫瞧瞧孩子吧。于是几人赶忙进了医馆。姚老八喊了2声于大夫，愣是没喊醒趴在柜台上的老大夫，便只能动手推了下他。哎呀，来人了呀！来，坐。哎，于大夫，不是我，是我昨日跟您说的我家的小孙子，孩子已经带来了，您给他瞧瞧吧。对，我想起来了，来，孩子，伸舌头让我瞧瞧。那于大夫眯眼搭脉，很是瞧了一阵，最后开了方子，说是得先把这寒热给降下来，若是降下来了，后头开方治病便容易了，若是一直降不下来，还得让老姚家另去他处问问。一听这话，梅香又泪眼婆娑地看向了夏安如。夏安如了然地走到了黑暗屋子里的小角落边，侧身倒了一勺药，递给了疯狂搓手的姚12。啥呀这是啊？姚老八也扯着嗓子回说，是这2味的药，一喝寒热就能退。啊，仙丹呐！小兜子喝完药，过不到1刻钟，出汗出的脑瓜子上直冒烟。于大夫觉得稀奇，伸手一摸孩子的额头，果然这体温又下来了。我去，果然是仙丹呐！来，我把脉试试啊。这一把，于大夫说是自己能有7分把握看好这孩子。姚家人顿时放了心，既然孩子已经安全到了医馆，别的事儿父女也帮不上什么忙，便问了下姚老八银楼当铺啥的往哪儿走，然后就说要告辞。钢铁直男夏兆峰在踏入这县城的那一刻，就已经9成9的接受了他们应该是穿越了的这个现实。这会儿他们身边连个铜板也没有，父女俩就想着得去当掉点什么换点铜板。当老八带着父女俩从小巷子里转到了大街上。你们当了银子就赶紧走吧，咱们这儿啊现在抓流民抓得厉害，听说抓到了都要赶去北边做军户的。啊，这会儿还在打仗吗？打呀，哪年不打？不过年前北边肃州大捷，夺了不少地盘，估计能太平个3-5年吧。
所以要赶人过去，一为军队种粮草，二为后头的战争储备军人，三也是为巩固地盘。是啦，我们村里头的老秀才就是这么说的。咱们也快要走了，我昨日已经去县衙办了文书，等小豆子病好了，收拾下家伙事就能走。官府说是咱们这种平头百姓若是去了都能分丁田，也算是个活下去的法子吧。哎呀，姚老伯莫难过，车到山前必有路，有了田地就有了出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吉言，咱们小老百姓也不求什么好不好的，能活着就行了。姚老八说着话，用手指了指前头。哎呀，瞧，当铺到了。父女俩走进了当铺，最后夏兆丰的无事牌因为种水不错，所以当了15两银子。夏安如的珠钗用的都是淡水珠，最后当了3两。得了银钱，三人正抬腿准备离开，远远就看到官差在盘查路人。姚老八小声说了句不好，转身就想带着父女俩赶紧走。站住！你们3个，走，跟我走。姚老八假装没听到，妄图把父女俩带进小巷子之后，再把官差绕晕菜。没想官差直接提刀追了上来。你们3个，叫你们站住，你们跑什么？哎呀，官爷原来是叫我们呢，对不住啊，老头子我这耳背了，一时没注意。嘿嘿嘿。你来的官差有5人，其中1人指了指夏兆丰，也是本地人。见父女俩都半晌憋不出个屁。这是我家亲戚，从远处来，咱们这儿的话他们听不大明白。聋了吗你？老子说的是官话。是，官爷说的话是真好。不过我家亲戚打从南边琼州来，不懂什么官话。琼州了，录音拿出来。是。姚老八又是掏心掏肺的在自己衣服里一阵摸出个小荷包，打开，从里头拿出个油纸包，里头是叠成豆腐块大小的一张薄纸。谁要看你？我说他们的。官爷，前日咱们这儿遭了风灾，我家亲戚坐的船翻了，随身行李品皆掉进了海里，这录引也不小心丢了。您看咱们能不能补一个呀？补？你想补就能补，咱们哪里知道这2个到底是什么人，姓氏名谁啊？你说是你家亲戚就是你家亲戚了，没有录引那便都算作流民。走，跟我们回衙门，到时候一并罚送去宿州。哎呀，官爷慢着，此人是老汉的女婿，旁边那个是我家外孙女儿。啊！夏兆丰和夏安如同时呆愣地看着姚老八。你说是就是，我怎么看这俩人跟你也不熟呢？哎呀，都是家丑啊！当初我家大女儿跟着这跑船的男人是私奔走的呀，老汉我就一直不想认他们，可这血缘亲情今日却是不能不认了。他呀的确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女婿。5个差人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5个官差决定将这3个人带去县衙直接查册。从那当铺走到县衙，几人差不多走了能有20多分钟。这又抓的什么人呢？捕头，那个……说着说着就把嘴凑到了捕头耳跟前，两人一阵交头接耳。那个官爷呀。闭嘴！问你了吗？你是这老头的女婿？对，我是姚家大女婿。你说是就是，凭据呢？官爷，老汉的女儿家这次坐的船翻了，行李物品都被海水卷走了。您看这……这是才卖了我女儿首饰得的，官爷拿着吧。干嘛？你想干嘛呀你？本捕头可不吃你这一套。不过说归说，那装了银子的钱袋子却牢牢地锁定在了那捕头的怀里。几位差爷，这大热天的上街巡查辛苦了，咱们家也是真的遭了风灾，没什么钱了，只得点了身上的一些首饰，才得了这些碎银，只能请几位差爷喝点凉茶消消暑了。哎呀，龙王保佑，希望这18两银子能给他们买个身份吧，那也算是自己报了这2人对小孙子的救命之恩了。这样一会儿查了丁册，若真如你们所说，那便就算了。倘若你们扯谎，那这凉茶本捕头也喝不了。
一听要查丁册，夏家妇女心中又是两个咯噔，齐齐看向姚老八。官爷，您查了丁册便知道了。也没等多时，就听外头步履匆匆来了人。捕头，东西拿来了。哪儿呢？你翻了我瞧。那差役赶忙翻开册子，略翻了几页，便点着册子的一处说：您瞧这儿，王家村的确有姚风平之名，这一家6子1女，最大的女儿叫姚蓉，其中最小的一子7岁没了，这都写着呢。不对呀，这姚蓉算来也有30多了，为何嫁娶都未曾写，就有了什么女儿女婿的呀？怎么回事？还不如实说来，你们今日解释不清这事儿，这银子本捕头怕是也不敢收你们的。姚老八更是把这女儿跟人私奔这事儿添油加醋，捶胸顿足地说了一遍。算了，好歹你这女婿啊也算有良心，不是带着孩子来投奔你们了吗？行了，既然都问清楚了，那这路引给你们开了也行。不过呢，大人您但说无妨。叫什么大人，让县令大人听见多不好啊！这样，既然路引是咱们这儿开的，那便只能把你们算作咱们这儿的丁户啊，跟老姚家算一家。让这个对，姚风平给你们做保，若是你们有什么事儿，闯了什么祸，咱们只拿姚风平这户主试问。我是家中独子，这不是入赘吗？这有什么打紧啊？你们的王家村10有89的人家都往宿州去了，你们不是也去吗？到了宿州，要不要分家拆户，你们自己看着办就行。反正我这儿啊，就只记你入姚家的户就行了。行了，那个张大，带他们去文丽那儿补个路引吧。不过呢，我得提醒你们啊，想要去宿州还得抓紧。这回从咱们南边调过去的人口据说有3万，去得越早分的地就离军防区越远，去得越晚呢就越没得选，离北蛮越近是越危险。他们杀人可是直接砍脑瓜子，听说个个身长7尺呢。行了，别愣着了，一会儿人家该下衙了。走吧，3位。几人很快到了文丽的办公房，里头只剩了1人。差人张大让几人在门口等，自己拿着丁册走到文丽边上，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这个不行，这不等于没有身份来由吗？这使不得呀。咱捕头都查明了，身份的确没有纰漏的。那也不行啊，咱们这儿入档都得有文牒的。不过秦捕头的面子嘛，多少还是要给点儿。这样吧，我去问问师爷。等等。说完便走到门口，压低声音跟姚老八他们说：跟你们说啊，咱们这儿就这宋文书是最心软，若此事真报给师爷，师爷那正愁没有流民发送去北边呢。你们……姚老八看了看夏兆丰，夏兆丰看了看女儿夏安如，夏安如重又看向了姚老八。这事儿我觉得还是得去跟师爷说一声。快呀！可怜的姚老八抖着手，从怀里掏出个补了又补的荷包，补了又补的荷包里掏出个酱色的小荷包，酱色的小荷包里掏出个暗绿色的小荷包。姚老头，你这钱藏的未免也太深了。你有没有想过，套再多层荷包，其实他们也只是一个整体，要丢就会全部丢了的。现在丢不丢的有啥要紧？反正还不都是没了。说完，姚老八就把好不容易掏出来的2两银子塞给了张大。张大得了2两银，还在手里头掂了掂，笑着说了声等着，便转身进了屋子。夏兆丰见姚老八如此，立刻表示一会儿再去典当点啥，这2两银子并还给他。还是姚老八很想大方一次，但是贫穷的家庭不允许他这么做。还是要还的。3人拿着路引出的衙门，只觉好像重获新生一般。大兄弟，不是那什么，老夏呀，不是我催你，主要是一会儿咱们身上都没钱，那万一遇到什么事多不方便呢，对不对？哎呀，走，赶紧的，当铺真的要关门了。大荣德兴13年。夏安如读着路引上的日期落款，是架空啊！带的3人重回医馆，姚12已经要把医馆的青砖地给转出一个坑来了。爹，您怎么才回来啊？儿子都想找您去了。哎呀，别提了，
那个兜子咋样了？啊，多谢恩人救了我儿子一命。于大夫说，孩子暂且没有大碍，不过得在医馆住上几天才能回家。父女俩忙摆手说是孩子命大，他们只是举手之劳。叫姐夫，这个是你外甥女。姚十二一时没反应过来，歪头不解。刚才那什么，我发现你姐夫带着个玉牌，是你姐小时候的。细问下来，原来当初你姐被大浪卷走，是你夏姐夫救了她。既然他们现在路引丢了，我就做主让他们入了咱们家的户，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啊！哎呀，愣着干嘛？叫姐夫。姐夫，爹，您真没记错，咱家能买得起玉牌，就自己家这个生活水平，能买得起那能看不能吃的玩意儿，而且还买了还给了大姐，不可能吧？是姥姥的嫁妆，传给我娘的。啊，也是，我娘的嫁妆给了我大姐，也说得通哈。可是怎么就这么巧呢？哎呀，俗话说得好，没有巧事写不了戏文嘛。对，无巧写不了书嘛。哎呀，就这事儿就是那么巧啊。行了，我再去瞧瞧小兜子，一会儿你跟兜子娘就留在这儿，我带你姐夫他们先回去了，明日我再来啊。三人便要出城，这回夏安如可不想再走上4-5个小时回家了。这样，你们买个板车嘛，那旧一点的不过30-40文。今日你拉你闺女回去，明日你拉你婆娘过来，这一来一去的车费能省下不老少。不过赵峰啊，你不会也不行了吧？钢铁直男，头可断，血可流，但是不行2字怎么可能接受？于是他一梗脖子，说了声再走个7-8回都没问题，然后三人便真的在车马行花了30文搞了个板车，就这么拉着往回走了。三人重回到初见面的山路边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约定好了明日碰头的大概时间，三人便各回各家，各找各老婆。妈，姐，你们总算回来了，明天再出去可要带上我啊！我妈可惦记你们一天了，再念叨下去，我这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好，没问题，带你。哎呀，你们怎么又去了一整天？这又是干嘛去了？实不相瞒，妈，我爸给您认了个爹。啊？这个，说来话长，走，去帐篷里头说。一家4口煮了点茶，面面相觑地坐在帐篷里头，把今日的事儿从头捋了一遍。这事儿好像目前就姚家那老大爷知道，明天若是遇到的话，咱们一定少说话。你们真就那么笃定？咱们真的穿越了？妈，您今天这话都叨念多少遍了？明天爸不是说带您去看大夫吗？您出去看看，不就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穿越了？哎，怎么会这样的？那咱们在那边的老人怎么办？哎呀，我妈生了6个，少我一个也没事儿。你妈阿尔兹海默症，啥都不知道。就是辛苦你弟了。咱们家房子1000多万，分一半给我弟，他也不算是太亏。哎，就是可怜咱们一家4口，就这么没了。不是没了，是穿越了。诸位，咱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是已经过去的世界如何了，而是将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咱们现在可是赤贫，靠典当过日子呢。一阵激烈讨论之后，汪文芳说自己可以帮人做衣服。轮到夏兆峰，他想了半天，就说自己可以去做镖师。夏安阳说自己可以去做木匠。人家木匠可不仅仅是个体力活，脑子也得好。儿子，你还是另想一个吧。结果讨论到半夜，爷俩也没讨论出个所以然。爸，我想到一个。啥呀？咱们父子俩可以去街头卖艺，表演胸口碎大石。哈，你演大石吗？不是，我爸躺着我抡锤，我爸有点功夫在啊。臭小子，你是不是皮痒啊？啊，来，我现在就让你试试破碎的滋味。妈，救我！哎呀，行了，睡觉啊，吵死了。2天，爸，你说咱们把电瓶车伪装下拿出去，你是不是怕不伪装呀？你到底有没有点脑子啊？安如，妈平时也不怎么爱戴首饰，我刚才翻了一下，手边就一个黄钻的戒指，
还有一对祖母绿的耳钉。不过你弟的金项链能有40多颗，这会儿咱们也不太适合用，一会儿都给你，你一起去卖了吧。妈，您这样真的好吗？有什么不好的，都是毕业礼物，你的都卖了，你弟的留着干嘛？唉，可惜了，当初让你选个粗镯子，你偏选了个那手链，不然啊还能多卖点儿。哎，你爸那套旅行茶具是玻璃制的，估计这会儿卖也能10几个钱。妈，你就这么坑你儿子跟老公吗？那谁让他们除了胸口碎大石之外想不出别的活计呀？多贡献点也是应该的。对了，宝儿，你帮妈想想，妈那小缝纫机能干点啥呀？既然这会儿咱们都跟那个姚家不抱团也得抱团了，之后也得迁到什么北边那个地方去，挣点路费总是会要的，总不能饿死在半道吧。不过夏安如笑归笑，正经分析还是得跟老妈正经分析一下。于是他便说，好东西他们还是得留着到富庶之地去卖，才能卖上个正经价。他这儿还有些不中用但是好看好闻的，什么香薰、精油、太阳能小夜灯之类的，到时候在路上分批卖了，不引人注目才好。现在嘛，探探路子，领领行情，赚点路资就行了。等4人到了那缘分的路口之时，姚老八带着何氏还有姚15已经等在那儿了。来了，哎呀，去见见吧，刚才不是还哭着喊着要认女儿认大姐吗？哪儿就哭着喊着了？行，我先去见见我姐。爹，哪个是我姐夫啊？矮的那个。那也没矮的呀。爹，这长得也太威猛了些吧？确定这几个不是来打劫他们的？爸，那是我新外婆和舅舅吧？哎呀，你到的叫是顺口啊！哎呀，放我下来！你们说这见到了人我怎么叫啊？哎呀，叫爹娘呗，还能怎么叫？咱们得慢慢适应这新身份。走，老婆，我搀你认亲去。汪文芳忍不住瞪了自家男人一眼，但是还是在老公的搀扶下，慢慢朝姚家3人靠近。来了，他们来了。出去，走，认亲去。最后7人来到了命运的小路口，互相尬笑几声。哎，爹娘，我把阿荣带回来了。孩子，娘等你等得好苦啊！被老太太这么一哭，汪文芳瞬间想起自家老母亲，虽然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连人都不肯认，但是也算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也忍不住的落泪，呜呜咽咽的说不清一句话。哎呀，哭啥哭嘛！哎呀，这都啥时辰了？你们要说就赶紧说2句，要不想说咱们就走了。再耽搁下去，一会儿粮铺都关门了。孩子，你看好了腰伤，记得回家住。娘给你整了一个房间出来。汪文芳虽然听不太明白老太太说的话，但是回家2字他还是听懂了，很自然的就点了点头。啊，行了啊，人也见了，话也说了，老婆子，你回去让武双他们把隔壁叔公家的小院收拾出来吧。一会儿啊，让赵峰他们住那院子。只不过那院子前几天闹风灾的时候毁得有点厉害，你们别介意啊。不介意，能有地方暂时落脚就不错了。那村子离着海岸不远，等到夜黑风高之时，夏兆峰还能带着儿子把家里东西都给腾挪出来，单独一个小院儿，那真是求之不得。哎呀，孩子，你爹娘到底用啥把你养这么大的呀？咋那么高的个子呀？也没吃啥，就肉蛋奶吃的多了些。完犊子，估计我家婆娘搓麻绳搓的起火星子，这孩子也养不起呀。孩子，以后舅舅可没那么多好吃的养你啊。没事儿，舅，我可以钓鱼，也有的是力气，我也能赚钱。行了你，赶紧把那板车拉过来，咱们得赶路了啊。几人便到了吴使馆门口，姚12这会儿正巧在门口煎药。爹，这是咱们家新亲戚吗？啊，对，认人吧。几人在门外才说了没2句，就听医馆里传来一声：啊，有病人呢！
哪儿呢？来，让老夫瞧瞧。因为是女眷，伤的又是腰，于大夫便说要让人进里屋看诊。等了也没多久，于大夫便出了房门，嚷着这腰伤他能治，先给扎针热敷，再贴几次膏药就行。夏兆丰一听便放下心来，拉着个板车跟着姚家父子俩买粮去了。而夏安如则让姚12带路，说是到处得瞧瞧去，留了夏安阳在医馆看着他老母亲。那个安如啊，你想去哪儿啊？二舅城里其实也不是很熟。二舅，你说这城里头哪儿女人最多？女人？不过还没等他说话，夏安如却拍了手。对了，咱们县城有没有烟花巷？哎呀，这女孩子家的，怎么好打听这事儿啊？二舅别慌，你告诉我怎么去，我不会告诉二舅母的。安如啊，可不能乱说啊！二舅这辈子没去过胭脂巷，不是，我就去过一次。想不到你是这样的二舅啊！这没有，不是你别瞎说，我真就去过一次，还是因为他们买了鱼，我帮他们送过去。安如啊，你别误会啊，安如，你有没有听二舅说呀？安如。夏安如笑嘻嘻地往前走，玩笑开一会儿便罢了，很快就保证绝对不会把这事儿告诉任何人，只要带他去就行。你跟女孩子家的去干嘛嘛？夏安如非常神秘地凑近姚12，如此这般如此的把要卖簪子攒钱的事儿略微跟他二舅说了下。真的是你大姐姐夫让你去的？当然卖给姐妹们是我刚才突然想起来的，咱们互相保守秘密，怎么样？哎呀，不是，我真的是去卖鱼的，你相信我。哎，你这又去哪儿啊？安如，你去布店干嘛呀？安如。半个小时之后，有一高一矮2个男子出现在本地娱乐活动的中心胭脂巷巷口。安如，咱们这样能行吗？走，行不行？咱们试试便知。说完便带头走了进去，见有男子路过，不免有些活泼的姐妹摇着帕子喊着小哥这么早来了呀，赶紧的先来喝壶茶。没想夏安如非但不走，还嘎嘎笑的说自己正是来给姐姐妹妹们添首饰添美丽的。说完把自己小包袱里的木盒子掏了出来。来，姐妹们都来瞧瞧啦，都是扬州来的新货，好看的锦内，咱们这儿可是头一份啊！走，有你们什么事儿啊？小兄弟你也是的，明明是我喊你来的，你还喊什么喊？赶紧的跟我走。说完拉起夏安如的手就往馆子里走。老鸨见自家姑娘领了人进来，本以为是客人，没想却是个卖首饰的。这首饰倒的确是新颖。行了，你们要挑都挑一挑吧，一会儿带了新首饰，记得让客官多打赏些买花钱。这2个宫灯步摇嘛，小子你报个价，妈妈我要了。哎呀，这琉璃小珠串还是渐变色，真是不错，可惜这簪是铜镶金的，若是真金的就更好了。小子头一次来妈妈这宝地，也不敢多开价，妈妈您看着给就是了。若妈妈觉得这步摇不够华丽，小子倒是还有更好的，以后再给妈妈拿来。有真金的吗？有也有，就是价钱好说，咱们就配得起，有好的你尽管拿来。这个步摇5两银子如何？妈妈，这货您连扬州都找不到，那也是铜镶金的，又不是真金。真金的那可就得上百了，这么好看的琉璃珠，您在哪儿都买不着的。两人好一番你来我往，唇枪舌战，最后2根步摇卖了20两结束。另外一些簪子小饰品，有大小姐买了一些，赚得不多的小小姐也买了些银耳钉啊、合金的小戒指啊，统共加起来倒是也卖了20多两。对于这个战果，夏安如相当满意。阿舅怎么不进去啊？我都听着呢。啊？我没进去，但是我听到你们说话了。你要是有啥事儿喊一声，二舅肯定进来跟他们拼了。妖精，休想动我外甥女儿！还是我二舅疼我。走，咱们买东西去。咱们再不来了哈。不来了，路费够了。最后外甥娘舅2人大包小包的回了医馆。姐，下回有什么事儿你带我来，我来到现在都没逛过。还有你这打扮是几个意思？不行，绝对不行。
被吓一跳的夏安阳还准备问为啥呢，姚12就已经抱头窜进了后院。夏安如见梅香带着孩子在院里吃粥，就把刚才的事儿如此这般如此的说了一遍。这里头整的是20两，7岁的银子和铜板差不多也是20两，我还买了一些咱们用得上的零碎，还有一些粗布和料子。回去您这药好了，咱们还得做几身衣服，好赶路穿。好，还是我大宝有成色。这钱啊，你自己收着，我什么时候要再问你拿。哎呀，你弟呀，也就这么点时间，烧塌了人家大夫一个灶，做坏了人家一把竹椅，还拿着扫帚赶狗，那扫帚头啊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你赶紧的带他去给人家老大夫买个炉子，买把椅子，再买个扫帚赔礼去。还好，没把人家老大夫医馆给烧了。呸，别乱讲啊！赶紧去。接了母上大人命令的夏安如也没换衣服，直接带着他那傻狍子弟弟上了大街。哎，咱们现在17岁，你知道吧？啊，小了整整5岁，我这身板说17，人家不能信吧？小5岁才哪到哪儿，老妈直接小了10岁。就老爸还是英雄真本色，该几岁还是几岁。不过我觉得吧，您这身板其实说几岁都无所谓，毕竟感觉就不是这朝代能出品的。既然这样，我也能当大哥，报个23、24的，你也能叫我一声大哥。行啊，大哥，走，请小弟我吃碗馄饨，中午包子我可一个没吃啊。还有啊，什么锅呀、灶啊、笤帚啊，也记得掏钱啊。大哥，您永远是我大哥。走，大哥带你见见世面。夏安如便带着他那好大一只的弟弟往边上的茶馆里头一坐，要了一壶茶，2碟小点心。姐，咱们这是伏击啥呀？嘘，多看多听，别多问。听不懂啊，仔细听。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们所处的这个小县城叫海蛎县，是闽浙交界，应该是隶属浙江。他们要去的那个宿州，虽然他不知道具体在哪儿，但是大概的地理位置是在西北或者华北那一片。见俩孩子总算回来了，行了，准备，咱们走吧，下次可不能再这样了啊。我说你们夫妻俩也是怪得很，你们瞧瞧自家小子，我就想问问，谁敢拐了他呀？也是出门不吓着人就不错了。外公，您这话我听着不对劲儿啊。夏兆峰把老婆扶上了板车，挥别了姚12夫妇和老于大夫，便踏上了回家的路。何氏候在村口。老头子，大闺女。哎呀，家去，饭菜都备好了没啊？饿坏了。何氏这会儿却已经到了跟前了，先是问外孙女儿怎么没来，这小伙是谁呀？哎呀，才换的，用阿荣家的闺女换了个小子。放屁，自家骨肉怎么能换呢？你也知道放屁呀，哪儿来什么小伙，你也不瞧瞧清楚，后日也带你去于大夫那儿看看眼睛去。哎呀，一对人说说笑笑到了家门口，夏安如正想扶老母亲下车呢，就听轰隆一声，夏安阳，哎呀，不气，气多了腰疼。哎呀，不，哎呀，我什么都没干啊，真的，我就轻轻靠了一下。靠什么靠？墙是用来靠的吗？自己多重心里没点数啊？难道不是？见夏兆峰打儿子，姚家诸人都出来劝解，皆说孩子没错，错的是墙。明天我让这小子再给垒一个啊！没事儿，远也不好了。行了，咱们吃饭吧，都走了一路，肯定饿了。大伙儿胡乱的介绍了一番，便都挤在了一张桌上吃饭。饭桌上也就2个碗。二荣，你吃娘做的咸鱼烧茄子，你小时候最喜欢了。哦，原来是咸鱼烧茄子，只是外婆，这盘子好像要被苍蝇抬走了。咱们这儿鱼味大，苍蝇的确多一些。没事，我来赶苍蝇，你们吃你们的。没事儿，嫂子我吃得快，吃完了换你啊。说完，埋头开始扒拉碗里的饭，没一会儿就干完了。很快，几人就拉着卸掉了粮食的板车到了隔壁院。这漆黑的夜也掩盖不了这小院的别具一格。这是2间吗？以前是，这不是闹风灾吗？就倒了1间。这间是今天才收拾出来的。二荣，你别嫌弃，你3个弟弟没啥本事，用的木板子和毛竹临时搭的，不成样子的很。但是你放心，上头盖了厚厚的茅草，肯定不能漏。你小弟上去试过了，
也不会塌。汪文芳自然客气，忙说挺好的，也别管是瓦片还是茅草了，反正有顶就行。哎呀，行了，别客气了，赶紧的进去休息吧。姚老八斜着身子开了屋子门，瞧见里头虽然空得很，但是基本都收拾过了，床准备了3张，床席之类的都已经铺上了。你们别嫌弃哈，家里头也……怎么会嫌弃？这屋子打扫得很干净，辛苦外婆了。对了，还要谢谢三哥小舅舅，这个酱黄豆外婆拿着，明天可以过早饭。哎呀，还花这个钱干嘛呀？外婆会做，家里也有呢。行了，别唠叨了，你做的那个人也不爱吃。那个安如啊，你晚上多照看着点你娘。安阳啊，你睡觉翻身悠着点，这床板也不怎么结实哈。嘿，老婆子走了，有啥事明天再说。何氏这又说了几句，直到姚老八暴躁的声音从隔壁院传出来，何氏这才捧着酱豆子也匆匆回了家。这往好处想，咱们家这是住上了敞篷屋了，配置很高啊，同志们。一听老姐这么说，夏安阳也嘎嘎乐了，说这屋子跟他们当年花6000一晚上住的城市秘境民宿也差不多。都这样了还贫嘴呢？这天都这么黑了，而且也没路灯，你们还是明天再去取东西吧。哎呀，没事儿，别看天黑，但是月色还挺亮。再说出了村子还能用手机，东西留在那儿我也不放心，咱们俩快回去吧。夏安阳，你千万把液体蚊香带上啊，不然你姐我这小身板一晚上就能被蚊子给吸干了。包头巾我这一天估计能采个70、80块的，只要缝纫机换个卷边压脚就行。关键这东西没啥款式对错，咱们不懂也不会做错。母女俩聊着赚钱的事儿，聊得那叫一个热血沸腾。就听门外有声响，你们怎么把这都起来了呀？哎呀，赶紧推进来，一会儿再让人看见。原来这俩人嫌电瓶车太占板车的空间，直接就把板车挂在了电瓶车后头给骑了回来。哎呀，实在拉不动了，这会儿也没人，没事看不着。看着门口堆得如山一般的行李物品，这么多东西，人家一来不就都穿帮了？特别是那辆停在屋子中间，画风跟周边完全格格不入的电瓶车。没事儿，一会儿我就把它给拆了。刚才我跟老爸都商量了，今晚把这车拆了，过2天呢，咱们去城里买车厢，再改造一下，做成一个看上去是脚踏的，其实是个电动的双层板车。这车感觉任务挺重啊。你们这拆了还能提得上去吗？相信我，母亲。夏安阳的眼神非常的自信且诚恳，然后迎来全家的痛殴。行李实在太过杂乱，汪文芳指挥着爷仨按照用途归了类。这样吧，我明天再去趟县城，把车厢定制一下，然后再买几个木箱子回来，这些玩意儿咱们就往木箱子里一放一锁，就行了。那我算算啊，你木箱子买大点的，起码得买6个、7个。带这么多东西上路，是不是不太现实啊？也是。有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行得通。你说，你这脑子还是好些。这样，咱们把这些用不到的重的东西托给镖局，东西先放他们那儿，等到时候咱们到了目的地再给他们目的地信息。当然钱就先给一点定金，另外的钱事成之后再给，你们觉得呢？那得多少运费啊？哎呀，明天去问问吧，先给点定金，约定的时间说的长一些，到时候如果人家愿意接标，咱们等攒够了钱再把东西要回来。咱们身边现在有多少银子啊？爹身边的不算，我这里43两，还有点铜钱啊！早知道那个手链就不当给当铺了，玻璃珠穿的簪子比真金子都卖得贵，气死去！明天安如也跟着你爹去城里吧，多买点零头布回来，另外买点细点的丝线，缝纫机线团用完了，我可以自己用机器绕。哦，对了，再买点粗布之类的，咱们也得做点这里的衣服，路上好更换。这夜4人一直捣鼓到了深夜时分，一家4口睡到日上3竿都没一个能起的，直到门外响起了孩童清脆的喊声。怎么了，小朋友？要上厕所吗？门外站着姚15的大儿子姚大顺。表姐，奶喊你们过早饭呢。几人到得姚家，已经放好了碗筷。何氏见人来了，便喊着赶紧坐。来，这粥都放凉了，可以吃了。
哎呀，这个夏天就是苍蝇蚊子烦人。吃呀，别愣着。安如，你尝尝外婆的豆浆，比买来的豆浆不差些什么的。行吧，尝尝就尝尝。于是便来了一口，一口入魂，咸的灵魂都被腌了出来。怎么样，好吃吧？咱们家做菜都用我这个酱。好吃好吃，就是有点下饭。没有表哥表姐买的酱豆好吃，不一样的，奶奶做的是酱，姐姐买的是豆。这个咸鱼干儿，安如你尝尝，咱们家自己晒的，你小时候最爱吃了。汪文芳不好意思拒绝，正想闭着眼睛吃了算了。爱吃啥吃啥，谁还真爱吃咸鱼干啊？还不是没别的才吃的吗？你这老婆子，阿荣爱吃啥自己会夹，你管你自己得了。吃完早饭，按照原计划，女人们应该准备路上的干粮。安如啊，你这个要捏紧一点儿，然后快速放进蒸笼里头。哦，那就是趁着馍还没有反应过来，先让它们熟了就不会散了。听夏安如这么说，蹲在一旁捡野菜的谷雨忍不住咯咯的笑，直说表姐说话真有意思。正在烧火的大顺也乐呵的说表姐说的对，干的也好，关键人长得也好看。大顺，你现在能识字不？不识字呀，不止我们全家都不识字呢。啊，那不识字儿，平时生活怎么办？平日生活为啥要识字啊？咱们家也供不起读书人啊。这新弟妹说的话，他竟一时想不出如何反驳。大顺，姐姐教你认字好不好？谷雨要不要一起学？俩孩子都摇了摇头。啊！夏安如不敢相信的又问了一遍，俩孩子依旧还是摇头。为什么？读书认字可不好干，我瞧我们村里以前跟着王秀才念书的几个，每天都被揍得鬼哭狼嚎呢。草儿说他哥在王秀才那里被王秀才揍，回家还要被他爹揍呢，爹爹揍完，爷爷还要揍呢。你安如姐姐不打人。对，姐姐真的不打人。王秀才也是这么说的，可那竹竿子一年都要打断好几根呢。安如，你弟皮得很，舅母就怕太麻烦你了。听舅母这么说，夏安如便也打了个哈哈，说是弟弟妹妹愿意学，他就可以教，如果不愿意也没关系。怎么的，安如也上过学堂啊？机缘巧合认识了个女先生，就跟着学了1-2年的功夫。这孩子也是臭显摆。等到男人们回来，天色也已擦黑。咬下第一口馍的夏兆峰牙齿咯噔一下。这不说是馍吗？是面做的吗？怎么咬不下去啊？哎呦，姐，你这手艺可真是不得了啊！这叫啥呀？扔出去还能当个武器啊？你当我不知道吗？可外婆和大舅母都说就是这样的，连大顺跟谷雨都说这是正常的硬度，我能有什么办法？硬一点，香。你咬不掉啊？这个还行啊，不算硬吧？不硬啊。这会儿还没凉透呢，姐夫你不行，就让娘给你热一热，热了就软和了啊。不用了，我就这么……好，外婆，麻烦您帮我热一下，热5个，3个就够了。那我也热2个吧。这个是儿子要热的，不是自己要热，那就算夏安阳认怂。诸人就这么一边吃饭一边说着今日办妥的事儿。姚家的板车买好了，带出去的杂物也卖完了，最后多赚的30-40文铜钱又贴了点钱，买了点粗布料，让老婆子给3个孩子做几件袄子，说是北边冬天冷得很。既然做袄子，爹怎么没买棉花呀？哎呀，用我的袄子拆了做吗？不够塞点芦花就成。这些年咱们这儿不是水灾就是风灾，棉花贵着呢。啊，对了，你们袄子准备好了吗？要没有，你娘也有件。没事儿，咱们自己能解决。你手不是抬不动了吗？今天休息休息吧。您瞧，手废了，但是手指还能动呢。我看着今天这个做的干粮，不是我矫情啊，这粗粮实在是太粗了，到时候吃坏了肠胃可不太好养得回来。咱们还是得多备一些钱，路上不能顿顿都吃这个，大人受得了，孩子们也受不了啊。今天镖局找好了，付了镖吏的定金10两，那镖局在宿州有落脚点，到时候只要去那儿报信，他们2月内就会把东西给咱们送到，到时候再付镖吏190两，这儿还剩30多两，买点细粮是够的。那车子的框架咱们也定了，付了1两定金，3天后就能取。
到时候再给1两就行。夏安呀，为了你那破车，咱们可是出了大钱了。你那车能行吧？行啊，怎么不行啊？那框架我都构思好了，铁定合适。到时候您只要把这把手一拧，都犯不上用腿。那么重的车，那小电瓶也不知道行不行啊？应该可以，就是开不快。毕竟他老母亲那车买来1万多，那动力还是值得信任的。这一晚，夏安如瘸着个手，活活缠了5对耳饰，而汪文芳的头巾抹额倒是做了30-40条，可躺下的时候，这腰疼得更厉害了些。夏兆丰见自家老婆这般，立刻没收了他的缝纫机，原本要去的县城也不用汪文芳自己去了，她老公直接把老于大夫给弄了回来，顺带把姚12一家也给拉了回来。于大夫，你有没有多带一些膏药，给我来点？哎呀，带了，够的。那你有没有什么膏药贴了能对眼睛好的？啊，我那膏药治百病，我先给你娘打上针，一会儿给你贴。很快，于大夫3下5除2，隔着衣服就给汪文芳打上了针，然后迈步到门外，对着夏安如的太阳穴和大椎手肘啪啪啪就是5张膏药。我这个膏药啊，都是我自己抓了蛤蟆自己炮制的，效果可好了。那大夫，我夫人的腰怎么不见好呢？我刨的是膏药，又不是仙丹，这不得有个过程吗？谁知道你们回家干嘛了？不是于大夫，我夫人就是那天做的时间。哎呀，您别走啊！您听我说，这病情您得听啊。夏兆丰跟着于大夫想要解释，可于大夫这重听的毛病突然就加重了，完全不听夏兆丰说了啥。说好了穿越自带金手指的，再不济还能有条狗吧？为啥我没有啊？说好了穿越就能遇上个王爷首府的，为啥我也没有？说好了穿越就能捡到神医的，为啥我们遇到的大夫医术普普通通，还是个重听？什么口吐芬芳的穿越小说，都是骗人的。3天之后，汪文芳的腰伤便改善了不少，于是母女俩便醉心于生产，无暇顾及其他。我的最新方案就是，车厢后头的2个车轱辘着地，前头那2个轱辘不用着地，让电瓶车的轱辘着地，这样就不用调整4个轮子，只要调整后面2个轱辘就行了。但是前面的2个轱辘呢，还是保留着，但是装的呀要比另外4个轱辘高一点。怎么这么多轱辘？哎呀，你不用跟咱们说这么多轱辘的事儿，你就跟我说这车能不能跑？意思就是跟人儿童车辅助轮一样呗，然后这车还是前驱，另外再装2轮子做伪装，就这意思吧？对，哎呀，还是咱们年轻人能唠啊。哼，要不是你姐这理解能力好，你这外星话还真是没人听得懂。行了，赶紧干活去吧，明天我跟你姐出去一趟，顺便把老于大夫送回去，你照看好你娘。放心，今晚一定把核心系统给搞定，明天我跟三舅说好了，他帮我搞车厢上面的架子，一定不会耽误出发。别忘了给我太阳能板留卡槽。放心，忘记啥都不会忘记老姐你的叮嘱。你俩放心，明天我会盯着他的。到了次日，姚家人包括梅香自己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夏安如这回还要带着梅香，还给梅香换上了自己的衣服。夏安如笑而不答，只说一会儿回来你们就知道了。2个小时后，3人一行走到了个十字路口，夏兆丰指了指前头一栋3层的建筑。哎呀，这应该是城里最大的金铺了，进去瞧瞧去。好，就这家。一行3人进到店里，就引来了不少人的注意。这位小姐有点面生啊，您是第一次来小店吧？要不要小的给您介绍介绍？我也是随爹爹去都城赴任才路过你们这儿，不然谁来？你们有什么好货，拿出来我瞧瞧。对了，若东西不如我这不摇发簪，你也别拿出来了。这样的恐怕没有，但是咱们也有好的，小的给您拿了瞧瞧。行，拿去吧。铺子里的小姐夫人们纷纷看向夏安如，越看越觉得这女孩身上的首饰很是别致。不行啊，都没那个人卖的好看，这个款怎么这么老气啊？这个你说呢梅香？我说啥呀？怎么临时唱戏都不用彩排的？您的最好看。那当然，还好咱们在客栈遇到了那个珠宝商，不过说到底也是爹爹面子大，不然这人怎么可能让我把他的好货都选了走？不是说准备送去哎呀，这个不好多说哈。对了，这桂花簪他说有2个，你说我要不要再去买一个，省得到时候他也去都城，到了8月15有人跟我簪一样的花，多膈应啊。反正也就区50两，便宜得很。小姐您喜欢就好。
很快，那小二就拿了个托盘出来。不过夏安如的戏已经演完了，挑挑拣拣的只说不好。小二忍着气问小姐：“您到底要什么样的？小的给您拿去。”算了，不劳烦你了，我自有喜欢的款式，你们这儿挺好，就是不适合我。说完，还很鄙夷的朝在座看他演戏的小姐夫人们看了几眼。对了，小二你也辛苦了，老夏打赏吧。然后就扶着自己的步摇，拎起裙子走了。拿着，小姐赏的。安如，咱们到底要干嘛？钓鱼啊？有人跟来了。太好了，我还真怕自己白演这一场，然后还得去胭脂巷被那老鸨子揩油。几人看看走走，逛了差不多有10来分钟，夏安如转身进了一条小巷，后头跟着他们的2个丫鬟打扮的人也匆匆跟了进去。想跟我去哪儿啊？这位小姐，咱们也没有恶意，就是瞧这小姐的步摇簪子很是特别，有闻小姐认识这珠宝商人，不知小姐能否引荐一下？这2人是海蛎县苏家的丫头，今日小姐因为要参加后头几日的中秋诗会，便想去金铺选几件称心的首饰。夏安如先是很矫情的抱怨几句，说自己到底还是穿戴的太打眼，怎么的就被别家小姐盯上了，又左右推脱，只说也不怎么认识你们家小姐，怎好随意介绍？不行的。2个丫鬟见夏安如推脱，于是2人便好言好语的说了几句，又道时运楼是他们本地最好的酒楼，自家小姐觉得这位小姐很是有眼缘，冒昧想结交一下。夏安如自是又好一番矫情，这才甩着帕子鼻孔朝天的跟着丫鬟去了。到得时运楼，你找我？是小女苏舍兰心，不知小姐贵姓？姓张，苏小姐，这是看上了我这簪子，想要？是我唐突了，不过刚才听闻张小姐只是路过，也怕错过了，便只能差了丫鬟来结识夏小姐，还请张小姐原谅则个。不唐突，赶紧的，一会儿我们还得家去。的确够唐突的，不像是大户人家小姐的做派。这位张小姐看着气度不凡，这簪子步摇也绝非是等闲之物。我家小姐平日里也没什么别的喜好，独爱这花呀朵儿的。今天看到张小姐这打扮，就知道您一定是同好之人。2位都是贵重小姐，做个手帕交不也挺好啊？要说气度嘛，人家的确都说我大气得很，不过我瞧着苏小姐看着也不差的，就是这发饰珠宝的确看着反正好也是挺好的，就是还行。苏小姐忍着没发作，只说张小姐的戒指很是别致，倒是看不出是什么宝石做的，玻璃的也不是很贵。玻璃的戒指倒是的确没见过，好看吧？你试试，我这眼光肯定不会错的。张小姐，您那认识的珠宝商介绍给我吧，您这几日在海蛎县内的一应开销算我的。那倒也不必，昨日我就花了7、800两，这些我们家倒也还付得起，也不劳小姐破费了。不过我瞧苏小姐眼光倒是不错，咱们遇上也算是缘分。这样吧，你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叫我的丫鬟带着那珠宝商来就是了。我爹的面子他还是会给几分的，到时候你自己慢慢挑吧，我先回去休息了。说完便甩着帕子扭着屁股走了。哎呀，小姐莫气，那什么张小姐一看就是个蠢的，跟她犯不上。又往前走了2条街，3人这才不再继续演戏。安如，咱们上哪儿找珠宝商去啊？我啊，走，找个隐蔽的地方，让2舅母瞧瞧我的易容术。你为什么说自己姓张啊？因为我叫张口就来嘛，不姓张姓什么？半个小时后，梅香就把自己的忐忑给吞进了肚子里，这是妥妥的换了个人呐。安如啊，你人怎么还高了呢？怎么长高的，让你2舅也学学呀？刚才我只紧张的忘风了，这娃怎么易容的，是一点没瞧见。易容术不能轻易外传，到时候让我2舅拜我为师，我才能教他。3人重回大街，租了个马车，但是要了2个车夫。夏安如这便带着梅香重又回到时运楼。苏小姐，我家小姐让我把人带来了，进来吧。听张小姐说，苏小姐想看看小的这回北上要送去贵人处的首饰珠钗。原本小的也不欲张扬，也请苏小姐选完，便不要多说这出处，小的到时候也怕惹了贵人不快。贵人还是北边的，那张小姐又说这人要去都城，莫非？怪不得这东西如此精巧，外头是前所未见，肯定是要送到宫里去的呀。这
就说得通了。刚才这珠宝商到楼下，我和苏妈妈都瞧见了，来的是辆马车，车上跟着2个小厮，这人的排场倒是还有几分。而当夏安如打开手中的木盒，双手奉于苏小姐面前时，苏小姐仅剩下的一点点戒备直接飘出了窗外。买，全部都买下来。这里头的珠钗是我从未见过的款式，那荷花簪的花瓣上居然还有水珠，桃花簪的颜色比真桃花还要粉嫩明亮。这里头的首饰，小姐慢慢试，慢慢戴。你报个价吧，这一盒首饰我都要了。啊，那张小姐那儿，小弟也不好交代啊，她都预定了。你莫管张小姐、李小姐，别演戏了。真是什么都瞒不了苏小姐。小的老实说，手里头货还有点，但是那都是要送进贵人府中的，少了小的不好交代。我就知道。行了，别装了，这些连盒子都算价钱吧，我也不是出不起钱的人。此意，夏安如把自己现做的和囤着的30多副耳饰和一些小卡子卖了个精光，下了马车，才想结钱给车夫呢，就见包子铺边上的巷子口的街沿上坐了个人。老于大夫啊。谁呀？是柴鼠吗？没印象啊，应该没欠什么钱了吧。可当夏兆峰和梅香下了马车之后，他总算是认出了人。于大夫啊，您这是怎么了？无事馆出事了吗？您这是被赶出来了？无事馆倒了吗？哎呀，你们再喊响一点，全城便都听到了。哎，对不住啊，您这是怎么弄的呀？哎呀，你够了啊！我只是重听，不是聋了。不过你再这么喊下去，我可能真的就聋了。哎呀，吴氏馆那房子房东收回去了，我把一些药材抵给了人家当房租，然后便出来了。那您以后准备怎么办啊？你谁啊？安如。啊，安如，你离我远点，我能听到。哎呀，以后就做灵医呗，其实也挺好的，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天地之大，都是我的家。行了，你们早点回吧，我把这东西归置归置，也要找地方落脚去了。父女俩对视一眼，眼神一番交流之后，互相点了点头。于大夫，您要不跟咱们一起去宿州吧？啊，好的，走。这老头到底是真聋还是假聋啊？夏兆峰带着其余3人去到城门口，租了个骡车，30文能送到家门口。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们好呀，我又回来了，吃了吗都？哦，这会儿还没吃呢。今天用表弟那个看着不怎么正经，但却非常神奇的鱼竿钓了2条大鱼，大锅给炖了，沿着锅边还贴了许多粗面饼子。今天这鱼呀，是在汪文芳再三恳求下由他来做的。这回煮的一般，主要是没有香料，如果再放点香叶、豆蔻、小茴香，那味道更好。哎呀，我有，下回炖鱼记得问我要啊。好。你说这大夫是真聋还是假聋啊？咱们还隔着桌呢，怎么还听得到啊？于大夫这听力可能跟风向有关系，顺风他就听得到，逆风他就听不到。今天2家七七八八的东西都打包好了，就等明日装车出发了。夏家几人回了隔壁院之后，汪文芳和夏安阳才问父女俩路费是否挣到了。当得知家里头一下子有了600两的巨款之后，买马，再不济买骡子也行啊。夏安阳那电动车不用也罢。娘，您白天说的可不是这样啊！您放心，这车我刚才试过2圈，除了得让人配合打方向之外，别的都没问题。要不咱们还是买个骡子吧？咱们这回暂且还是先用着安阳的车再说，实在没辙再买牲口吧。咱们是跟姚家人一起走的，咱们用牲口较程肯定比他们快。你说到时候咱们是再买1头给他们呢，还是让人自己买1头？我感觉都不太合适。那安阳，你跟你爹一会儿把行李都搬上车，然后再配合着推了试试，如果实在是不行，咱们再另外想办法。夏安阳喊了一声得令，又拍胸脯保证这车妥妥的好使，不好使他跟老母亲姓。说什么呢？你能不能换个玩意儿赌咒发誓？臭小子，你给我过来！知道了，这不就是随口说了吗？爹，你是不是大男子主义，瞧不上我妈？我这腿脚功夫很久没有了，这会儿是得练，有种你别逃啊！你给我过来！一
夜过后，走，出发！已经准备好了的夏安阳就立刻窜了出去。众人朝北而行，走了一上午。此时按照农历来算是6月，也正好是一年里最热的时候，所以到了午时，众人就热得迈不开腿了。老姚啊，歇歇吧，这大日头下赶路，到时候别发了杀。槐树，休息！众人听姚老八这么喊，简直如临大赦，很快便聚集到了前头的几棵歪脖子树下。我去，哎呀，这烤大腚啊！来，让爹瞧瞧，熟了没啊？啊，嘿嘿。快喝！这碗里头装的是电解质饮料，还是用小冰箱冰镇过的。夏天的日头够劲儿，太阳能管够，夏安如就用备用电池给潜伏在木头箱子里的小冰箱插了1小时的电。安如，把这个给你舅他们，让他们也喝点。夏安如捧着坛子，快步走到了姚老八跟前。外公，喝点儿。啥酒啊？盐糖水。啊，喝点水，为啥还要加调料啊？您不懂，这个才解渴。来，大家赶紧拿碗来，喝点解解暑气。安如姐，这水好凉啊！是吗？老嫂子，给老夫来一碗。谁是你老嫂子？也不看看自己多大。这水的确冰凉凉的，解暑的很呐。最后一坛子水被喝了个精光。此时夏安阳和夏兆峰也补充完了水分，扇着草帽走了过来。娘，你可真是不得了啊，这车拉的可真不错，这么重的车一路走的真的是稳得很呐。哎，真是厉害啊，咱们中间都换了2、3遍，就安阳跟姐夫换了一小段，不过姐夫也是神力，佩服。哎，不用佩服，二舅你要是有我这身板，你也能拉得起这车。有这么聊天的吗？二弟你这体力也很好。对了，娘，咱们要不要弄点午饭？我来做。不用了。哎呀，你腰不好，休息，娘来做啊，不耽误事儿。咱们呀都是现成的馒头炒米。娘，这天热得很，咱们就煮点稀的消消暑，不然馒头炒米也咽不下去。你们别忙活，都交给我，我这半天也没走一步路，累不着。说完也不等何氏再次拒绝，便往自家车厢那儿走去。而另一边，初8、初2已经带着夏安阳拿着鱼兜渔网找水去了。哎，姐夫，刚才咱们喝的水咋这么凉啊？哎呀，为啥还会绕回这个话题呀？还能为啥？就是给你们掺了冰水呀。哎呀，对呀，为啥呢？安如，因为这个水缸是我们老夏家祖传的，里头放了水就是冬暖夏凉的。不小心暴露了。对，就是这个坛子啊，的确是我们家的老物件。据说，哎，算了，不说了。你拿好啊，我可还给你了啊。当汪文芳的解暑绿豆汤和野葱头面饼子做好的时候，3个去找鱼的男娃也说笑着拎着1篓子螃皮和小白条回来了。这玩意儿要了干嘛呀？哎，放了吧，都不够费柴火的。您别看这鱼小啊，这做好了可好吃了。汪文芳瞧着这螃皮，把这制作过程这么一说，这么多料，大姐您别说这料拌鱼了，即使是拌树杈子那也好吃啊。想想又是大油锅又是油盐酱醋的，好家伙，这能不好吃啊？正当夏安阳遗憾只能放了这1兜子鱼之际，哎，慢着啊，我有酱油冰糖。您老到底是厨子还是大夫啊？这酱油啊，我是用来给人配烫伤膏药的啊。冰糖呢，是哄小孩吃药剩下的。我真的是个大夫，做不来饭。咱们车里油和醋倒是还有一点儿，要不然一会儿咱们吃完了午饭，我再炸点小圆儿，就用2勺油，每次炸个2、3条，慢慢的来，也算是给孩子们补补。夏安阳立刻点头，说自己的确需要补补。这孩子真的需要补吗？行吧，就照阿荣说的做一个，给孩子们尝个鲜。不过以后的路可长着，不管有钱没钱的，都得算着点来。是，您说的对。听到没有？午饭过后，初8、初2很快就处理好了鱼。汪文芳拿出个小油壶，往铁锅里倒了一点油。哎呀，停！哟，大姐，你们这个是个什么油啊？怎么这么清亮啊？啊，嗨，我也不知道孩子爹是从哪弄来的油，咱们家这些事儿都是他拿主意他来办的，我一个妇道人家不懂那么多的。
这头汪文芳开始带着弟媳老娘开始做小鱼，那头男人们则开始聊着晚上住宿的问题。要不这样，咱们家还带了帐篷，晚上咱们找了驿站，就问问能不能把车停人家院里，咱们自己搭了帐篷睡，也不占他们的客房，到时候再讲价，争取10来个铜钱就解决住宿问题。这钱咱们平摊，算下来一家1天5个铜板，但是这样就不怕野兽小偷啥的了。抠门归抠门，大事上姚老八还是有点决断的，于是便点了头，说到时候他去讲价。啥玩意儿啊，这能吃吗？费那么多油。灌得真快呀，灌到都容不下你了。嗨，你这老娘们儿！话说到一半，那人才看到何氏身后抱胸站着的夏安阳。话说得真好。说完便假装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的走了。一兜子的鱼炸了快大半个小时才搞定，最后一篓子小鱼在汪文芳的摆盘艺术之下摆出了3大碗的糖醋炸小鱼。夏安如尝了一口，直接翘了手指，说味道好得很。3个孩子直接上手，吃到转圈圈。你瞧，我大姑做的可香，甜呐！炸小鱼哦，炸小鱼，好吃的炸小鱼。这旁边的人家吧，有个牛车，估计算个富农。叫你爹娘抓鱼去啊！哎呀，你们这小鱼儿卖不卖呀？孩子吵得不行，非得吃。行啊，5文钱1碗，说清楚啊，是这么1碗。这么贵啊？这螃皮平时都是用来喂鸭，没人吃的。咱们费了这么老多油盐酱醋，5文钱很合理了。就是，咱们本也是自己吃的，看你家孩子闹得厉害才允你1碗。这位大婶，钱头盒里这螃皮多的是，不然让你相公去抓吗？哎呀，给我1碗。何氏将5文钱给了姚老八，然后姚老八才拿出了碗，用筷子给夹了1碗，递给了人家。跟去，把碗拿回。关到对面茶棚里歇脚的人，其实闻着这炸鱼味儿也好久了，所以有人瞧着那做炸鱼的人家居然开始卖了，便差了茶棚里的小二也来买。启程的第1天，这迁徙队伍就赚到了30个铜板。由于姚老八的眼神过于灼热，离开8丈远的汪文芳都感受到了。咱家外公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有啥事儿啊？爹，您瞧着我是有啥事儿吗？这炸小鱼啊是挺费时费料的，不过咱们也是难得做一次，爹你就不要。哎呀，没有，不费事儿，就是虽然老姚家穷，但是这明摆着占人便宜的事儿，他有点说不出口。外公，您是不是想路上卖这小吃来攒路费啊？想法是有这个想法的，可你外婆这个厨艺够呛，所以厨艺都是可以学的。如果爹娘真要做这个买卖，那我肯定会认真的教的。姚老八嘴上说不出谢谢，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恰如其分的感激，手上一个没控制力道，直接抠下了一大块树皮。外公，就放过这棵老槐树吧。不过我倒是有个建议，这抓鱼的事儿得看机缘巧合，说不定咱们下回歇脚的地方就没有河呢。咱们这会儿还是赶路为主，赚钱为辅，所以哪怕做吃食，咱们也得做一些随便可以买到的食材，比如米面之类的。也是，我瞧着这一路上野葱野蒜倒是也有一些，到时候做发了面粉糊，做葱油饼也好啊。我瞧路边卖茄子韭菜的也有，到时候买一些做茄盒韭菜盒子也行的。茄盒，我想吃茄盒。茄盒感觉不合适，得炸。韭菜盒子倒是可以试试，不怎么费油。啊，啥是茄盒呀？倒也不是这个时代没有茄盒，只是一辈子没进过饭馆的姚老八的确也是没见过。娘，做饼的话多搞点儿，中午我都没吃饱。哎呀，吃啥呀？咱们是想做个小买卖，攒点路费。哎呀，那得多少面多少油啊，万一卖不掉不就白瞎了吗？哎呀，不白瞎，卖不掉咱们就自己吃。太好了，终于可以有理由吃得好点儿。中午那馒头真的太费牙了。姚老八突然感受到了做生意的风险，可不试试他也不死心。娘，这里头有110文钱呢，够买1斗白面的了，这买卖咱得做。
姚家其他4个儿子见大哥出了钱，也浑身上下开始摸，这个10文，那个5文，倒是刮出了30-40文的私房钱。哎呀，行了，这钱谁的都不收，我掏。咱们明日中午就试试卖饼，一会儿路过街镇，咱们买他个1斗白面。好，姚十五鼓掌。姚家其余4个儿子也跟着鼓掌。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也过去了，一队人马也不再耽搁，再一次启程。整整4个小时，大伙儿都在赶路。驿站哪儿呢哪儿呢？看着好大一个呀，不知道他爹那10文钱的计划能不能实现。一行人很快便到了驿站门口。这种拉板车的人家一般是舍不得住店的，不过怎么还有人拉车厢呢？这是买不起牲口，把人当牲口使啊！哎呀，诸位是吃饭还是住店啊？若有衙门文牒，住宿吃饭都便宜。哎呀，咱们没文牒，但是想住店的后院。啊？啥意思啊？小哥，咱们这情况你也瞧见了，住店是住不起的，但是也怕这一路人多，晚上睡着了再把孩子弄丢了，能不能麻烦你通融通融？咱们出点钱，让咱们进后院待一晚，也不占你客房。哎呀，你们出多少钱呢？咱们驿城向来循规蹈矩的很。8文。哎呀，不行，咱驿城肯定不答应。那10文。如果你们驿城晚上不住这儿，咱这钱就给你了。你放心，咱们肯定不会说出去的。哎，10文就10文，你们去那边林子里等等，一会儿我再叫你们。但是明天天亮之前你们必须得走啊！那行，那咱们等你信儿。既然已经说定了，夏兆峰也放心不少，他带着大伙儿直接去了驿站斜对面的小林子。于大夫，于大夫，赶紧救人！啊，救人？是爹他们怎么了？老大夫正准备问问刚才是什么声音呢，就觉得自己双脚突然离了地。哎呀，干嘛呀？怎么了这是？前头喊救人呢，咱们赶紧去瞧瞧去。走了大约能有6-7分钟的样子，就听得前头有人说话的声响。于大夫，您瞧瞧吧，这人好像是死了，可又好像没死。啊？于大夫赶忙上前探了下那人的鼻息，然后皱眉说：死了呀。不过当他又出手搭这人的脉搏的时候，没死吗？他俯身到那人胸膛处，一个耳朵听了，又换了个耳朵听，最后又反复把了这人手上的脉息。好像是没死啊，我说吧，是没死呢。哎呀，可这人我也救不活呀。这人虽然还有一点点脉息和微弱的心跳，但是这气息却是闭了。这会儿是没死，不过估计也快了。要不您死马当活马医试试？哎呀，是啊，您试试，万一您妙手回春呢？哎呀，要是这人一会儿真死了，咱们呢就给挖个坑埋了啊！万一啊，我说是万一，尸体被人发现了，官府再查到咱们头上，咱们肯定给您作证，这人不是被您治死的。那我就试试吧。说完，他就挖出了一勺膏药，又涂在了2张裁剪的小小的方形纸片上，然后贴在了那人的太阳穴上。于大夫，您不能这么自暴自弃啊！您好歹拿金针给他来2下呢。这老头救人态度怎么这么不积极啊？不是我不想下针，也实在是老夫无从下起嘛。可这要怎么解释啊？自己的水平真的很有限呢。正当于大夫苦恼之时，众人就听咿呀一声，那半死的人醒了。哇，老夫这药膏这医术居然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哎呀，人间真华佗呀。喂，你还好吧？你干什么？什么干什么呀？他们发现你昏倒在了这里，喊了我来救你。你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中毒。啊？说啥呀？哎呀，人家说他中毒了。哦，中的什么毒啊？哎呀，您管人家中的什么毒呢？这不是醒了吗？咱别耽误人家了，走吧。这人都这样了。
好歹问一下中的什么毒，看于大夫能不能解吧。老伙计，你这中的什么毒啊？我中的是蛇毒，这蛇的毒性和一般的蛇不一样，解不了。那我走了，你保重啊。大哥，走吧。于大夫，咱们这就走了？您好歹再给他来点膏药啊！哎呀，您老好歹再给瞧瞧，不管怎么样，好歹是条人命啊！哎呀，不是我不救啊，是老夫真的没这个能力。世上毒蛇千千万，能解的要么本来就毒不死人，要么瞎猫碰到死耗子，看缘分听天意。我这会儿连他被什么蛇咬的都不知道，但怎么解嘛？再说那他自己不也说了吗？他中的蛇毒解不了。那您要不瞎猫一下？这个是我自己搓的白解丹，虽然不能解你的毒，但是呢能够润肠通便啊。实在不行啊，你多吃几颗，多喝点水，运气好的话能解毒。可能可以多撑一个时辰吧。出了这林子，有个驿站，你可以上那儿打听打听，哪里有好一点的医馆啊？记得得是好一点的医馆啊！谢谢大夫，不过这药不用了，我一会儿就……你别灰心啊，也许好点的医馆正好有解药呢。哎呀，算了，走吧，别勉强了。几人一路回去都没啥话说，直到到了林子边缘，看到了焦急等候的姚12，这才把事儿简单的说了一下。哎呀，你们也算是尽力了，于大夫也不是什么神医，都不用自责。哎呀，自责啥呀？又不是我咬的他。您咬的就好了，您起码没毒啊。你个混小子，一会儿扣你一碗疙瘩汤。每个人都从汪文芳的手里接到了一大碗的疙瘩汤，喊了我不要的夏安如还往林子里走了没2步，就远远瞧见了人影。哎呀，你能走了？不会吧，于大夫那膏药不可能是神药吧？这人就是你们说的那个救不了的。是，不过他也挺坚强的，刚才看着差一口气就过去了，这会儿啊居然已经能走了。回光返照吧，就不能盼点好啊？你怎么能走了？试试好了？还是跟老弟说的那样，回光返照更不好了？刚才缓了缓，这会儿好点了，我就想出去找口吃的。哦，很坚强啊。你不嫌弃的话，咱们这儿还有点疙瘩汤。不嫌弃。于是这人就被带到了临时灶台前，汪文芳给他盛了最后的2勺疙瘩汤。那人说了声谢谢，便埋头吃了起来。哎呀，你这中的到底是什么蛇的毒啊？这毒倒是很奇特呀。你进那林子干嘛？里头有解毒的草药？那你还会不会死啊？谢谢诸位今日仗义相救。鄙人姓廖，名大勇，我中的蛇毒是北原蝰蛇的毒。呀，他是说的北原的蝰蛇吧？是的。那他怎么还没死啊？哎呀，这北原蝰蛇毒性极强，据说被咬之后啊，毒性会从伤口开始蔓延，半个时辰之内人就死了。您老说的没错，不过我本就是养蛇人，从小便与毒物打交道，所以这体质跟一般人比啊，是能抗一些毒性的。免疫了啊？那你刚才在树林子里是突然毒发了？这蛇毒是先麻痹心脏，所以这心跳呢会突然变得微弱。刚开始被咬，我昏迷时间也就是1炷香左右，随着时间的延长，我的昏迷时间也就越来越长，直到现在昏迷之后得1个半时辰才能慢慢醒来。那你现在是打算继续往北去还是怎样啊？走一步看一步吧。老大夫，这个给你吧，反正我也用不上。百毒图鉴？对，这个是我被赶出门的时候从东家那儿顺的，这里头记载的毒物、功效、养殖的方法其实不下500-600种，一般这样的书外面都是没有的，都是世代累积下来的经验才写成了这样一个图鉴。那我不能收。
既然你那东家不做人，你就把这个拿去卖钱吧。别灰心啊，既然你体质异于常人，那我估计你还有得救。不必了，我一个人无儿无女，无牵无挂的，死了活了都无所谓。就是这册子不能落在别有用心的人手里。我瞧你们都是好人，这册子给你们，我放心。于大夫，要不这样吧，您就按照一般解毒的法子给廖大叔治疗试试，咱们一路走一路试，说不定能帮廖大叔撑到找到解药的那一天呢。廖大叔呢，就把册子给于大夫作为回报，这样你们看行不行？我觉得挺好的，不管能不能治好，试试总不会错。不过廖兄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你得先立个字据，把自己中毒的事写明白，万一于大夫没把你治好，可不能把罪责按在他头上。廖大勇一听有人愿意带着他，那渐渐熄灭的希望小火苗一下子又燃了起来。他表示自己不会写字，但是可以让于大夫写了，他按手印儿，保证死了也不会累害任何人。试试就试试。哎呀，那不是又得加一个人，还是个时不时就要昏倒的，活人还得费粮食，这饭钱算谁的呀？哎呀，于大夫自己目前都算是个蹭饭的，这又来个蹭饭呢。我能抓蛇抓蝎子卖钱，只要有人收，价钱都可以卖得不错。我一路走过来都是靠这些筹的盘缠。对了，我这儿还有半吊钱，先给您吧。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这钱我不能收。说了不能收，你别给我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好吧，这钱我先拿着，到时候买粮用，一天呢算你10文饭钱，到时候咱们多退少补。你爹这人真是1文钱夹屁眼里都能走出3里地。娘，您别这么说，爹也没错呀，咱们那么多人那么多张嘴，可不就得算算清楚啊。对了娘，明天大姐说教我们卖葱油饼，我瞧着林子边上野葱不少，刚才没挑完，咱们现在再去挑点儿。晨，走。住院子的还在吗？可以过来了。在呢。然后招呼了大家，把东西都整理好，他们准备去驿馆借宿了。直到第2天一大早，众人被异族喊醒。瞧瞧，汪文芳递了块男人用的帕头给夏兆峰，这颜色手艺，男人能喜欢吗？叫我说，你还是多做点女人的东西吧。我瞧着男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没啥大讲究，一会儿卖不掉就白瞎了你这么好的手艺。这本就是零头不拼的，成本也就1-2文一块，男人嘛也不追求什么款式，反正能用够便宜就行了。咱们到时候就1块10文，3块25文，6块40文这么降卖。谁说男人不爱挑款式啊？你瞧着路上走的行人，多少还是有几个穿戴不错的。你看这打扮，感觉比咱们那儿都精细。那是少数，你没发现吗？这儿的贫富差距可比咱们那儿大多了。富的出手就是600两买首饰，穷的像咱姚外公，早上买柴草1成收6文，他还得硬生生的还掉1文呢。的确，我瞧那海蛎县里有人穿的是补丁叠补丁的衣衫，可也有像苏家那样的高门大户，那一栋宅子就占了一条街巷。所以啊，咱们既然想做买卖，卖的东西就要找准目标客户，要不就走量让利，把价格打下来，要不就卖个独一无二，开个高价。哎呀，我是后悔了，那20克拉的大玻璃戒指只卖了2两银子。你也是第一次卖玻璃大钻戒，没经验，可以理解的。一行人埋头苦走，直到日头到了当空，终于看到了海蛎临县青上县的城门。这里也是按人头收钱。看着城门外头其实也挺热闹，姚老八当即决定不进城了，他们这摊子就摆在城门口了。也行，那我就带安如进城，你们就在这儿摆摊歇歇。众人便找了块阴凉地，停好了板车，搬下要用的烧锅架、面糊糊啥的，准备开干了。夏安如放眼瞧着，觉得这儿其实挺适合卖便宜的小玩意儿的，当下就决定在这儿支个小摊子卖头巾帕子，而夏安阳则继续做老母亲的保安兼帕模。姚家那摊子前的一阵慌乱，引来路人侧目无数。那今儿干嘛呢？
做买卖吧？不能够吧？那么多人做一个买卖啊，也是哈，要不然是逃荒呢？不能吧？逃荒还起油锅做饭？这不叫逃荒，叫郊游吧。众人今天的午饭基本就是碳化了的、外焦内不熟的、太厚的、太薄的，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葱花饼。嘿嘿，你们别说啊，这饼子虽然样子不太好，但是味道是不错的啊。软和，挺好。在何氏试炼成功之后，葱油饼的生意开张的倒是挺快，关键这饼还不贵，3文1个，5文2个，过路的买上2个电电机倒也不是不可以。2个多小时后，夏安如父女俩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一队人马各有各忙。老板，来2葱油饼。哎呀，安如回来了，饿了吧？给你们留了饼子了，这会儿吃正好，赶紧吃，今天可赚到饭钱了。你二舅母说咱们今天赚了。何氏神秘的伸出了2个手指。2两？别说笑了，怎么可能？是200文。安如，你怎么样？今天有没有赚到2两？格局打开，大嫂你想瞧谁呢？不过还没等夏安如回答，梅香就把手里装了饼子的小笸箩递给了夏安如，然后嚷着她赶紧去她娘那里讨水喝。安如他们都是有本事的人，赚多赚少咱们还是少问。安如他们原来那日子过得肯定就不错，咱们不能跟他们比。咱们若是天天能像今天这样赚个100-200文，到了苏州估计攒下点钱，到时候说不定还能买几亩地呢。娘，咱们今天是收了200文，还没刨去成本。今天用了1斗面100文，1升油30文，我刚数了，这里一共是226文，所以咱们今天赚的话，就赚了大概100来文。夏家4口子也在盘算着今日的营收。老姐，这回怎么没用你那个什么夏氏表演法则啊？你当我不想啊？可惜没找着目标客户，演技再好也是白搭。哎呀，这地方啊，比海蛎县都要穷一些。金铺里别说有钱的夫人小姐了，连客人都不多。好在安如这回戴的首饰开价都不高，小小巧巧，看着也挺精致的，人家呀就都收了。不过咱们这回也算聪明，先去当铺问了个当铺的价格，再加了2成，直接都卖给了金铺。做买卖嘛，还是要审时度势，一路上还有的是机会。对了，这回咱们还买了不少的点心干果，路上能垫垫，另外又买了一些布料丝绒什么的，反正一路上也没有啥事儿，边走边做吧。安如，你这是干嘛？嘘，我试试看能不能召唤出我的金手指来。啊？什么金手指？那金手指嘛，就是系统啊、空间啊、异能之类的，一般穿越的主角都会有这些。不过老姐，你怎么就知道你是主角啊？万一主角是我呢？说完，夏安阳也盘起了他1.2米的大长腿，准备试试召唤金手指。汪文芳和夏兆峰2人摇着头走了。过了好一会儿，夏安如悠悠地叹了口气，看来咱们这穿越是被坑了。我只召唤到了5个文字包。安如，整理整理，准备走了。夏安如应了一声，然后又瞅了眼还在召唤金手指的弟弟。行了，我如果不是女主角，那你更不可能是男主角了。哪有男主角啥不行，只会干饭的？赶紧起来，准备赶路了。不是，怎么啦？谁有金手指啊？哎，腿麻了，别碰我啊，求你了。夕阳西下，一队人马继续赶路。夏兆峰原想跟昨天一般，跟人借个院子搭帐篷，可惜人家看不上那点钱，直接把人给轰了出来。突然天空划过一道闪电，紧接着一声惊雷落地，大风四起。怎么说，住还是不住啊？不住麻烦你们别挡在门口，马上下雨了，要住宿的人可不少。姚老八感受到了来自4面8方的关注，只能咬牙点头，要一间通铺。切，那可不行啊！咱们一间通铺就4张床，最多不能超过4个人。你们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一间房怎么睡啊？别到时候把咱们床给睡塌了。哎呀，难道今天赚的100文钱都要交代在这黑店了吗？哎呀，这也算人吗？外公，您是不是想问孩子算不算人头？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呵呵，可真有意思啊！这样吧，瞧你们也挺不容易，3个孩子算你们1个人头吧。另外的，咱们要2间。
要什么2间呀？你们4口住1间就够了。我跟老爹和弟弟1间房，今晚就别想睡了。最后一队人马要了4间房，可怜的廖大勇和于大夫被分配给了夏家父子俩。哎呀，80文，就这么睡一晚，没了。您别想咱们没了80文，您得想咱们比昨天多了20文，对不对？对个屁！本来是100多文呢。而夏安如房间里头，此时正在为洗澡的事儿而争论。外婆，今天这个澡必须洗，您这身上闻着都发酵了。老婆子洗什么澡？老人多洗伤元气。哎呀，烧个热水还有5文钱，怎么不去抢啊？老婆子这辈子没洗过要钱的澡。哎呀，没有这个说法的。再说了，您做吃食可不得把自己打扮得干净点啊。照我说，您不仅要洗澡啊，明日再做生意，头巾也都扎好，手指甲也得剪干净。哎呀，那让双武他们去烧水吧，别浇水了。这大雨下的，您觉得我三叔他们生的火能防水吗？最后还是夏安如开了门，喊大顺去叫了水来。另外再买个新的澡盆子，到时候路上也能用。夏安如听到外头突然有开门的声音，毫不犹豫地拉开了房门。你们这是准备去干嘛？还没等于大夫说话，隔壁冲出来2个炸毛大汉。出什么事了？怎么了这是？什么声音？出了什么事儿？是有人要闹事吗？我们这儿可是驿站，不是客栈，官方单位，谁敢闹事？哎呀，我误会了，咱们哪儿敢闹事啊？这不是刚下过大雨吗？咱们就想去抓点蛤蟆。这半夜抓蛤蟆这么妙的想法，这2位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哎呀，有病啊！这大半夜的抓什么蛤蟆？行了，赶紧的睡吧，别明天真要赶路了，1个2个的不是晕了就是昏了。哎，于大夫，休息吧，抓蛤蟆什么时候抓不行？明天咱们中午休息的时候，您爱怎么抓怎么抓。哎，这暴雨才下完，正是抓蛤蟆的好时候，白天天热，蛤蟆不出来的。哎呀，你们睡吧，我跟大廖去抓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也去。夏姑娘，你不怕蛤蟆？嗨，他什么都不怕，别说蛤蟆了，蛇虫鼠蚁都是我姐的好朋友。别瞎说，坏你姐姐名声，我还是有怕的东西的。哎呀，姐，这，哎呀，救命啊！跑我脚上了！夏安如一边一只只抓着蛤蟆，一边嘲笑自己的弟弟。弟啊，我觉得你特别适合一个词。什么呀？哎呀，这儿还有一只，快抓呀！娇憨。哎呀，行，娇憨就娇憨，你说啥都行，你快点，那儿还有一只。娇憨都说女孩子吗？安阳一个男娃，又那么大个子，怎么能说娇憨呢？憨傻又娇弱，当然是娇憨啦。哈哈哈，你这女娃子可比你弟弟能说会道不少啊！哈哈哈。蛇，我来。便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夏安阳条件反射地往后头退了一下，这人脚下打滑，直接就往后仰去。正蹲身抓蛤蟆抓得起劲的夏安如都来不及喊一声我去，就被倒下来的庞然大地给砸晕了。完了，完犊子了，这回轮到我一个人穿回去了。有了一点意识的夏安如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不过睁开眼的一刹那，他差点没被亮瞎。这是哪儿啊？他缓缓蹲下身子，仔细瞧了瞧，这是一片葱地呀。对，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随身空间？穿越之神啊，不对，穿越爸爸爱我了吗？这种东西是我这种一点都没有存在感的女主角可以拥有的吗？所以我是女主角，没错吧？天爷呀，穿越爸爸，我误会你了，你是我的神。正当他想拔个空间小葱尝尝是不是味道特别好的时候，突然一阵强烈的头痛袭来，眼前一黑，渐渐的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安如，你醒醒啊，你不要吓我呀，安如。文芳啊，你冷静点儿。姐，你不会有事的，不会的。当夏安如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就看到激动的老母亲正坐在床边。头好痛啊！于大夫凑到夏安如跟前，
给他把了个脉。哎，跟你们说没事的，就是这脑袋磕着了石头，失血有点多，哎呀，多休息休息就行了。哎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来照顾安如就行。娘，还是我来。我谢谢你啊，大爷，求求你了，睡觉去吧啊！你说你怎么连站都站不稳，这都能给我砸昏了，昏倒。唉，那刚才的什么金手指、银手指，难道都是猫啊？不会的，不会的。夏安如赶紧闭上眼睛，心中默念：进，一定要进去。再睁开眼，果然他又进来了。出，我要出去。再睁开眼睛，夏安如就看到老母亲一脸迷茫地看着自己，进出，夏安如来来回回了7、8次，这才确定自己刚才不是在做梦。不过这里有个 bug， 为什么他进出空间没人觉得惊讶呢？于大夫，您先别走，您瞧瞧安如，她是不是磕了脑袋，有什么后遗症？不然为什么像是卡壳一样，一直在动与静止之间来来回回切换？我女儿这是坏了吗？哎呀，这个磕到脑袋有点不舒服，很正常嘛。那你要不放心，老夫给他行个针也行。不用了，我就是头有些疼，没事的，娘你放心，我挺好的。姐，你真不用扎针吗？不用了，我的脑袋已经承受太多了。姐，好好休息，我先送于大夫回去，你那个什么自己小心些。因为女儿受伤了，所以汪文芳很豪气的又要了一间客房，他想让女儿好好休息休息。妈，我们要发财了。啊？怎么说呀？发什么财？咱们一家都能好好的活着就行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是，我得到了一个金手指，是随身空间。怎么个随身法？瞧着啊，进，意识就进入了空间。可坐在床边的夫妻俩看到的是，女儿突然目光涣散，一动不动。过了一小会儿，夏安如眼神恢复正常。看到了吗？有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同？阿荣，你看好女儿啊，我还是再请于大夫来一下吧。哎，快去！明天咱们再好好的问问，哪有好大夫？不行，再去请一个来。因为夏安如突然脑瓜子受伤，所以夏兆峰决定还是在驿站多留1天再走。次日，夏安阳更是寸步不离地守着姐姐。大杨子，你说心里话，我说我有个空间里头种了1亩葱，你信还是不信？信，谁不信我跟谁急。来，姐，乖啊，咱先把药吃了。不信就不信，我还懒得解释了。等我想到把葱变出来的方法，就不由得你不信了。别啊，我真信。咱就是说，你那个随身空间里头，为什么种的是1亩葱呢？这我怎么知道啊？等会儿我再进去瞧瞧，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说完，眼神一涣散，魂儿又进去了。完了，猛男叹气，怎么办啊？算了，哪怕姐姐坏了，那也是我老姐，关键这事儿我有100%的责任。以后姐姐如果嫁不掉，那我便养姐姐一辈子，到时候再多生几个崽儿，让他们好好孝顺姑妈。等我老了或者不小心杆了，老姐也能有人照顾。救命啊！这到底是闹哪样啊？这地里只有葱就算了，为什么我还带不出去啊？这破空间难道就是放着给我一个人欣赏的吗？可我到底是为什么要欣赏这1亩的小葱啊？什么破烂玩意儿，还不如别给呢。骂累了，他又魂穿回去休息，休息好了，他又回到那空间找线索。他说到底还是舍不得这破玩意儿呢。怎么样？啊，都喝了，这会儿说想休息，不让人打扰。那他挺正常的，放心吧。夫妻俩听儿子这么说，也不疑有他。咱们在这多留1天，外公他们没什么意见吗？今天的房费咱们出，应该没什么意见。不过看外公的样子，好像不太乐意。我
我瞧着小老头又不想占我们的便宜，可又舍不得那房钱，纠结着呢。哎呀，没事儿，你徐拉斯做得好，到时候他们也不愁卖。今天啊，肯定能把房钱赚回来的。到时候啊，想不想自己掏钱付房费，就随他的意吧。次日一早，安如啊，你还是没有休息好吗？要不要？哎呀，娘，不管有没有休息好，咱们都得出发了。是说要走呢，就怕安如这精神不好，赶路太累了。外婆，没事，一会儿累了，我车里就能休息的。走吧，咱们上路。这孩子可真吉利，什么上路不上路的，真不太好听啊。爹，您发什么呆啊？哎呀，吓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不是啊，爹，我是看您……不是什么不是，还不赶紧走？你那草垫子怎么还没编好？说不定今天就要用呢。啊，对了，一会儿啊，再多编点草鞋，给你大外甥也编一双，要大的啊。一行人走了一上午，遇上了个大急，顺腿就停了下来。下个县城今日是赶不到了，咱们中午就在这儿歇息吧。姚家反正本来也没打算进城，他们只要找个人多的地方，把摊子支棱起来就行了。这位的幌子是写了大夫吧？姐弟俩探头一瞧，旁边于大夫的摊位上来了个也举着幌子的人，那幌子上写着神机妙算。道士不是也能自己治病吗？怎么还得找大夫？哈哈哈，贫道只会治大夫不医之症，大夫能治的，贫道却不会。行吧，你说啥就是啥。这位是咱们那儿的名医于大夫，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就跟他说便是了。这位大师啊，是哪儿不舒服啊？要不要老夫给你把个脉呀？这位大夫，我主要是这眼睛，年轻的时候受过伤，这些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这几日不知怎么的疼得厉害，麻烦您给我瞧瞧吧，我怕我真瞎了。哎呀，大师啊，我在这里。哦，我说你怎么那么瘦呢？您瞧，我这真的越来越看不清东西了。待道士坐下之后，于大夫便细细问了病情。你这个呀，我3贴膏药下去就能药到病除啊！日遇到神医了，就是不知道那膏药贵不贵，毕竟我也是个扛幌子的人，不怎么富裕。哎呀，不贵不贵，我今天呢先给你贴上，另外呢还有2对，你明日后日用了就行啊，3对，一共呢收你30文，我一会儿再给你扎几针，诊费就不收你了，可好？嘿呀，好，那贫道就谢谢您了。于大夫收钱办事儿，啪啪2块小膏药就给贴在了那道士的山根两边，然后刷几针下去，便让道士在这儿歇着，一会儿再给他起针。就咱这老大夫能治疗失明？怎么可能啊？3个没啥事儿的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儿。那道士说他道号3白。原来如此，果然是名字起坏了，叫什么不好，偏叫3白，这不3白眼了吧？其实我也不是真道士，只能算是个居士吧。这道号啊，是我师父给我起的，我这一用就用了很多年呢。那您既然是居士，那道家的口诀之类的，您可知道？这个呀，这可多着呢。小姑娘，你对咱们道家还感兴趣？兴趣倒也不算，就是好奇。哦，好奇呀。咱们这心法口诀可多着呢，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要不这样吧，我可以给你瞧瞧9字真言，一共9个手势，怎么样？这行吧，聊胜于无嘛。好，还请大师演示一二。仔细看，便开始用双手翻起了花。临、兵、斗、者、接、阵、列、前。姐弟俩看得简直眼花缭乱，直到喊到最后一个行，夏安如才看清了3白的手势。于是他
学着三白首饰摆放的姿势，嘴里也念了一声行，然后夏安如恍惚了一下，人就进了他的一亩葱地。我没想进来呀，这怎么进来了？莫名其妙，什么玩意儿？他立刻闭上眼睛，默念3声，出。怎么还在这儿啊？出啊！出！他依旧在这里，空间里没有回音。怎么回事？刚才干了什么？为什么会出不去了？不要急，不要慌，想一想，刚才做了什么与众不同的？刚才对，他做了那个手势。想到这里，他翻着手花，闭眼大喝一声：行！我去，神经病啊，耍我呢！而此刻的真实世界里，夏安阳疯了，他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喊了一声行，人就唰一下在他眼前消失了。你们看看就算了啊，这个9字真言没有人引导，或者不是咱们道家的人，可不能随便学哈，不然会出事儿的。我学了这么几十年，刚才都觉得眼前突然什么东西唰一下就过去了，哎呀，这是有异象啊！你为什么不早说呀？那唰是他姐呀。说完，夏安阳下意识地环顾了下四周，好在旁边除了个昏迷不醒的廖大勇之外，没有别人。我这人就是这一点好，有点心急姑娘，你下回可不能乱学我这个东西啊，看过就算了。行。可任凭他怎么喊行都不行，他也没有消失。安阳、安如，葱油饼要多少几个呀？你这孩子，跟你说不能随便学，别喊了啊！对了，这葱油饼你们怎么卖呀？而空间里头的夏安如也慌得要性要命。难道这辈子就要待在这儿变成个葱人了吗？坑人啊，这不是什么口吐芬芳的空间，跟书里的完全不一样就算了，连个使用说明都没有，这不三无产品吗？夏安如蹲在葱地里，愁云惨淡。夏安如，你好好想想，三白到底说的是哪几个字？不要急，慢慢想，从第一个开始。好，想吧。完犊子，根本想不出来呀！枉我平时待你不薄，事到临头脑瓜子，你这是怎么了呀？事到临头，想起来了，是林。夏安如大喝一声：林！手势没配合上，没用。可是这个林字到底应该配合什么样的手势？夏安如真的吃不准呢。他只能闭上眼睛，使劲回忆着刚才三白的动作，喊一遍林，做一个手势。不是他对林这个字有多执着，而是他就真的只记住了这第一个字。空间外面，下定决心的夏安阳正要去拍三白，眼前突然有什么东西闪过。我操！他姐刷回来了。臭小子，还学会骂人了！姐，你回来了。我去，吓死我了！我以为要吃一辈子葱了。弟呀，我的弟！安如啊，这是怎么了？有人欺负你了吗？还是你弟又砸到你了？爹，我会了，爹，我会了。哎呀，你别哭，别急，好好跟爹说，你会什么了？是啊，姑娘，你学会什么了？这么激动？没事，就是刚才叫我姐打响指，她会了，有点激动。打响指没听着啊。这葱油饼很香啊，我能吃一个吗？你想吃就吃，一会儿啊，我再去拿一些来。说完便扶了女儿起来，准备带她回车厢再说。刚才是不是有谁在哭啊？呀，开饭了呀！是，你们先吃着，咱们有点事儿。哎呀，去吧。
夏兆丰带着女儿去了车厢，而夏安阳也把老妈喊了过来。哎呀，到底怎么了？现在可以说了。怎么啦，安如？是不是你弟又砸你了？你跟妈说，妈这回肯定不饶他。这回真的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你们先别说，听我姐说。爹娘，你们先捂住嘴巴，先别问为什么，你们听我的，赶紧捂住嘴巴。等下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发出叫声。唉，看情形，明天还是得进城带女儿去看看。这会儿，还是好好配合女儿吧。夫妻俩无奈地对视一眼，乖乖捂住了嘴，然后就听到一声行，唰一下，一个大活人就在夫妻俩眼前消失了。这为什么？这什么操作啊？为什么女儿会突然不见了？这到底是我们疯了，还是女儿真的成仙了？看，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抱头痛哭的原因。刚才我姐就是这样突然的从我眼前消失的。话音刚落，夏安如唰一下又出现在了原先的位置上。娘，您瞧，我没骗你吧？我真的有一亩葱地。哎呦，乖乖，居然是真的！怎么样，爹？这葱的味道跟真实世界的葱的味道哪个好？差不多吧。就是这感觉太诡异了。葱有什么诡异的啊？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区别。你们不觉得有空间这个事情很诡异吗？关键，这空间里为什么会出现葱啊？那您要这么说，咱们出现在这个大龙巢本身就是件诡异的事情，至于出现葱吗？难道是因为娘做了葱油饼？哎呦，不对，这空间又不是我的，我做不做葱油饼关你那个空间什么事儿啊？也是。我还有个问题。啥？既然我们一家4口都是穿越过来的，那为什么只有安如有葱，我们没有啊？咱们要那么多葱干嘛呀？哦，对，为什么只有安如得到了那个什么金手指，我们都没有啊？是啊，我们为什么没有？难道是因为只有安如磕破了脑袋？大杨子，我觉得你可以试试。为什么是我啊？你是我们老夏家的男丁，应该承担起男丁应该承担的责任。自己生砸脑瓜子吗？那您不也是男丁吗？老年人不算男丁，征兵都轮不上我。哎，行了，别磨叽了，我去找板砖。哎，别，我弟这脑瓜子本来就那啥，先别砸。这样，按照一般套路来说，见血了应该就能够开启金手指，要不咱们先让老弟见血？什么？我不要，我晕血。哎，没事儿，我带了你爸的血糖仪，里头有附送的无痛采血笔，戳下手指出血就行了吧？见血就行。老母亲立刻站起身，翻出了血糖仪套装。就真的只是戳下手指吗？是的，爸，他自己也不清楚，毕竟他自己的金手指，他都尝试了几百种办法，才知道怎么进出的。那行吧，妈，你呀，什么？不是说无痛的吗？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很痛啊？算了，血都出来了，你们不要说话啊，我先试试。夏安阳说完，就开始准备翻花纸了。你等等，万一你待会儿进去了，出来记得要念着林，然后做这个手势。好，姐，爹娘，我去了啊！我希望得到一亩西瓜。行。为什么我还在这儿？是不是血放得太少了呀？再来一次，来，别怕，娘手速很快的。夏安阳还能说什么呢？他只能再一次的伸出了他的爪子。片刻之后，哎呀，安阳啊，要不算了吧？我看你这10个手指头都戳了，好像的确没有金手指啊。妈，您为什么每个手指都戳呀？我寻思着，金手指，指不定手指就是触发技能的机关呐。看来是我想错了。大杨子，至少咱们有一个好消息。什么？至少呢，你的血糖很正常。喏，餐前血糖4.6，很标准。我不活了。哎呀，走，咱们都是平凡人，就得好好适应了解新的环境。咱父子俩逛逛去吧。爹，
你为什么不试试？你有没有金手指？哎呀，早上你娘帮我测过血糖了，要能召唤早召唤出来了。那估计咱们家就只有我姐有金手指了。这不也挺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其实这么想想啊，没有金手指也没什么不好。也是。哎，爹，咱们去买点炸糖糕吧，我血糖4.6，可以吃。好，买，给你补补。车厢里的母女俩很快也确定了，汪文芳也召唤不出金手指。你说你那空间里头有1亩的葱怎么办呀？你是自己收了还是就扔那儿啊？当然用意念收割呀。等着，我这就去弄1筐出来，以后外婆他们的葱我包了。说完念了声行，就又进了空间。他先跑去大缸子里低头喝了一大口水，喝完了水，夏安如就准备要大干一场了。手葱，怎么回事？又来了是吗？手葱！他的灵魂在呐喊，1亩葱田依旧纹丝不动。这玩意儿不会是手动的吧？哎，算了，来都来了，收就收吧。为了能成功走上人生巅峰，我忍了。夏安如略带气恼地拔起了2把葱就出去了。哎呦，你那1亩葱这么快就收好了？可惜汪文芳也是想多了，当得知女儿那地方还得手动收葱的时候，汪文芳还是有点舍不得的。哎呀，实在不行你就慢慢干呗，收个10天半个月也行啊。咱们那玉米我瞧这也还没有晒干透呢，估计也还是不能种吧。哎呀，可惜我也不能跟你进去，不然我还能帮帮你。这空间也没说不能让您进啊，要不咱试试？怎么试？娘，来，你抱着我试试看能不能带你进去。不用了吧。最后在女儿的一再邀请下环住了女儿的腰。你确定能带着我出来的吧？您闭上眼睛，咱们走。待汪文芳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真真切切的1亩葱田。哎呦，这可真是葱天葱地呀！哎呀，母女俩在空间里感叹了一下，这葱长得的确好，碧绿碧绿的，然后就出来了。娘俩决定一会儿揪了父子俩也试试。对了，娘，拿个水壶来，我给你们盛点水出来。那水缸里的水我喝过了，感觉喝了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精神，我去盛一点出来路上喝。那你去舀一点，一会儿我煮开了再给你们喝。哎，你也别直接喝生水啊。夏安如乐呵呵地应了一声，唰，人不见了。咣啷当，瓮掉在车厢的地板上。没一会儿，女儿刷回来了。怎么回事啊？这瓮怎么不跟我走？你问我？那空间不是你的吗？难道只能是我的东西才能带进去啊？于是母女俩又一阵翻腾，好不容易找出个夏安如以前摆拍用的小茶壶，然后夏安如反手就是一个刷。很好，这回茶壶进去了。行了，以后遇到干旱啥的也渴不死了。阿荣啊！汪文芳赶忙应声下了车。你4弟5弟摸到的河虾还活的，你娘让我问你怎么烧。正好有油锅，等娘收了摊，咱们做点油爆虾吧。要是有人要就卖了，卖不完晚上吃也不会坏的。啊，好。哎呀，爹相信你的手艺。外公，哎呦，瞧瞧，还是咱们家安如贴心呐。你怎么知道外公才逛完回来，这会儿啊正渴着呢？话音刚落，老头举起茶壶就是喝。这水真凉快。就是安如啊，你这个壶太小了，等外公发财了再给你去买个大的。来，这个还给你，我嘴没碰到壶口，放心哈。说完乐颠颠的就背着手走了。母女俩面面相觑，既然外公喝了，那就暂且瞧瞧能有什么神奇的效果吧。这么热的天你还跑去挖葱，也不知道好好的歇着。来，孩子，外婆再给你煎个饼啊。不用了，外婆您不用管我，我保着呢。安如，你这是哪儿挖的葱啊？看着可比咱们找的野葱好多了，真水灵啊！刚才在那树林子里面看到的，我瞧长得好就全给挖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鼻孔大，
这葱味一闻就闻到了。一家人说说笑笑，这葱的事儿便就这么过去了。这算命的哪儿来的呀？什么时候捡的？我怎么不知道？哦，我是于大夫的病人，我这眼睛啊，于大夫说最好再针灸几天，所以这几天我得跟着他啊。放心，吃住我自己解决。不过今天我就厚个脸皮跟您讨个晚饭吃。这事儿您得问我爹，得他点头才行。哦，你不是你爹呀？那你是你爹吗？你是不是坏的不是眼睛，坏的是脑子啊？啊！哎呀，不要这么说嘛，人家眼睛不好嘛。你不是耳朵不好，怎么我说什么你都能听得到啊？太阳渐渐西下，众人把各种乱七八糟给收拢了一下，继续赶路。这么说的话，跟姐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被我姐带进空间里，对吧？应该是这样的，我刚才找小兜子试过了，就没能把他带进去。那你外公喝的那些水不会喝出什么问题来吧？应该没问题吧，我先喝的，现在除了感觉好像不怎么疲惫之外，别的没什么反应。外公好像也没说什么不舒服啊。下次还是小心些，万一那水喝了有啥副作用，一时半会儿显现不出来呢。好，知道了，下回要是……对了，咱们今晚还是住客房吧。那一亩小葱我想赶紧收了，到时候能卖则卖，不卖就半卖半送。其余三人一致同意。到了下个驿站的时候，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这到底是个啥空间啊，姐？我就说你们女频就爱搞这空间不空间的，到头来还得自己种地，这跟在外头种啥有啥区别啊？还不如跟男频似的，来个系统啥的，只要一路把系统任务做完了，那奖励可是实打实的，不比这空间来的好啊！你当这是我选的呀？再说了，人女频小说里的空间都是靠意念播种收割的，简直不要太好用，一点也不比什么系统差。那姐，您这是啥呀？我这不是还没升级吗？等升级了你就瞧好吧，到时候别求着让我带你进来就成。俩孩子说的啥意思啊？哎呀，不懂，年轻人的话题，咱们不用非得参与。哎呀，行了，你不用给我揉了，赶紧帮忙去吧啊！一会儿收完了，咱们早点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哎，那行，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可别再赶了啊！一家四口一直忙活到半夜，这才把葱给收完了。当夏家四人穿戴整齐去往驿站后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行李物品都收拾好了。哎呀，阿柔，你来尝尝我这熏拉丝卤的味儿对不对？这是你们半夜抓的？这么一大盆，得2大桶的蛤蟆了吧？不是我们，是你爹抓了大半夜，直到啥都看不到了才回来的。这人还真是怪了，从昨晚到现在就没睡过一会儿，怎么的这精神头还那么好？阿荣啊，爹这儿还有3条鳝鱼半桶泥鳅在那桶里养着呢，晚上你来做哈。爹，您一夜没睡不累吗？哎呀，不累呀，不仅不累，还精神得很呢。哈哈哈。走，出发。便带头走出了驿馆。娘，外公他是不是喝了那水的缘故啊？有可能，不然都50多的人了，拍了一夜的蛤蟆，怎么还会如此红光满面？那水真的那么神奇的吗？一行人浩浩荡荡赶路，日上中天，一队人马终于赶到了松县城外。老姚家照样在城门外找了个人流不错的阴凉处支摊儿。这简直是个行走的商业街呀！咱以后都不用找人多的地方了，如果再捡上几个行业精英，咱们就是行走的大吉了。这哪里是什么行业精英，根本就是行业淘汰赛出来的尾部选手。再捡几个，你姚外公啊，可能就不是光叨叨了。哎呀，也不知道姚外公这状态能保持多久。您别担心了，我姐不是说她也喝了吗？她不是很正常吗？能吃能睡的，那水啊肯定没毒。姐，你有空也给我来一碗呗。这样的提议立刻遭到父母的反对。说着话，4人已经到了城中的主街上。为什么？
因为你姐姐有很多葱啊。不是，姐的葱她自己不能卖啊。那不然你去勾引深宅大院的小姐们买首饰吧，我还乐意卖葱呢，都不用动脑子，想卖几个钱就卖几个钱。行吧。那安阳你别乱跑啊，就在这儿卖葱，知道吧？万一啊，我是说万一走丢了，咱们就直接去城外姚家步行街碰头，知道了吗？说完，他还从钱袋里掏出10文钱递给儿子。爹，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抠门的？从你那8手破船搁浅开始变的。行了，姐给你赚零花钱去，一会儿回来给你买好吃的，乖啊，好好卖葱。等夏安如他们转悠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夏安阳早就把葱卖完。不错嘛，都卖完了。那可不。哎，姐，看你这表情，这回又赚不少吧？必须的，你老姐出马，哪有不赚的道理？赚了多少？姐，给点零花钱呗。夏安如掏出放铜钱的荷包，掂了掂，扔给了弟弟，然后比了个8的手势。8000啊，发了呀！你当我是去打劫的呀？800。行了，别白活了，咱们该走了。走，卖葱去。啊？为什么还要卖啊？我已经卖了很多了，5、6千斤呢，大哥，你那些才哪儿到哪儿啊？走，咱上饭店去瞧瞧去。走，上饭店问问去。最后，夏安如在松县卖出去了大概2000斤的葱，赚了可能有1两银子。回到老姚家的阵地，哎呀，老于啊，你给我好好把把脉，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太正常。你这脉息。哎呦，我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得什么急症了？啊，没有，挺正常的，就是有点躁动。这样吧，我给你点膏药。你没把错？你不信我也行，要不然找个医馆瞧瞧吧。反正这会儿进城也方便。哎呀，不过人家一般看诊一次，怎么也得收个30、40文的吧。姚老八因为舍不得30、40文的诊费，而相信了于大夫的说辞，然后又迈着大大咧咧的步伐，开始吆喝着大伙儿赶紧收东西，他们一会儿就得赶路了。安如，你这是怎么了？刚才卖葱的时候嗓门还挺大的呢，这是不舒服了？是中暑了吗？我这是捅了葱窝了，咱们昨晚才收的葱，这会儿地里又长起来了。啊，这东西还能自己重新长出来？现在看来是的。唉，长什么不好呀？长葱，那上一波的葱都还没有卖完呢，下一波又来，那下一波处理完了呢？难道还会继续长葱吗？这什么空间呀？啊，葱之祖坟吗？什么玩意儿？不管了，这葱爱怎么长怎么长，我看这玩意儿能不能长成参天巨葱。也是，你就每天进去瞧瞧，等什么时候换东西长了，咱们再收吧。我外公状态如何？一般来说，这神水喝了都会让人精力充沛的，这个的确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说不定过个2、3天就自然恢复了。什么神水？我看是神经水。哎，你先别管那水了，身边的钱可放好啊。我觉得也不能全放那个什么空间里，那个地方总感觉是个坑啊。他拿出800两放进匣子，扔到了空间里，另外600两分成了3份，由他和爹娘分别保管。这一晚住在驿站院子里的老姚家就不怎么太平了。哎呀，你这夜夜不睡觉，是准备升天啊？死老婆子说话真难听，那我睡不着有啥办法？要不然咱们……你想干啥？哎呀，你个婆娘想什么呢？我说要不咱们编渔网吧，那反正麻省有的……哎，你去哪儿啊？你给我闭嘴去睡觉，不然我明天就找你闺女女婿好好的跟你说的。我能怕他们？我跟你说啊，你个死老婆子，别仗着有人撑腰，在我跟前吆五喝六的。第二天天才微亮，于大夫，您给我爹瞧个病吧。哎呀，这又是怎么了？被蜈蚣咬了，还是被蝎子蛰了？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啊？我很好啊，精力充沛，活动自如，30年的老寒腿都好了。你就没点儿跟你外公那样的症状？没有啊，我还睡得特别好，连梦都不带做的。怎么办？小老头好像真的喝坏了。这姚老八的症状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于大夫也不知道。不过好在不耽误赶路，不是？一行人如此
继续走了好几天。姚老八的亢奋结束在了他喝完水的第5天。那天晚上，老头吃着晚饭突然就睡着了。于大夫给把了脉，说是身体无恙，可能就是精力透支了，休息一阵就好。没想到这休息一阵的一阵居然是整整4天。最后在即将要到临安城的前一晚，姚老八终于醒了。哎，这天怎么还黑着呢？我怎么觉得自己睡了挺久的呀？当得知自己已经睡了4天之后，姚老八震惊不已。嘿我怎么就恢复正常了呢？这也不怎么正常呀。待到众人都离开之后，夏安如还特地去瞧了趟老头，问他这几天起伏这么大，到底是种什么感觉？哎呀，起先就是觉得多出来了一股劲儿，怎么都不累，不干点啥简直浑身刺挠。后来睡着了，也没做梦，醒过来的感觉就好像那股多出来的劲儿没了。原来如此。回到房间之后，准备好了吗？咱们走吧。3人再一次进入了空间，继续收葱。原本想摆烂的一家人，为啥突然就又跑去收葱了呢？那就是这空间呀，禁止摆烂。在夏安如放任不管的葱地2天之后，葱就开始渐渐烂在了地里，然后空间肉眼可见的小了一圈。明天咱们进临安城，先卖珠宝，后卖葱吧。这些东西一直堆在那儿不处理，也会烂的。烂了，空间就会给你颜色看。不然还能怎么办呀？唉，总不能每天塞给你外婆100斤葱吧？人家只是年纪大，又不是傻。没事儿，到时候再摆个摊儿，让安阳看着呗。看着一边听歌扭屁股一边拔葱的夏安阳，然后互相点了点头。怎么了？你们说我坏话了？没有，说你最近的表现好得很。那可不。次日，临安城里，手法的话，还恕我们不便多说。只能告诉您，除了这些宝石之外，咱们大部分用的是琉璃。东家直说，这东西实在是精巧。他这铺子里虽也有卖琉璃杯的，但是从未见过如此逼真的琉璃花卉。那是肯定的，咱们自有秘法。若不是真的好东西，咱们也不会拿出来的。几人在门内你来我往，讨论个不停，就是双方都不愿喊价。这东西估价不容易，既然这位东家看着不太想要，要不咱就走吧。说完也不等人东家喊价，拿起桌上的首饰盒，扭头就往门外走。那东家连忙让守在门口的掌柜拦人。哎呀，我家这臭小子就是脾气不好，赶紧的给我回来！没听东家要开价吗？哎呀，东家您说价吧，如果合适，咱们就把这副头面留在这儿了。这位壮士，你手里的东西我要了，你先回来说话。您看这1000两如何？不卖了，这玩意儿留着给我姐当嫁妆，咱家不差钱儿。壮士莫走。这样啊，这东西啊我实在喜欢，咱们不来虚的，1200如何？老板也是个爽快人，这样吧，一口价1500，您觉得如何？这东家却说这价格实在太贵，他怕是吃不下来。要知道普通的一个珠钗不过几两银子，那就打扰老板了。说完喊上了一双子女，头也不回的就往外走。咱们这不是讨价还价吗？这怎么说到一半就走了呢？然后一路追了出去，这才把人拦住，做成了一笔无比费口舌的买卖。您几位要是还有好货，千万记得来彩凤楼找我啊！我这都给您开10价。下回啊，荣大师再有新作品，一定先让东家过过瘾。至此，夏家手中的存款便有了2900两。可又怎么样呢？我还是照样要卖葱。小小的一匣子首饰，怎么卖了1000多两？整整3000斤的葱，咱们才卖了300文。你们说咱们卖的这么便宜，空间会不会生气啊？一会儿再给我缩小，那就要没了。这都能生气？他也没规定你卖多少钱啊。臭小子说什么呢？
这个给你，你今天演技不错，奖励一下。就卖葱的钱啊？那卖首饰的留着买地创业过日子。4个人又在城里采买了点笔墨纸砚、棉花布料，便回到了城门外。趁着夏安阳去吃饼的间隙，另外3人又把1500两分成了4份，1份放空间，3份他们各自保管。咱们不给安阳，是不是不太好啊？不用给他，到时候有了钱，不知道这臭小子还会买什么交通工具来祸害咱们呢。行吧，我去空间瞧瞧。此时空间里的土地里已经又开始冒小绿芽了。您老这见天的冒葱是为了啥呀？你能不能给我个明示啊？这葱也卖不出什么价钱，更当不了饭吃。您老这究竟是为哪般呀？不对啊，这葱地之前不是都让我种了吗？这会儿怎么又开始自己冒了？啥意思呀？可空间能给我明示吗？不可能，自己猜去吧。夏安如真的不懂，他懊恼地刷了出去。外公、大顺、谷雨、小豆子，赶紧来看我给你们带了什么来了。怎么不是叨叨？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呀，笔墨纸砚一样没差。今天开始我教你们认字吧。不要，不用了。不好。哎呀，他们不愿意学，我还是算了吧。你放心，安如，这个账假以时日，外公肯定能算得明白。不行，这些东西花了我5两银子，不学，外公还钱。什么玩意儿？就这些？这些玩意儿要5两？由于所欠实在太多，所以他们只能妥协，勉强点头，同意认点字儿。这葱怎么不一样啊？怎么扁的呢？这是什么品种？夏安如拔了几根，直接刷出了空间。娘，您瞧，我空间里的葱好像变异了。你们这些孩子呀，真是一点没有常识。这哪类是什么变异葱？这不就是韭菜吗？夏安如都已经无所谓了，她成功的被她的空间 PUA 了。次日一早，娘，今天我教你做韭菜盒子吧。不用了吧，安如不是能找葱吗？娘做葱油饼现在也熟练了。外婆，我今天改找韭菜了，信不信由你们。我今天肯定能够挖回来很多韭菜。小豆子、谷雨，走，跟姐挖韭菜去。小安阳，背上篓子。姐，我也去。顺啊，姐姐昨天不是教了你们写1到5吗？姐，我会写4了，这回绝对不会写错，你带上我吧。不是，是姐教你们的时候没想清楚，教错了。姐觉得你真的非常聪明，很适合念书，所以呢，姐决定让你做我的小助手。这样吧，我把1到5正确的写法写给你，你先认起来，晚上帮姐一起辅导大家，好吗？大顺一听，立刻表示接受任务。不是安如姐姐，这个跟昨天咱们学的差的也太多了。昨天是姐写错啦，平日里爱写简略的，所以写习惯了。晚上我想了想，真要教的话还得教书面上的，不然到时候人家写的账咱们不是也看不懂吗？所以呢，今天你的任务就是熟记这5个字，晚上当姐的小助教，加油啊！说完，夏安如就带着孩子们走了。这咋回事啊？爷，这才是1、2、3、4、5。啥玩意儿？那昨天咱们学的，姐说那是简便写法，在外头是用不通的。就在爷孙俩无语问苍天的时候，夏安如已经跟拿葱一般，把30、40斤的韭菜从空间里拿了出来。哟，这么多韭菜啊！我果然没闻错。何氏那边因为有了做葱油饼的经验，所以对揉面、拌馅儿啥的上手都很快。娘，咱们这韭菜能有30来斤呢，放2个炒鸡蛋真的是太少了，这馅里头都瞧不见呢。怎么会瞧不见呢？刚才连300都说瞧见了呢。这是何氏瞎说的，300明明说的是闻着炒鸡蛋味儿了。要不然一会儿我再多放点盐。可别，娘，昨天还有人说咱们葱油饼咸了呢，您老可千万悠着点儿。咸吗？我咋还觉得淡了点呢？您老这舌头吃盐都吃麻了，差点被何氏追着骂。这次夏兆丰直接去找了个批发商，把韭菜都卖给了他。这空间何该给人家飞行员，给我干嘛？很快，小菜贩带着几个挑夫拉着借来的牛车来了，最后连筐带菜，夏安如收了人家5两又300文。
这回不错，比葱强。葱也好，韭菜也罢，都是命中注定的。就是下一回如果再要长的话，我希望能够多长一点值钱的，什么草莓啊、樱桃啊、橙子啥的。我要西瓜。对了，咱们可以买一点水果树种呀。虽然空间里种不了，但是不妨碍咱们带去宿州种啊。爷俩无脑支持，一行人便这么走走停停。时间很快到了8月底，天气渐凉，夏安如他们也已经走过了扬州，他又多存了1000两的银子。另外，老姚一家他们在赶路的1个来月时间里赚了整整20吊铜钱，就是20两银子，可比老姚家1年赚的还多呢。爹，我跟您商量个事儿。你说，爹听你的。我是这么想的啊，咱们马上要出江苏路，之后3、4天的路程，是个4不管的地方。这摆摊做生意的事儿，咱们暂且先停一停，等进了中州，靠近皇城了，咱们呢再做点营生。但是也不能跟之前似的，天天的摆摊做买卖，咱们呢最多3天一次，看哪儿热闹再在哪儿赚钱。不然到时候行程太慢，再走上2、3个月啥的，到了宿州那可就是隆冬了。咱们得争取起码在10月头上就要赶到宿州。你说的对，那咱们接下去几天就闷头赶路，钱不钱的以后再说。安如，咱们接下去3、4天的功夫不能停下来做买卖，你这大白菜可怎么办？这孩子青菜种成功了之后，就得了1亩萝卜，萝卜结束了，就来了1亩大蒜，熬到大蒜结束，又来了1亩白菜，真是没完没了。实在不行，找个庙捐了呗。倒也行。你们就不给你们可爱的儿子、弟弟一个赚300文的机会吗？佛祖的钱你都好意思赚啊？夏安阳只能用手做了个把嘴拉上的动作，以示自己绝不跟佛祖计较阿扎之物。队伍的行进速度明显就快了很多。老姚家的队伍还遇到了押送流民的一队人马，队伍里老的少的都有。突然队伍后头传来了吵嚷声：救救他吧，官爷，他才5岁，之前身体一直很好的，求求您了，他以后肯定能种地能当兵，求求你救救他吧。前头有个庙，你把他就放那儿吧。可那女的咣咣咣就往地上磕了3个头，只说让他救救孩子。其实这兵士觉得自己态度已经很不错了，可是这女子却一点不懂事儿，她便恼了，抬脚就想踢人。远远却见有人骑马而来，然后喝了一声：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回崔大人，这孩子不行了，我看也就1、2天的活头，可这女的却非要纠缠不清，万一这孩子的病会传染，这孩子的病不会传染的，他只是得了风寒，高烧不退，求您了，您救救他吧。瞧瞧前头有没有医馆大夫，有的话给他买2天药。走吧，别耽误赶路。老夫是大夫。我就知道于大夫忍不住。你要死啊你啊！你这又是菩萨上身了呀，能不能做个人呢你？别连累我们呐。你是大夫？他说啥呀？大人问您是不是大夫啊？是啊，不是我干嘛说是？这不耽误人吗？于大夫，您客气点儿啊！这小老头对病患倒是挺好的，怎么的对官差还敢呛声了？没瞧着人家手里那马鞭恨不能比他发髻还粗吗？万一被人一鞭子甩上来，小老头你受得住吗？大人莫见怪，咱们这老大夫耳背，人也耿直，如有得罪，万望见谅。去把个脉，开2天药，不要耽误太多时间。孩子，你跟我一起去。崔大人转头看了眼去救人的2人，回头的时候却问夏兆峰：你们是去肃北？回大人的话是，小的一家和老丈人一家都是从海蛎县赶去肃北开荒去的。为何？海蛎县在浙江路，要比苏州好上不少，你们为何选择北上？咱们家是渔民，今年风灾闹了几次，船也沉了。咱们那儿有农田的，这会儿也还没到卖的时候，哪怕有卖的，也都是世家大族买了去，咱们轮不上呢。况且江南一路的地价也贵得很，您瞧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没个7、8亩的地也活不了了，不是？海蛎县衙说，如果去肃州，当地县衙会分丁田给咱们小老百姓嘛，要活着总得找出路，不是？
于是全家商量了一下，便还是决定往北去找活路。所以你们可有什么事隐瞒吗？哈哈，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大人。我是上门女婿，孩子跟我姓，都是丈人给面子。哎呀，当家的官爷也没问这个，你又何必？哈哈，没事儿，做你们家上门女婿，我高兴着呢。当家的，众人看得有点要语，夏安阳更是鼻孔出气，别过了头。因为医治小童耽误了1炷香左右的时间，流民的队伍再次出发了。莫要因为小事再耽搁行程了。这人倒也不算坏，这人看着很凶啊。刚才他问有没有事儿瞒着的时候，我都想好了扛你的姿势了。扛我？我谢谢你啊，大可不必，我可以自救的。你别到时候等着我来救你就行了。不过你别看人家长得凶，可该办的事儿一件没差，最后还让人给了于大夫一些铜板呢，这就算不错的了。是啊，安如说的没错，咱们往后行路还得低调着些，并不是每次都能遇到愿意听你们解释的官差的。下雨了，安阳，你打头的得快点儿。爹，别催了，孩子拉车不容易，不容易你倒是下来呀。这我下来了，那孩子不是更不容易了吗？正当他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开脱之际，隐约听到前头有人在呼喊：救命啊！抢劫呀！救命啊！哎呀，阿荣啊，我去瞧瞧，你别让他们都跟来啊。夏安阳看到老爸突然往前跑，便想也不想的就跟了上去。妈，好好待着，不用担心，有我。千万小心，让你爹和弟弟不要逞强。姚家几个儿子一听，撸着袖子就要往前。安阳和老夏会看着办的，咱们这老弱妇孺多，别到时候中了人家的计。姚家人都没怎么出过门，这会儿一听姚荣这么说，心里自是紧张了起来。放心，孩子有我看护。那安如不也去了吗？我瞧他还不如我呢，好歹我这腿脚也比他利索点儿。若有个什么事儿，来回报信也快呀。闹够了没？都给我等着！此时前头的夏兆峰已经追上了苦主。壮士救命呀！那人跑到我家，抢了我家的钱罐子。等着！口吐芬芳的，给小爷站住！你别被我抓到，否则打断你的狗腿！夏兆峰的速度很快，也就2-3分钟的时间，已经追上了前头的劫匪。还敢跑！夏兆峰大喝一声，飞身直接铲倒了劫匪。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这个我不要了，你们留着吧啊！哼，想逃？问问你大爷，我这拳头同不同意？好你们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别想逃，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练练，练练。夏安阳说完，便立刻甩着棍子往前跑。那劫匪大喊一声，转身就逃。英雄，谢谢你们啊！劫匪凶狠，莫要意气用事。谢谢2位英雄，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婶子，你这腿脚怎么这么快？喊你别跑，前头危险啊！爹，扶我一把，我要。几位，这雨越下越大了，我家就在前头村子里，您几位要不先去我家歇歇脚，等雨停了再赶路吧。老父亲眼神略带犀利，他抿了下唇，想了一瞬，才朝女儿点了点头。那几位赶紧跟我走吧，这雨是越下越大了，一会儿到家我给你们煮点姜茶吧。一行人跟着那苦主就往小道里走，到得院门外，已有个半大的姑娘站在了院门口。姜茶煎好了，大家都喝一点吧。哈哈，客气了，瞧咱们这么多人，得费不少料吧。恩人说的什么话？这些姜咱们家还是有的，您诸位多喝点儿。童儿，再去煮点来。这么多人，这些怎么够啊？诸人皆说不用客气，不过红儿还是微微一笑，跑去了厨房。诸位喝吧，这姜茶就是要喝点带烫的才能好呢，这一会儿凉了就发不出汗了。大廖，你身子弱，你先喝。哦，好的。廖大勇接过碗，就是一咕噜一碗姜茶，喝了个底朝天。婶子，还有吗？我再来一碗。哎，好。见廖大勇喝完，他还招呼其他人，大伙儿都喝吧，一会儿雨停了，我瞧着诸位还得赶路呢，可千万不能受了风寒。诸人都点着头，端起碗，说着接下来该怎么走。突然夏安如喊了声哎呀，然后往刘婶的卧房跑去。这闺女怎么了？婶子，
我那个不方便了，您这儿有草木灰啥的吗？刘婶一下子就明白了，说了声等着，就要出去。哎呦怎么了这是？还要什么吗？那个算了，没事啊。麻烦您去取了草木灰来吧。可刘婶才想转身，又听姚蓉喊了一句：“哎呀，还是得麻烦您一下。”没事儿，要什么你只管说。要盆干净的热水和一块干净的帕子。对，就要这些。好，你们在这稍等一下，我这就去拿。到得外间，刘婶还特地看了下那缸子，一缸茶水只剩下了个底儿。她跟众人说大伙儿休息一下，她再去取了茶水来。红儿，这里都喝完了，不过有个婶子和姑娘还没喝，赶紧的再端一些来。哎，知道了，马上来。等了也没多久，红儿又端着茶汤来了。姑娘，咱们都喝过了，你不用这么客气。没事儿，就一点茶汤而已，不用客气的。说完盛出2小碗给里屋送了进去。过了差不多能有20来分钟，就听有人开了门。赶紧的，这么多人，一会儿醒了一个就麻烦了。老四，你这到底怎么选的人呢？这车连个牲口都没有，还有俩是破板车，折腾这么一趟，咱们那蒙汗药得好几十文呢，也不知道结个富贵点的。行了，老二，如今这世道，能结到这样的就不错了。若真是有牲口的人家，也不会跟着来避雨的。走，赶紧的，先把人捆了，一会儿拿了东西咱们就走。是，老大，人都在这儿了。还有2个女的在里屋。老三，你去把俩女的捆了，好看的话别弄伤脸。老二，你刚才说的孔武有力的是那俩吗？是，就是这俩货，这会儿成狗熊了。这人说着话，上去就是啪啪2脚踢在夏安阳腿上。进到屋里的老三在屋里找了整整一圈，又挠着头出来了。刘婶儿，没人呢。怎么会啊？我跟红儿都看着呢。突然听到一声闷哼，回头就看到老二已经被狠狠甩在了地上，而那老大则被突然起身的姚家五虎给死死压住了。夏兆峰此时也已经站了起来，他手握长鞭，直接一鞭子照着刘婶和那老三的正脸甩了过去。刘婶闪躲不及，直接用脸接了一鞭子，痛得他捂着脸嗷嗷叫唤。我女婿救了你，你还恩将仇报，我挠死你！哎呀，我也是被他们抓来的，我也是苦命人啊！你这个死婆子，别挠了！趁着乱，红儿想悄悄地溜走，却直接被夏安如拦住了去路。去哪儿啊？那茶汤里的药是你下的吧？看把咱们的人喝的。姐姐，你听我说，我原也是好人家的女子。说个屁！啊，你这个臭女人，你敢给我们下毒！我儿子差点被那蛤蟆样的人给捅了，我挠死你！一场混乱在半个小时后得以消停。兆峰啊，要说还得是你，要不是你提醒咱们啊，别人给的东西都不能喝，这会儿被绑着的恐怕就是咱们一大家子了。是说呀，不然凭咱们老姚家的这几个男的，一路上怎么死100次都不够。女婿啊，你辛苦了，一会儿娘给你做面吃，咱多吃点。都静一静啊，听我说，咱们这样，先派2个人出去报官，再有几人望风警戒。娘，您和大弟妹受伤了就歇着，吃的让阿荣做就行了。一会儿等官差来了，咱们把人交给他们，就继续赶路。这地方咱们也不宜久留。此时出去报官的3人已经走上了官道，远远就瞧见来了大队人马。呀哟，啥？哦，是那个崔大人。大人，有劫匪。什么？在何处？带路。说完就要催马前行。抓住了。船好了再说。好了，船好了。咱们的路上遇上一窝劫匪，不过已经被我们给制服了。咱们也只是路过此地，不知道上哪儿报官啊。大人，您瞧这，咱们也不是地方官，咱们是武艺带路，继续往前。你还有孙自立、齐三跟我走，带路。好，大人跟我来。说完，夏安阳转身迈腿就跑。等跑到了那小院的时候，大人，咱们真的是冤枉的，是这几个人想打劫我们，咱们这才被绑在这里的。呸！口吐芬芳的，你个大叉叉！咱们抢劫你们，还报个屁的官！我被捆在一起的5人直接闭了眼。
这货的智商真的不适合打劫。啊，原来是您呐，真是太巧了。这6个匪徒想骗咱们来这儿杀，不过被咱们反杀了，咱们也不知道这人该往哪儿送。您瞧，您能不能接收了？到时候冲锋啥的，当个肉盾也好啊。我军不收这种人。对，此等败类就该斩首示众。这儿正说着话呢，就听门口有人声传来：娘，外公外婆，快来，咱们发现了好多好多白菜。站在门口的崔大人略动了下脖子。呀，安阳怎么把您给找来了？这倒霉崔的，早知道进门再喊了。这人瞧着还挺精明的样子，可不能在他面前露出马脚呀。白菜哪来的？这女孩好生奇怪，时不时就能掏出白菜来，哪怕是农家女也没有随身带白菜的习惯吧。刚才跟我爹去取水了，发现人家路边扔了好多好多白菜，估计是卖不掉，所以随便扔的吧。不应该啊，这白菜看起来好得很，咱们前日采买粮草也得3文1斤呢，怎么会扔了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他们从哪儿抢的，藏白菜的地方离这儿近得很。那6个人嘴里头都塞了破布，情绪却异常激动，呜呜呜呜个不停。有病吧？还抢人农民伯伯的白菜？大人，咱们审吗？不必，不是我们的职责。你和孙自立把那3个箱子打开瞧瞧，没问题的话，连人带箱子送去宁县县衙。你带我去看白菜。啊！夏安如对这个崔大人的行为有些不解。大人要瞧，那就去瞧嘛。对了，大人，那里白菜真的好多好多，您一会儿带点。走吧走吧，安阳背上篓子，一会儿咱们自己也拿点。也没走几步，夏安如就指着前头说：就在那儿，大人可以去瞧瞧。带路。行吧。夏安如认命的点点头，带着人继续往前。很快走到了堆白菜的地方，连一向冷脸的崔大人眉毛都跳了跳。怎么会有这么多白菜？娘哎，这么多啊，少说也有3、4千斤啊。瞧瞧，接打下的白菜山，这才1半呢。哇，这白菜种得好啊，巧手巧手啊。你少装点，一会儿这些给军爷们吧。不用，既然是你们找到的，你们自行处理吧。别客气啊，大人，咱们赶路带不了这么多白菜的，您带走吧，好歹也是粮食，算是咱们给大家献爱心了。你之前给那病重母亲的白菜又是哪里来的？买的，咱们过路的时候看到有农人卖菜，就买了几颗。对了，我瞧着这些白菜跟咱们自己买的很像，肯定是那些劫匪在本地农人家偷的，或者是抢的。崔大人心里现在也觉得非常的奇怪，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大人想事儿呢，别打扰，小心被大人拉出去抽鞭子。别想了，早知道这人会来，我也不会把白菜搬出来了。要不是那白菜不耐放，我怕一会儿又捂烂了，再把我空间缩小了，也不会这么着急把东西给弄出来了。哎，失算了。不过这大人想了也白想，任凭他想破脑袋也绝对想不到，这天底下还有我这样的系统 bug 存在。夏小姐，您别客气，民女夏安如，您叫我名字就可以了。民女也不是什么小姐。那就谢谢您的好意了，找人把这些都搬走。啊，这几千斤的白菜都搬走？没听明白吗？属下明白。齐三抱拳，赶忙去安排人手来拉白菜，而崔大人则跟着姐弟俩重又回到了那院子里。见崔大人回来了，负责查3个箱子的蒋正在崔大人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在哪儿？给我看看。跟在后头的夏安如只看到那蒋正从箱子里拿出一个金属的管子和一块小牌子。在下有事要询问这几个人，请诸位移步到室内吃饭。很快，赶路一家亲全数进了门内，立刻有人去把屋子的门关上了，然后站在门口。哎呀，咱们是不是碰上什么事儿了？哎呀，是啊，不是反杀打劫的了吗？你好好说话，爹这不是还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吗？哎呀，没事儿，爹，您吃您的，不该咱们听的不听就行了啊，是不是啊，于大夫？呀，大料还扔在外头呢。没事儿，军差知道他那是真晕，只要啥都没听到，就不要紧。嚎叫夹带着求饶声在小院里循环播放，听的人简直胆战心惊。没事儿，咱们什么都不知道，不会有事儿的啊。对，
如果那崔大人真是个坏人，也不会跟着安阳来抓人了。对，我听崔大人护卫说，这原也不是他们分内事儿。我猜想，那些人应该是闭嘴吧你！是还堵不上你的嘴，猜什么猜？吃饭。娘，姐姐说话您怎么？你姐姐只说人好话，你却猜不该猜的。行了，吃饭。偏心眼子。过了差不多再有10来分钟，屋子的大门被打开了。崔大人站在门口，看着捂着耳朵的众人。今天麻烦诸位了，这几个人我带走了，已经查问清楚，他们没有别的同伙。若是需要，你们可以在这里过夜。以后如果有人问起你们这事儿，就让他们来找我。在下宿州北路军崔成允，告辞。说完，他便转身离开。等到人都被押送走了，几人才出了院子。大廖啊，你醒了吗？吓坏我了，太吓人了！军差审问，这简直太吓人了。大廖啊，你醒了呀？没事吧？啊，行了，别哭了啊！你看你这都哭吐了。不是我胆子小，真是那官兵太可怕了，跟阎王似的，上来啥也不问，咔咔就把人手脚给生生踹断了，拿起鞭子就是抽啊！那你听到人问啥了吗？哪里敢听啊？不过隐约听到，好像说火冲、亲兵啥的。咱们平头百姓不用打听那些，既然那崔大人说那些人没啥同伙了，咱们今天就暂且在这待一晚吧，休息休息，明日再继续赶路吧。姐弟俩胡乱找了个借口，说要去找野菜。快到主路的时候，夏安如一个闪身，弄出了2筐白菜。这玩意儿2筐大概才能卖个20-30文，我这搬进搬出，耕田种地，还得费老鼻子劲，真是太坑人了。姐，你得这么想，万一咱们家走投无路了，起码还有你那1亩地不是吗？也不会饿死，也不会渴死。其实我觉得这空间还挺好的，你别老冤他。我耕地你睡觉，我搬菜你休息，我浇水你扭你的老年 disco 扭得可高兴了，你当然不嫌弃了。哎，什么叫老年 disco？ 我那是魔鬼的步伐，你不懂。姐弟俩互相吐槽着，就到了主路边上，远远还瞧见搬了白菜准备要走的那个叫齐三的护卫。谁呀？那是白菜精。卖白菜喽，1文钱2颗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喽，上好的白菜。哎姐，你那空间里不是藏了吃的吗？弄点糕点出来，我饿了，赶紧的，现在没人，我给你挡着点。夏安如嘟嘟囔囔说着，这又不是给你当零食的，人家那是战略储备。不过人还是进了空间，不进还好，一进真是吓了一跳，空间咋的又缩了呢？难道白菜不能送人？夏安如大急，赶忙出了空间，也来不及跟弟弟解释什么，只说了句让他等着，拔腿便往前头追。军爷，怎么了？咱们白菜够了呀，不用再给了。不是，我没要给白菜啊，那就好。那是什么事儿啊？您得付钱。什么？钱？这白菜不是你送给我们的吗？如果是要买的，他们才不要呢，这么多白菜还不够累赘的。是的，军爷，您得给我钱，主要也是我怕咱们好心办坏事儿。什么意思啊？我也是才想到这一茬，咱们送白菜给诸位，也是为了感谢军爷们对咱们大荣百姓的付出。但是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啊，如果让有心之人知道了，再拿这几千斤白菜做文章，说军爷们收贿赂呢。所以我思来想去，为了军爷们好，您还是得付钱。到时候万一再被有心之人做了文章，也能说是军爷买的白菜，有那么多人能作证呢，咱有理。那你要多少钱啊？都行，意思就可以了。1两。行啊，您说多少就多少。晕乎乎的齐三真的从怀里掏出1块碎银子扔给了夏安如，接过银子的夏安如赶忙道了谢，然后一溜烟跑了。然后他在路边看到个芦苇丛，闪身进空间后发现少掉的半亩田又回来了，这才舒了一口气。太妈，吓死我了！那军人骑着高头大马瞪着你，可老吓人了。看出来了，家乡话都出来了。而那头更加莫名其妙的齐三，在跟崔大人会合的时候，顺便就提了一下这事儿，问你要了1两银子。是，也不是说要1两，就是如此这般如此。怕我们被参收受贿赂，
收受白菜的贿赂。是，之前北蛮打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时候，大人也没这么疑惑过呀。这会儿崔大人看着不像非常生气，却是非常困惑，满脸疑问的表情让齐三很是不安。齐三，你去把刚才运白菜的人都找来，我有话要问。另外，那些白菜让人全部劈开来。得了崔大人的令，押送犯人的兵差劈了白菜，劈的刀都快拿不住了，好在没劈出什么花来。1两银子的白菜，行了，这些白菜都发放给流民吧。还有，往后我不想再见到任何跟白菜有关的东西。老姚家是一夜都没休息好，所以次日一早，姚荣便劝大家晚点出发。夏安如看着冬瓜天冬瓜地，眼泪刷刷往下掉。有病，有大病！刘总长西瓜呀，长什么冬瓜呀？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又过了3日，一群人总算是踏上了通往都城的最后一段官道。一会儿咱们还是见机行事，这是都城，比起南方来，那规矩肯定会多上不少。咱们等会儿多兜兜看看，之后再决定手里的东西怎么出手。知道，多看多听，少说话。听到你姐说的了吗？娘，我很机灵的好吗？哎，后面呢？赶紧跟上！进不进城了还？不进就立刻离开。哎呀，差爷，咱们是打从南边来的。切，你们进城干嘛呀？回差爷的话，咱们是进城去采买些粮米，这北去还得不少路呢。这人怎么回事啊？是不是生病了？哎呀，不是，昨晚他没睡好，这会儿睡熟了。睡熟了？喂，醒醒！廖大勇毫无反应。哎呀，这位官差，他本来身体也不是很好，这几日赶路可能累了啊，便睡得有些沉。呵，你们不能进啊！这人不知道是不是得了病，万一要是会传人呢？哎呀，不是，他没病，他只是……哎呀，滚吧，别逼我赶人啊！哎呀，差爷，咱们打个商量吧，要不就派几个代表进城买点米面粮食，其余的人在城外等着。您看这行吗？你们都是一起的，那人有病，谁知道你们身上有没有？不行，滚蛋！贵人，被喊住了的齐三走在靠近姚家队伍的位置。啊，白菜！那崔大人看到了夏安如他们，还是一副根本不认识他们的样子，就继续牵马上前。齐三更是觉得自己失言了，跟着崔大人往城门走去。不过让他有些意料之外的是，前头跟看门衙差交涉的夏兆峰没过一会儿居然被放行了。进得城内，夏安如才知道，原来是前头崔大人和齐三进城的时候，不知给那衙差看了什么东西，说了句什么话，夏兆峰便被通知可以进城了。有点来头啊，这两位看着大概是啥探子之类的吧，不然也不会好好的昼甲不穿，去打扮成商人。可夏兆峰却不想在这里讨论军差，他只问女儿准备先卖首饰还是先卖冬瓜。先卖瓜吧，这瓜不卖会烂，首饰不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夏兆峰再次在菜场里找到一个值得他多看一眼的人。不过大城市里的人嘛，总归是防范之心会重一些。听说夏兆峰要卖200多个冬瓜，那人直接赶人，说再不走就去报官，还跟周围摊贩说这俩货明显就是骗子。我一没要你钱，二没要你菜，你说我要骗你什么？我每天盘冬瓜盘得那么辛苦，为什么还会有人会说我想用冬瓜行骗呢？苍天呐，大地，天理何在呀？哎，孩子，行了，既然这位不想要3文钱一个的冬瓜，那咱们也不用勉强，走吧。大不了路上卖1文钱一个嘛，有啥了不起？父女俩正想走呢，却有人叫住了他们。哎，3文钱一个冬瓜，是真是假？自然是真的，不过我不想卖了，再见。好在那来问价的人看在钱的面子上，还是有点锲而不舍的。这买卖最后还是以5文钱一个冬瓜的价格谈拢了。双方说好了交货的地方，就选在城中一处巷子口。哎，特地找那么个没人的地方做买卖，东西还卖得这么便宜，肯定有鬼，别怪我没提醒你。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如果真有200个瓜，哪怕一个赚10文20文，1年的摊租啊也便有了。哎，行了大哥，我先收摊了啊，走了。拿出最后一批冬瓜的时候，孩子都吐了。
哎呀，安如啊，你好好练练举铁，以后大有可为啊。大有可为什么东西啊？我倒是想将来扛煤气罐，可这有煤气罐吗？嘘，买家来了。夏安如朝前头一看，果然巷子口进来了几辆牛车。你们这到底是什么牛什么车呀？怎么拉得动这6、7千斤的冬瓜呢？而夏安如则说，他们这牛啊，从小就跟别的牛不一样，这牛喝他母亲的奶，差点把母牛给喝瘪了，现在一顿能吃3个冬瓜。这冬瓜就是为这牛种的，主要现在这牛改吃白菜了，所以冬瓜就便宜卖了。菜贩看着一本正经的父女俩，赶忙付了钱，带着几辆牛车转身就走。还没走几步呢，就听有人在身后喊他：哎，拉冬瓜的！您还小的可是要这冬瓜？我跟您说啊，这冬瓜是才从乡下送来的，新鲜的很，多放几天都不会坏。您要不要多买呀？啊，你这冬瓜怎么卖啊？15文一个，真正是批发价。您买的多的话，还能再便宜个。我全要了。放心，咱们钱货气。这些人是你雇来的吧？一会儿直接送到咱们府就行了。咱们老夫人爱吃冬瓜糖，夫人便想多买些，给老夫人多做些，所以你就看到那两妇女把一车冬瓜藏进了无名巷。是啊，可是有一点比较奇怪，那牛车是他们租的，那冬瓜我也没见他们卖，所以你没见到谁跟他们交易了冬瓜？是大人，上回是白菜，这回是冬瓜，他们到底是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啊？而且如果是他们抢的偷的，为什么要偷那么不值钱的？偷点古董字画啥的不行吗？你今晚怎么？今晚咱们就去洗？不是今晚，今晚你先把放家的那些冬瓜全批了吧，如果批开有什么异样再回我吧。你说那牛车能拉6、7千斤，你一会儿把牛和车也都买了吧。5日之后，吃了一路晨灰的一行人终于踏入了西周辖地。啥厄尔尼诺呀？是拉尼娜。你没觉得这才9月里，可风吹在脸上已经很冷了吗？拉尼娜，好吧，不管是哪个，总之现在就是反常的灾难性气候。非常正确。还好咱们之前买的粮食够多，棉衣我再多做一些吧。这灾难性气候，也不知道苏州会有多冷。几人正说着话呢，就听后头突然传来吵嚷声：“哎呀，别拽了，这裤腿都给我拽掉了！哎呀，你可饶了我吧，我就这么一条裤子。婶子，求求您给口吃的吧。您家也有孩子，您救救我家那孩子，都已经走不动道了。”闻声而来的夏家妇女和老姚家的一群人往他手指的方向瞧去，就见官道边的黄土里躺着个骨骼一般的活人。这儿的人是人也不是人，您发的是慈悲心，可对姚家人来说或许是恶业。老大夫挣扎了2下，最后还是作罢了。呀，这怎么有冬瓜呀？哟，3个不对，6个，爹，冬瓜！众人这会儿也顾不得合理不合理了，热闹也不看了，呼啦啦全扑向了夏安如的方向。匍匐在何氏腿边的那女的也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准备也去抢了试试。我有个小的，给你孩子吧。那女的顿时又跪在了地上，说话就要磕头。别磕头，冬瓜就当是你买的，你给我1文钱吧。我没钱呀。你有钱啊，瞧那儿有1文钱，你捡了就是你的。那女子也不明白夏安如的意思，她还是慢慢地跪爬到了1文铜钱旁边，捡了起来。冬瓜1文钱，给钱。一脸懵的女人递出了刚刚捡到的1文钱，夏安如收下，放进了自己的袖管里。咱们走吧，此地不宜久留。对，趁他们没注意，咱们赶紧走。一行人到达下个驿站的时候，看着日头已偏西，夏兆峰直接就喊了大伙儿，今日便在此地休息。强子，带这几位去客房吧，你再给后院折腾个地儿，让这几位好停车。对了，好叫诸位知晓啊，咱们这儿的通铺啊，一间是80文，咱们这是先付钱后住宿啊。什么玩意儿？你们这价不对呀，怎么的跟都城一个价啊？这位大人，驿站可是官办的，咱们一路走来住的驿站也有20、30家了，除了都城的驿站，别地儿可没有您这样的。要是官家知道
这儿的事儿呢，您告到官府也没用。咱们西周呢是禹王封地，您呢是个过路客，不知道。那我就不怕跟您直说了，咱们这儿的驿站也好，粮税捐税也罢，就都是这样的。这事儿还真不是官府能做得主的。不过若是您有官家的文牒、军部的文书，那还是能便宜的。您有吗？我没有，这不是明摆着剥削民脂民膏吗？西周都已经这样了，那什么女王鸟王的还不忘搂钱呢？好气呀！再可气还不得住宿。此时天色已渐暗，夏兆丰3步2步到的门口，就见自家众人围着俩男子。我真的是丢了文牒公章，不信你去中州、去都城、去吏部问，我真的是。你没有文牒公章，我也没法确认你就是官差啊。一会儿议程大人来了会怪罪我的，你还是带着人赶紧走吧。咱们哪还敢晚上走道啊？咱们才被抢了骡子和行李，好不容易保住了小命，你居然还把我们往外推！我家老爷真的是朝廷命官，咱们这会儿是去宿州赴任的。哎呀，对了，你若不信，明日跟我一起上你们县城，问你们县太爷，你便知道了。旁边老姚家众人都齐刷刷地看向夏兆丰，而此时夏兆丰心中是有疑虑的，事儿怎么就这么巧呢？不知这位爷是遭了什么灾了？哎呀，自从进了这西周境内，就见这恶殍满地，河床干涸，天地绝收。本官只觉得这西周百姓实在可怜，有人来我跟前讨要吃食，我便把自己的干粮都给了他们啊，却不曾想，哎呀，我家老爷心善，却被那些灾民抢了包裹钱财，最后他们还把咱们的骡子给抢了，老爷被他们从骡子上硬拽了下来，摔了半天都爬不起来呢。被抢走的包裹里最要紧的还是那吏部的文书和官印，这会儿咱们也没盘缠回都城了，看到这儿有个驿站，就想过来借宿一晚，等到明天赶到最近的县衙，把这事儿告了官才行。是啊，这西周实在闹得不像样子，我不仅要把自己的事告官，还得把这里的情况上书到御史台，参这西周州牧一个不治之罪。这个人看着怎么那么像骗子呀？听到没？宿州去当官，说不定这人以后就是管咱们的呢。咱们要不要套近乎？正在夏兆丰纠结之时，义成回来了。他听义族如此这般如此一说，便直接走到了常山男子跟前。像你这种人，咱们这儿见得多了，没钱却装大爷，没文牒敢冒充官差，胆儿挺肥啊！赶紧滚，不然我可不客气了。放手！我家老爷是你能推的吗？知道我们是哪家的吗？呸！哪家都没用，咱们这儿一认文牒官印，二是就认钱，没有就滚蛋。你一个小小驿丞也敢在这儿作威作福？本官今日是丢了官印文牒，那也是因为你们州牧不作为，让百姓流离失所，时不果腹所致。走，这会儿就带我见你们州牧去。呵呵，见州牧你也配？还不赶人？赶紧的！哎呀，有话好好说，不管住不住得起店，这要赶客也不能动手，不是？你管那么多闲事啊？别闹事啊！今日我的话就放在这儿了，要住店可以，要么交钱，要么交文牒，我这么做一点错的地方都没有。你们告到哪儿，我这个理儿都站得住。咱们明日不是要去县城瞧瞧吗？咱们虽不知道州牧在哪儿，但是知道最近的县城怎么走。要不二位明日跟咱们一起走？啊，对，要不然你们明天跟咱们一起走吧。今天就委屈你们，暂且住后院，咱们可以借个帐篷给你们。住后院也得给钱，10文够不够啊？不够这事儿我就不管了，你们啊，爱怎么吵怎么吵。那义成也怕烦，于是他点点头，便算是应了。待夏兆丰去取了帐篷给那主仆2人的时候，常山南还跟他做了一揖。这位兄台，鄙人荥阳郑氏郑志明，感谢兄台高义啊！郑兄客气了，鄙人海力姚氏。琼州下士夏兆丰。琼州下士是哪个呀？
夏大爷，今日谢谢你的慷慨解囊。小的名叫熊二，我家主子是荥阳正氏。熊二是不是还有个哥哥叫熊大？天哪，怎么会叫熊二啊？怎么想的呀？你好，熊二。我是琼州夏兆峰，这么说没错吧？谢谢夏兄了，咱们就不耽误你们休息了，明天见。所以琼州夏氏到底是哪门子的氏族啊？万一这俩是坏的，那肯定还是住外头，咱们略安全些。也是，咱们反正有安如呢，关键时刻还能躲。姚家这大大小小那么多人，有个万一，老的小的都跑不脱。这荥阳正氏是不是跟琅琊王氏那样，在这是世家大族的意思啊？还琅琊王氏？姐，你的琅琊榜到底看了几遍啊？叫我说，这事儿就非常简单，这俩就是蹭吃蹭喝的。要真是什么世家大族的人，还是当官的，那肯定仆从一大堆啊，怎么也得熊大、熊二、吉吉王子、光头强全都跟上吧？哪有只带一个熊二的？既然有熊二，那肯定就有熊大。弟，这回姐觉得你说的对，没有熊大这事儿不对头。哎呀，你们俩开什么玩笑呢？你们爹跟你们说正经的呢，这可是关系到咱们家以后能不能好好的在宿州生活，都给我正经点。其实我觉得孩子们说的也没错，对吧？就是啊，没有熊大肯定有问题。阿荣，我的意思是，之前孩子说的，如果这人真是做官的，而且是世家大族出来的，那就别说下人了，什么小妾婢女的，估计都得带上一堆呢。就只一个仆从，的确看着不可信呐。那怎么办？要不一会儿你跟安阳在窗口轮流的值班吧，别到时候真是坏人把咱们给洗劫了。我守上半夜，不过老姐的 pad 得借我。我晚上还得收官，就不陪你们了，你们聊。一夜过后，啥事儿都没发生。难道他们真的是去宿州赴任的？不应该呀。应不应该的，一会儿咱们上了县城就知道了。县太爷认了他，咱们就赶紧的抱大腿；县太爷不认他，那我就让他出1文钱，送他俩冬瓜，感谢他昨晚没抢了我们，也不算太坏吧。就是这个理儿，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不用想太多，走吧，别老是让爹娘他们催。一行人匆匆赶路，走了差不多有3-4个小时，才走到了县城。一队长长的队伍蜿蜒在街边，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队伍是排队买粮的。咱这县城如今粮价几何呀？今日说是有鲜米200一斗，平日咱们买粗米是180一斗，别的粮米也没有。可把夏兆峰惊了一跳，要知道海蛎县哪怕欠收精米也不过100文一斗，这粮价未免太贵了吧？朝廷难道没有赈灾粮发放吗？想屁吃呢，还赈灾粮发放？为了买这鲜米，咱们也是昨天夜里就来排队了，还不知道能不能买上呢。正说着话呢，前头就有粮店小厮来喊：今日粮食售罄了啊，明日赶早。瞧，你也又白排。那人说完，跟着人群就慢慢散去了。哎呀，不知大哥家住何处啊？你干嘛？我告诉你啊，我家可有8个儿子。这儿的人都那么喜欢吹自家儿子多的吗？不是，咱们从南边来的，路上多买了些瓜菜，想着带着不方便。嘘，小点声，我都要了，有多少都要啊。行吧，那一会儿我来。你家在哪儿啊？于是那人便说，一会儿就在前头的巷子口等他，千万记得不见不散。夏兆峰点了点头。青花，你这是我就在想，那人说朝廷没拨救灾粮下来，可我明明记得户部说拨了这西州周边不下4个长平仓的粮赈灾，还有些民间的义仓，应该也是送了粮来的。粮呢？这西州是余王封地，粮店门口还有。青花兄，你一会儿你到了县衙，准备怎么说服人家县太爷相信你啊？他可不想在公开场合讨论什么王爷王八的。这个嘛，有些事只有官场上的人才知道。我说了，这儿的县太爷自然会知道的。
行吧，看你这么自信，咱就且浅信你一回吧。夏兆峰把人送到了县衙门口，就带着家里另外3人卖冬瓜去了，所以没看到郑志明，连衙门都进不去这样尴尬的场景。你这人忒不讲理，我并不想为难你，你只要去帮我通报一下，就说是郑志明来寻个方便，他肯定能知道我是谁。走吧，每天来求见县太爷的人，不说有100来个，那起码也得有20-30个，咱县太爷能个个都见吗？走吧，趁着还没挨揍。不是，我家老爷是有官身的，咱们这是去宿州上任的，那不挺好吗？宿州比咱们这儿还能好些呢。关老爷您走好啊，小的就不送了。昨日咱们路过西州，包裹行李都被抢了，这还不就是来打秋风？你们这些人现在怎么的都骗到县太爷头上来了？正说着话呢，斜刺里冲出来个人，趁着差役正跟郑志明说话，3步2步就跨进了衙门前堂。没多时，那闯门的人就重又被扔了出来。你他妈找死啊！衙门都敢闯！哎呀，求求您了，差爷啊！我是大杆子乡的钱富贵，前些天跟县太爷吃过饭的，我还买了个员外呢。你让我见见邱县令吗？啊，我家前几天被灾民……哎，别在这儿吵吵，县太爷忙得很，不在。还有啊，衙差说到一半，又见旁边来了一群人。你们干嘛呀？谁让你们聚众的？都给我撒开！怎么，走一块都不行吗？衙差立刻喊了一声，从衙门里出来一队人马，就挥着棍棒开始驱赶人群。哎呦，大人可千万别冲动，一会儿被那帮人打伤了，咱也没地儿说理去啊！别拉我，我就不信了，哪怕我是个寻常百姓，这衙门我还进不得了。哎呀，您行行好，可别说了，一会儿再被听到，可得不到好果子吃啊！可郑志明看着前头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群，直接开骂了：王八蛋，西周周末，你有胆子给我出来！姚老八实在忍不了了，直接捂了郑志明的嘴，让儿子给他捆了个结实。到姚家也算是平平安安的回到了城门口。买到粮了吗？哎呀，根本没地儿买去。不过爹放心，咱们车上还有4-5斗白米，当初路过扬州的时候多买了些。咱车上还有1缸子粗面，这粮估计撑到宿州应该是够了。外婆，我今天得的，你给我1文钱。爱如，咱能不能打个商量？哪怕你捡个南瓜也好啊。不要，我希望下回能捡到桃子。老天爷，你听到了吗？桃子好，咱家以前后山上有棵毛桃树，虽然那桃不甜，但是水分多。吃桃，吃桃，我也要吃桃。桃子吃人吗？叫你别吓孩子，瞧把古雨吓的。桃子有啥好吃的？酸就算了，吃了身上还痒。呀，怎么还绑了个人啊？怎么是郑大人啊？这怎么还绑上了？姚老八便这般如此这般的把事儿给说了。啊，暗号都没用上啊！清华兄啊，我给你松绑的话，你可千万别再骂咱小老百姓不该骂的，可好？哎呀，郑大人，不是我存心要绑你，实在是刚才那情况太乱了。你一瞧啊，就是个好官，可好官咱也得先留命啊，才能给百姓伸张正义，不是？我老丈人这话说的没错，咱先得确保自己的安全，才能跟黑恶势力斗争，不然这黑恶势力还没倒，咱们自己先吧嗒了，这不是白死吗？被松了绑的郑志明虽然气得要死，可细想想，这2人说的也没错。夏兄说的对，咱们得先自保。不过我就带了那个一点都不忠心的下人，接下去一路上都要靠你照应了。我不忠心就不会跟着老爷您到这儿了。郑大人，您别灰心，这一路上咱们遇到的衙门还多着呢。不必了，我已经不相信西州官场上的所有人了。待我到了宿州，定要好好参上他们一本。所以哪怕现在他们追着我给盘缠，我也不会吃这嗟来之食。姚老爹，咱们这一路还长着，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虽然我现在手上没钱，
但是你放心，到了宿州，我肯定会把钱给你补上。所以吃人家的是嗟来之食，吃咱们的就不是。这人怎么看，怎么像是骗子？想骗咱们啥呀？骗咱冬瓜？骗吃骗喝嘛。这一路到宿州，买粮钱可要不少。到时候他到了宿州，拍拍屁股跑了，咱们报官也没用，人家也不会因为这点东西就全程的追捕他吧。我现在说什么，基本都是口说无凭。这样吧，你们想想，有什么事儿是我能做，且你们需要的，我就用做工换我的口粮，可好？既然这样，咱们家还缺个教书先生，郑大人您……我可以，我科举是2甲前3，经史子集无所不通，你们要学啥我都可以教。咱们才开始认字呢，300签都还没有开始教呢，这会儿才会10个数和写自己的名字呀。那这个可启蒙太晚了，这个地上爬的，现在开始倒是没关系。不是，还有这个，那个，还有我外公。年龄覆盖这么全的吗？我想问问，你们都准备如何考学呀？也不为考学，纯粹是想让大伙儿认几个字，哪怕以后买地看个地契，做买卖看个商气，不都方便点吗？也是。那大伙儿都读到什么程度了？都一样，都只会写自己的名儿。我再强调一遍，安如，你可能想多了。不想了。于是他拍着胸脯应下了此事。既然事已至此，清华兄也不想多做停留了，那咱们就启程吧。这县城也没啥好待的。好，走吧。对了，这个给你。您不是被打劫了吗？这怎么还有鱼图？居然是鱼图，而不是银票。郑志明吞吞吐吐说是因为一路上都得用，所以藏得特别好，这才保存了下来。一行人继续上路，有了鱼图，夏兆丰这个带路的速度明显有所提升。3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一处原本是驿站的落脚点。清华兄，咱这驿站也能倒闭的吗？不是说好了是国企吗？这个也的确有管辖地无法拨付驿站用度，驿站被迫撤离的情况存在。那现在怎么说呀？咱们要不把这大堂收拾收拾，今晚就暂住这儿？夏兆丰看着鱼图，夏安如也凑了过来。爹，离这儿最近的驿站估计还有30里，咱们走到那儿也许就天黑了。关键咱们也不知道后头的驿站还在不在。行吧，那咱们就收拾收拾，一会儿把帐篷搭里头吧。领头老夏一声令下，大伙儿便忙开了。过了好一阵儿，天色渐晚。安阳，出什么事儿了？于大夫是出事儿了吗？3人只看到他身上背着个人，血腥味很重。是我们？什么我们？你是那个拿白菜的？齐振业，你们叫我齐三就行。安阳身上背的是那个崔大人。哎呀，你们再聊下去，这人估计就得死了，我也不用浪费药了。赶紧送到帐篷里去。很快就把人送进了他们临时搭的帐篷里。真是崔家的二儿子？应该没错。好，那崔二怎么样了？估计不太行啊，咱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昏迷了。那个齐三就是都城齐家的老三齐振业，他爹是礼部。我问的是齐三吗？问你崔二呢？齐三说他中的是火冲，昏迷前已经大量失血了。什么是火冲啊？火冲就是……哟，吓我一跳！你们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背后的？他说齐三的时候啊。不过火冲是啥呀？这毒很厉害吗？怎么我看安阳身上都被血给浸透了？火冲是西洋兵器，就跟拿在手上的炮火似的，点了火就能砰一下发射。砰一下的火炮，姚家人也都没见过，他们只能似懂非懂的哦了2声。哎呀，不行，我得瞧瞧去。大人，等等吧，于大夫这会儿正紧张呢，咱这大夫可不是什么神医，一会儿看不好病，他会讹人的。这都是什么草台班子啊！此时帐篷里的崔成允的确已经到了万分紧张的时刻。于大夫怎么办？这些好像止不住啊。要不然截肢吧。这是人手，又不是鸡翅根，怎么能说砍就砍？不行，崔大人还得领兵打仗，不能砍手。那你说这血怎么止住吗？你跟你儿子先出去，你们俩在这儿，这空气都被你们吸光了，赶紧出去，别影响于大夫发挥啊！咱们要相信于大夫，他可以的。于大夫，您是想到什么好法子了吗？哎呀，没有，
你这玩意儿可别瞎说。我再回忆一下止血的针法啊，行了，可以了，我下针了啊。说完，手起针落，而后那胸口的血依旧还在往外渗。别急啊，我再来2针。慢慢来，咱们想好了再下针。崔大人可以的。崔大人也不是特别可以，咱能抓紧点就尽量抓紧点。帐篷里头，面对崔成允的伤势，几人都很是紧张焦灼，而除了帐篷的夏家父子俩，也瞬间被姚家人围住了。里头啥情况了？还在施救，暂时还没看出来太大的好转。突然，夏兆峰被不远处的一小滩血迹给吸引了目光。崔大人，一路都是流着血过来的。可不是啊，您看我背后都被血水给浸透了。你把衣服脱了，然后烧掉。哎呀，多可惜呀！爹，这回听我的，你们别念书了，进到屋里去。双武啊，你弄几根木条子，把门窗修补整齐，孩子都看好，别乱跑，快去。安阳，去车里把你姐姐的灯带上，跟我走。听夏兆峰如此安排，姚老八他们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何氏叮嘱了几句夏家父子千万当心，便带着孩子们进了屋。你是不是要去抓什么人呐？我也去，护好你家主子，我们去就来。父子俩扛着铁锹，沿着夏安阳他们之前回来的路径往枯树林子里走去。哎呀，你这破孩子，拿的这灯也太小了。那可不得拿小点的，大的太亮了，万一有啥情况咱们就暴露了。更何况好使的都被我姐收到空间里了，她还说要卖钱呢，到时候万一丢了，她得剥我的皮。也是，这太阳能灯估计值不少钱呢。对了，爹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您说。就是你看啊，这夜黑风高的，咱们这个灯又跟个鬼火似的，瞧啥都不仔细，这血迹可能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干净。爹，你啥意思啊？难道让我滋尿啊？这几天喝水少，尿可能也没那么多。胡说什么呢？谁让你滋尿了？那不然你说什么血迹处理不干净，咱们也不没水吗？要不然我现在回去让我姐弄点她的水出来。这样啊，咱们等一会儿把这儿的血迹处理得七七八八了，就往反方向去，边走咱们边往地上滴点血，万一有追上来的人也能误导他们。咱们也没带鸡鸭呀什么的，血哪儿来啊？夏安阳看向了老爹，而老爹呢，只是静静地冲他笑。爹，我是你亲儿子吧？儿子，我是你亲爹吧？两人是一路清理血迹，一路压着声争执，最后决定两个人一人放一半。你这破孩子，我算是白疼你了。哎呀，爹，我问你，今天要是跟你一起来的是姐，你会不会让我姐放血啊？夏兆峰愣了一下，才想说话，就听夏安阳又跳脚了。看看，偏心眼子！不是，你一个男的能跟你姐比吗？嗨，男人嘛，就是要只流血不流泪。那您一个人流吧啊！我不是男子汉，我是个小男孩。恶不恶心？哎呀，不行啊，创伤太大，这血一时三刻止不住，可血再止不住的话，恐怕……大夫，你一定要救救他！崔大人都是为了我才挡的那一枪，要不是崔大人，我此刻就是个死人了。于大夫，咱们上回路过扬州的时候，不是还买了不少药材吗？您能不能再试试口服草药？要是的，方子我已经想好了，马上就去抓药，让大料煎了灌下去试试。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啊，虽然他这个出血少了些，但是一直止不住，我再多药下去也只是拖点时间，实在不行啊，还是得找外头医馆，找好的大医馆。他们呢，或许会有法子。头孢倒是有，可那玩意儿也不止血呀。不对，娘，我出去一下。夏安如突然想到了什么，也不等姚荣答话，就冲出了帐篷。到了车厢里，他又着急忙慌地进了空间，在药箱底部翻到了一瓶6瓶装的云南白药。果然有。很快，夏安如回到了帐篷里，着急忙慌的干嘛去了？您瞧，拿了这个云南白药，这药粉不行啊，到了伤口上就没了。甭管有用没用，先上了试试。云南白药，老夫倒是没听说过。
云南那儿养蛊的苗医多，巫医也多，他们那儿倒是确实有很多咱们见不着的药啊。那试试啊，别愣着了。别急，咱们这会儿先不上药，先服这个。说着话，他把药盖里的小红丸给倒了出来。这又是啥呀？这是这药里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呀？哎呀，喂，赶紧喂啊！这个叫保险子，这药贵就贵在这一粒上，据说可以治血崩。姑娘别解释了，赶紧吧！你看大人都睁眼了。大人，你怎么睁眼了？不会是回光返照吧？哼，大人，这药咱们也没吃过，只是听说可以止血，您要试试吗？好，多谢。说完，崔大人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夏安如从善如流地把小药丸给他怼了进去。别怕，生死自有天命。说完，便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既然都喂了一颗了，夏安如觉得不如再来一颗，于是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晕了，他直接开了瓶新的给人塞嘴里了。那什么，你们这是怎么搞成这样的？我跟崔大人是去办案，结果发现了重要线索，然后被人追杀至此。追杀？那我们岂不是很危险？放心，来人在半路上就被我们解决了，一时半会儿估计也不会有人追上来。哦，怪不得刚才外公说我爹带着铁锹和安阳出去了，估计是去掩盖踪迹去了。哎，安如，好像这血真的没再出了。于大夫解开白布一看，哦，倒是好像也不怎么出血了，这药可以呀。安如啊，那药粉能不能给老夫试试啊？好，您尽管用，我这还有一瓶。谢谢夏姑娘，等崔大人醒了，我定不忘告诉他你的救命之恩。不用谢，不用谢，大人能止血就行。哎呀，别高兴得太早，这止血才是第一步。这么大的创伤，里头还带着火药，后头怎么过了疮疡，这才是关键。我有头孢。不过好在咱们路过扬州的时候，药备的足，高价的药物也买了一些，都是夏姑娘花的钱。你们呢，可真是要好好谢谢夏姑娘。好了，你们先看着她。夏姑娘，你这药粉里除了3七还有什么呀？夏安如自然不知道，他摇头说这是秘药，配方成谜。没事，我大概能猜出个7七8八，一会儿我再加点药粉进去，回头再来给他敷药。与此同时，往破驿站反方向去的父子俩已经滴滴答答走了大约差不多3、4里地了。爹，差不多了吧？咱可说好了啊，明天遇到卖猪肉的，咱得买肉吃。行，给你买，伤口你自己先包扎一下。咱们把这些刚才捡的树枝往前头扔，扔完了就回去。两人就这么处理好了踪迹，正想往回走的时候，看到远远有火光朝他们这里来了。两人找了个枯木丛，静静地蹲了下来。头，血迹往前面去了，走，继续追。那人伤势重，哪怕跑也跑不了太远。父子两人听声音，觉得人已经走远了，这才慢慢从枯木丛里走了出来。两人到底是腿长，一路跑回去也就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爹，安阳，你们这是被什么东西追了吗？不追兵，感觉不是善茬。姐，那崔大人醒了吗？他到底惹什么祸了？没醒，不过血是止住了，具体估计涉及到机密，他们也不好多说，只说是发现了什么人的秘密，所以被人追杀了。可不是说来的人都被他们解决了吗？怎么还会有人追杀他们？那哪知道啊，可能他们知道的秘密太大了，得罪的人权势也很大吧。三人正说着话呢，就见有人出了那驿站的大门。安阳、赵峰，你们回来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回了，没事，就是刚才天黑，差点认错道了。爹，走，咱们进去休息吧，一会儿我得把门顶上。咱们在那枯树林里，好像还听到了狼叫。呀，还有狼啊！哎呦，那是得小心些，这狼啊肯定很聪明，不然这儿都缺粮成这样了，怎么还没被吃掉？双武啊，别睡了，起来把门窗加固下。可怜双武才睡下，又被揪了起来，加固门窗。天光微亮之时，那些人没找着人，倒是没连夜排查，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儿也不是就这一个驿站，你要排摸，起码得查方圆10里内所有人户。现在人户再怎么少，100来户总是有的。按照齐三的说法，他们查的事儿肯定是还没暴露出来的事儿。如果说真要查方圆10里内所有人户，还是半夜3更，那没事都会被传成有事了，更何况是真有事儿。那不对呀，既然这西周是禹王的封地，这最大的就是他了，要真是他想找人，弄出多大动静，
最终还不是报到他那儿？肯定不是啊！除了藩王，这里还有州牧、刺史、都尉，官员众多，更有各县县令。你能保证个个都是渔王的人吗？那咱这儿最大的官是啥呀？当然是丞相啊！你知道咱们如今的丞相是谁？答还没说出口，就被一阵敲锅声打断了。吃早饭了，赶紧的，先到先吃，后到没有啊！崔大人，你吃点吗？不。他非常积极热情地表示要给崔大人喂点冬瓜粥吃。一切收拾妥当，一行人即刻出发。也没走了多久，官道前头却排起了队。前头有官差查人，爹，安阳，快跟我来！父子俩急忙停了车，朝女儿招手的方向跑去。车里的崔成允因为高热和严重的外伤，从上车到现在就一直在昏睡。荣婶，咱们如果会连累你们，我可以即刻背着崔大人走。放心，没事儿啊，你一会儿自然点就行了。哎，算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这人该救还是得救。后头跟着的姚老八发现前头的车厢停了，也上来问情况。没事儿，外公你们一会儿别说话，也别紧张。我爹跟安阳在鱼途上发现一条密道，他们按照密道走，一定不会出问题。咱们过了这河岔的卡口，一会儿再集合。啥？那要是一会儿过了卡口，他们找不到咱们可怎么办呢？您老放120个心，我爹的能力您还不知道吗？行了，您赶紧回去，别引人注目了。您稍微等我一会儿，咱们继续走。哎，不是啊，你爹和弟弟走了，你们这车厢……放心，我可以的。我来帮忙。别动，一会儿坏了你可得赔啊！这可不是一般的车厢，这是我弟亲手做的。行了，一边待着，我马上给你看看我到底行不行。说完就再次钻进了车厢。对不住啊，我也不知道你吃了这个会怎么样，但是现在也是没办法了，只能让你回光返照一下了。说完，夏安如直接给人灌下去了半碗水。行了，半碗够了，这会儿好了，到时候再醒过来就好。然后拿着简单的化妆品，咔咔咔，3下5除2，把这人眉毛给加粗了。别说这崔大人可塑性还是不错的，3下2下，这人看着就不太一样了。等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3个车在路边差不多停了有10来分钟。喂，干嘛呢？哎，来了，官爷，是我不好，我瞧前头排队呢，就想弄口水喝，这就来啊。你们路引呢？哎呀，官爷，咱们是一起的。说完，把一摞路引都递给了官差。姚风平是你吧？你是家主啊？这里一共是16口，上头写了。路引上写的是姓名、年岁、体貌，从哪儿来打哪儿去。离远点，路引我自然会看，不用你教。好，官爷您慢瞧，我跟您说呀，这是我大儿子。闭嘴，一边待着。问你再答。你到底是男是女啊？女的，民女是怕穿女装赶路不方便，而且男装省布料，咱们家又穷，所以才穿成这样的。你这算是混淆视听，妨碍办差。对，咱们现在西周啊，正在缉拿要犯，你这样的嫌疑很大。差爷，都是这孩子调皮，小民给您赔礼。这家到底是干嘛的？怎么崔二就好了？不会有什么巫术之类的吧？老爷，嘘，您可别胡说。崔成允已经走到了夏安如边上，摸出一块碎银，直接塞进了那官差的手里。大人，咱们也不知道您这要查验身份，不然肯定不能让孩子胡闹。女孩子家嘛，赶路的确不便。您行个方便，让咱们过了吧。这银子虽然不多，但也是咱家的一片心意。您瞧，为了到宿州，咱们半路上把牲口都卖了，如今只能靠手拉着车厢，咱们也不容易啊。官差默默收了银子，这事儿就不跟你们计较了，都给我站好，我要查验身份。突然有一人拎起手上的长刀，姚荣吓得赶紧把女儿护在身后。谁说要砍他了？我只是查验下身份，闪开！他用刀鞘挡开了姚荣，然后又戳了一下夏安如的左肩。夏安如乖乖站着，也没动。官爷，您这查验身份的法子，咱们还真没见过。官爷厉害！你是夏兆峰？草民确是夏兆峰。查车，开箱子。夏安如赶忙回说好，然后上车去开行李箱检查行李。夏安如也没再怕的。你女儿是不是？说完就用手指指了指脑瓜子。大人莫见怪啊，咱们都是小地方出来的人户，这孩子也是第一次出远门，
的确有点上不了台面。你们从南边关岛来，路上有看到什么行踪诡异之人吗？这个怎么说呢？这一路上偷鸡摸狗的人可真不少，咱们前头被人盯上，跟了3里地呢，这种算不算行踪诡异啊？这不尼玛是稀松日常吗？诡异个屁啊！这个不算。哎，行了，你边上去点啊。夏安阳，过来。哎，大人在呢。你不是夏安阳？那差人看着画像，又开始比照。这年轻人眉毛也太粗了，粗的不正常啊。可是看录影，上头倒是的确说了，眉毛特粗，异于常人。这官差实际上还是比较谨慎的。这父子俩虽然体态比较像通缉令上写的，但是样貌却是10万8千里，应该是没问题的。进车厢查行李的官差也很快从车厢里头出来了，说是就一些破衣烂衫，于是老夏家就这么混了过去。谢谢。不客气，您的安全就是我们的使命。不过您之前躺板板上说的话没忘吧？没忘，这个给你，以后若有难事可以来苏北军找我。赶忙把腰牌往腰封里一塞。那个什么，崔大人不知道在苏北军是干嘛的？咱们要是真有事找您，万一看门的不认识您呢？我是宿州北路军参将，现领苏北军机动营。机动营打仗很狂暴的意思？参将嘛，我知道啊，看过无数穿越小说，这里头多少有点武将之类的官职。这参将大概就是3、4品左右的武官。很不错嘛，小伙子。崔大人真是年轻有为。那以后咱们到了宿州，真有什么事儿，可真的会来找您哦。在下若能帮得上忙，一定尽力而为。对了，话说，两人同时开口。你先问。你先说。夏姑娘，你刚才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当然，如果不方便的话，不回答也可以。这个啊，我告诉你个秘密，你不要跟别人说哈。你说。我爹以前有点门路，您知道他是琼州出身嘛，就认识不少老乡，都去过海的那边。咱们家的确有些东西是从外头弄来的。崔成允看着夏安如那张一本正经的小圆脸，明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但却也不点穿他。如今朝廷对海货查得很严，还得让你爹以后小心点。早就不敢了，不过还是要谢谢崔大人提醒。不过崔大人，我爹弄来的这个药啊粉啊的，很多也有副作用。不干了就好。副作用的意思是？这个是咱们琼州以前的说法，意思就是是药3分毒。这个我知道，夏姑娘不必担心。若有副作用，崔某也不会怪任何人。那就好，万一这人一会儿一睡不起，希望齐三不要找他算账才好。如，你爹和你弟弟，你打算什么时候放他们出来？对，咱们说的就是前头那岔路，一会儿停了车，我去找他们去。没走2、3分钟，夏安如他们就走到了路口。齐三，你跟着去。别，不用，我腿快，你一会儿跟不上的。他还说什么？说我跟不上他，耻辱，奇耻大辱。哎呦，这种谎说出来很没有技术含量，很容易被揭穿的好吗？说完，他就要独自往岔路边的草垛子里走。后头的姚老八团队也都走上前来，说是不能让安如一个人去，多危险呢！都给我回来，让安如自己去。你咋比我婶还凶？放屁，我哪里凶了？我这是直说。那什么，阿荣说安如一个人去，就安如一个人去吧。横竖也是你自己的崽，希望你心里有数，别让孩子出啥意外才好。我还是去看看吧，齐三，守好这里。说完，他也不听姚荣在后头怎么喊，跨步就往夏安如消失的小路走去。可他往小路里走了好一段，却一直没有看到夏安如的身影。照理，夏姑娘的步伐应该没有那么快，不会出什么事。他正想加快脚步，再往前探探。崔大人，你怎么追来了？怎么会？崔成允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刚才明明没有听到任何的脚步声，这3个人好像是凭空出现的一般。崔大人，您没事吧？是扯到伤口了吗？呀，大人怎么也来了？你妈居然还站起来了！这又是为了人家水了吧？为什么我们走之前人家还好好的躺着，这会儿就能满地乱跑啊？到时候再把人家整得一睡不起了怎么整？无碍，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咱们在那草垛子后面躲着呢。刚才听有人来，也不敢出声，就一直躲着。一瞧是您来了，咱们才敢出来的。可他们哪里是走过来了，
他们是夏安如大变活人变出来的，这人不怀疑才怪。能顺利会合就好。对，咱们要不走吧，还得赶路呢。其余3人皆点了头，迈步就往大路上走，并且很快就跟大部队会合了。哎呀，还得是夏兄啊！人家说光长个子不长脑子，我看夏兄不仅身材魁梧，这脑子也相当可以啊！居然能带着那么大一只儿子，躲掉那么多人的盘查，夏兄真是好本事啊！什么叫那么大一只儿子呀？再说了，我也很有用的。行了，别嚷了，赶路要紧。于是队伍又匆匆往前赶，走了不到1个小时，就听齐三一声低呼，崔成允直接倒在齐三身上了。奇怪，这脉象怎么说？是不是？哎呀，别哭啊！要死也不是这会儿啊！就是这脉息太奇怪了，是老夫生平从未把过之脉象，脉象时而有力，时而又显得虚浮。你们摸摸看他，是不是这把拉是暖的，可那把拉却是冷的？听了于大夫的话，夏安如倒是很好奇，才想伸手摸人。哎呀，摸什么摸？崔大人也不是咱们能摸的。哎呀，也不知道个男女必有会，这破孩子还当是21世纪呢。于大夫最后还是抓了几味药，让夏安如在车厢里用小陶炉煎了一会儿，给崔大人喂下去。等崔成允再次醒来的时候，他们这逃命小分队已经离宿州不太远了，差不多还有2日路程，咱们就能进入宿州地界了。大人，您居然醒了！天亮了。大人，咱们都走了2天了，马上快到宿州了。您这伤口啊，还有身体啊，有没有什么不适啊？哎呀，奇迹呀！快，让老夫把几个脉。大人啊，来喝碗冬瓜水啊！众人听闻冬瓜水3字，立刻往后退了3步。实在是这冬瓜硬压出来的水，他们这2天真的是喝吐了。夏安阳和姚家3条单身狗已经忍无可忍，揪着3白出去找水去了。现在去抓鱼了？是去找水？小兜子是觉得有水就肯定有鱼吧？双武大哥还得去找点木材呢。这不，您坐的那车厢坏了，咱们一会儿得修补好了，明天才能继续赶路。对不住，我拖累了你们的行程。这个跟你没关系，是我弟之前在车厢里面上蹿下跳的，搞得那大车轴都有些裂了，这一路颠下来是该坏了。还别说，这车坏的还挺巧的，早不坏晚不坏，偏在我们到了这庙之后，咔嚓裂了。关键是啥？关键是怎么咱们之前赶路，这天气也不说太好吧，但是也没这么大风沙，今天就偏偏到了这里起了风沙，咱们才想着找个地方避风，这车却又恰好坏了。你们说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天注定？哎呦，这算啥天注定啊？天注定咱们要吃一嘴的沙土，还是天注定咱们家的车要坏？真是怪不吉利的。哎，那3白还说去看风水呢，找水源呢。这人本来眼睛就不好使，这会儿外头都黄成这样了，他这还怎么看风水呀？瞧着吧，要不了半个时辰，他们几个肯定得空手而归。他们空手而归，说的好像你能得多少便宜似的。是老婆子瞎嘀咕什么呢？说你好呢，我去煮饭了，晚上冬瓜盅啊，每人1个。一队人马正愁着呢，就见大门口远远来了一些人，来的人看着有些腿脚功夫，是看得出都是练家子。齐三被喊了名的齐三立刻捏住了腰间的长刀，挡在了门口。都给老子滚！这地方咱们看中了。齐三单手扶着腰间的佩刀，也不答话，就这么站在大雄宝殿的门口，居高临下的看着那人。崔成允更是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站在门口不动如山。哎，老子说话听到没？先来后到，你娘没教过你吗？哎呀，疯了，咱们要不然把地方让给他们吧。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啊。您瞧那2位，像是要让地方的人吗？我去说。可没想到姚荣还没站出去呢，就听外头有低沉的男声传来：矮脚，咱们是来办正事的，别惹事儿。那边上还有个小鼓楼，咱们先那里吧。哈这些麻干什么呀？好了，
都到这儿了，还惹事儿呢，耽误了贵人的大事，是砍你脑袋还是砍我脑袋？见人都走了，姚老八才探头探脑地看出去。哎，齐大人，那些人干嘛的呀？走江湖的吧，看着也不像什么做正经生意的。不是正路上的人。崔成允说完，又深深地看了眼正在进屋的那群人。哎呀，安阳怎么还没回来呀？可别给三白师傅给带迷路了。正跟着三白这半瞎找水源的夏安阳突然打了个喷嚏。三白师傅，肯定是我外公他们惦记咱们了，要不算了，咱们还是回去吧。三白师傅，走吧，这风沙越来越大了，找不着水啊，回去啃口冬瓜也是一样的。你们相信我，那下头山坳里必有水源，咱们再坚持坚持。三白师傅，咱们已经跟你走了将近1个时辰了，这汗出的，我爸爸一会儿找的水都多了。我就想问问您啊，您真的是在找水，还是把咱们带迷路了？我看风水之人怎么可能迷路了？前头那山坳里肯定有水源，你们信我。安阳，咱们都走到这儿了，要不就信三白师傅一回吧。那行，咱们下到山坳啊，如果那里再没水，咱们得往回走了哈。哼，那不可能没有，我挤也给你们挤出2桶水来。用了不到半小时的功夫，5人就站在了光秃秃的山坳间了。三白大师，您老是怎么瞧出来这里有水啊？咱这一会儿还得回去呢，这不白折腾吗？你们听，除了风声在山坳里回荡，这4人别的是啥都没听到。您老能不能告诉一下，咱们要听的是啥呀？流水声啊，就在前头，相信我。我信你一个鬼！有没有的就这一回，咱们再往前找找，真找不到咱就回去了。几人这会儿是真的连话都懒得说了，只一门心思跟着三白往前走。走了差不多能有10来分钟，听，水就在前头。不用听了，我看到有青草，就在那石头缝里。在4个人奋力的刨坑之下，这土地的颜色看着是越来越深了。怎么样，有水吧？这会儿咱们只能说可能有水，这地是湿了，但水还没出来啊。再挖挖，这儿一定有水。这石头，看我给它挪走。那破石头纹丝不动。怎么样，水出来没呀？你真的确定这有水吗？都这会儿了，你们怎么还不信我呢？行，信你一回。三舅，你跟我一起往外搬，4舅5舅，你们负责把石头往咱们这边推，都听我口令啊！好啊，好。夏安阳一声嘿，4人就一起发力。加把劲儿，最后一下！安阳让开！夏安阳赶忙闪身，那大概有几吨重的石头就从略显陡峭的山坡上滚了下去。怎么样，有水了吧？求求了，福寿无量天尊，一定要有水呀，不然老头我没法混啊！舅舅，往前跑！3个舅舅被吓得不轻，一听夏安阳喊往前跑，腿就不由自主的跟着夏安阳跑了。疯跑了大概能有5、6分钟，远远瞧着这山被他们挖塌了一个角。您不是说保证有水吗？这要不是我反应快，我看咱们也不用找水了，反正到时候我就能吃上爹娘给我的祭品了。三白师傅，您不知道哪里找水，可以说不知道啊，当然真知道也可以说知道，可是不能明明不知道却说知道啊。那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应该是不知道。不应该呀，我瞧着这地方的确是藏龙聚气的好地方，怎么会没水呢？这藏龙聚气跟有水有啥必然的联系吗？您老人家啊，我觉得还是跟我姐学2胡吧，到时候卖艺也比您看风水强。夏姑娘还会拉2胡呢？那可不然就凭我姐那僵硬的肢体，走调到天边的歌喉，怎么过的？差点说漏嘴啊！怎么打发无聊的时光呢？您别打岔啊！现在不是说我姐，现在是说您这个专业度的问题。可三白能承认自己不专业吗？绝对不能够啊！他只含含糊糊地说，这地方应该是个好地方。
没水，说明地气被破坏了。哎，是我错信于人呐！现在事已至此，又不能真的把这老头打一顿。这老头一看就不禁揍，万一真揍出个好歹来，我还得给他养老送终。咱们再等等吧，等钱都没落实了再回去。虽然咱没取到水，也没找到修车的木材，还损失了3个水桶和1张渔网。怪不得老大个人了，还没找着媳妇儿，这可真会安慰人呢。虽然事儿没办成，但是咱们人也没事儿啊，也算是好事儿吧。那要是咱们没出来找水，是不是还不用受这惊吓呀？还不用受累，更不会有损失。5个人坐了大概能有小半个小时。走吧，300师傅，回家喝冬瓜水去喽。那什么，一会儿你要不爱喝那冬瓜水，我帮你喝。不爱喝也得喝，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喝老姐空间里的水，那还不如喝冬瓜水呢，起码人家冬瓜水没毒啊。也不知道那崔大人醒了没有。5人小心翼翼地走到塌方的山脚边，夏安阳突然停下脚步。舅，你们瞧，我说有水了吧？不是水，这木头不错，咱们拿回去修车吧。是木头啊呀，这木头怎的还是修过的？能不能是棺材？你见过用1根棍做棺材的吗？那好歹不是都得弄成板板吗？有道理。于是2人一合计，直接把木头抬了起来。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出来一趟，好歹也算是带了东西回去了。不行，看这天色，刚才那声响也不是什么闷雷，我还是得出去看看。我也去，放心点，我现在体力好得很，不会拖你后腿的。2位留步，等我换好药，我和齐三去，我们来去快线。去个屁呀！你才行，伤口也没结痂，这脉息也乱得很，一会儿在晕路上，还不得找人把你给抬回来？是大人，还是我去吧。我去吧，我平日里抓蛇，翻山越岭走得多，也认路。此时鼓楼里却走出去2个人。哎呀，别嚷嚷了，隔壁有人出去了。崔成允穿好了衣服，拎上佩刀就往外头走。等我。齐三也跟着跑了，可跟着也要走的夏兆峰却被他拦住了。叔，你得在这儿。哎呀，崔大人，你这万一……于大夫，放心，安如随身带着药，崔大人不会有事的。咱们怎么走？听刚才的动静，感觉离那庙不近，咱们再往前面瞧瞧。你2位能不能听得出刚才是啥事儿吗？能不能是火药爆炸呀？不会是火药，怕是塌方。这不一样吗？夏姑娘，你还行吗？不行，你赶紧回去，这会儿回去也就一小段路。他摆了下手，说自己没问题，2位尽管往前，他会跟上的。应该就是这儿了，那棵树是刚才被折断的树枝。你在这里等着夏姑娘，我上去瞧瞧。大人等等，好像有人来了。崔成允抬头看去，的确看到有几个人正在下山。你去帮忙。好吧，这是关低一级压死人呐。在众人下山之前，夏安如也总算是跑到了山脚下。你没事吧？没事。崔大人，夏姑娘看到我吐了。夏姑娘，你想说什么？你需要我做什么？我爹，你先去找我爹，我马上就没事。姐，你怎么了？夏安如含泪抬头，就看到好大一只地伴随着尘土从山上飞奔下来。让！崔成允赶忙扯了一把呆立当场的夏安如。你是人间大炮吗？不是去取水了吗？水呢？没水。神经病啊！没水你笑什么笑？那活着不值得高兴吗？虽然没水，但是我们也丢了水桶啊。夏安如一听弟弟这么说，也突然笑喷了。有什么好笑的？没找到水还丢了桶，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还有，夏姑娘为什么那会儿能吐？她到底吃了多少冬瓜？这是从人家车上现拆的。三白就把这事儿如此这般如此的说了。塌方，然后捡来的木头。可不是，不过我总觉得这木头有些奇怪，就是一时想不起来怪在哪里。三白师傅，哎呀，您想不起来的时候啊，就别勉强自己，真的不用太相信自己的。别说这玩意儿，我也觉得好像在哪儿见到过。山上滚下来的，山上哪儿呢？到底是什么山上见到的来着？又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行人边走边讨论，很快就走到了破庙门口。怎么了？他们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些人不是善茬，咱们一会儿修好了车厢便走吧。那估计挺悬的，我3舅舅那水平，你让他修车得给他点时间。那我跟夏叔商量下，晚上值夜。要的。不过此时姚家众人却不知道崔成允的担心，这都能捡到？这尺寸还正好啊，怎么会那么巧？你到底是怎么搞的？像是才挖了3天矿回来的。咱们去山坳找水，搬了块石头，石头动了，山塌了，回来碎石堆里看到的这个木头，然后咱们就抬回来了。舅，你们就看到这一根？没找，想到什么了？没有，随便问问。大人觉得那些人是干嘛的？西周如今不成样子，旁门左道越发多了。可这人话音刚落，那鼓楼里的人似是得到了召唤一般，呼啦啦全出来了。咱们呢也不是来寻仇的，我就是想问一问，那根木头你们是哪儿来的？切，你管得着吗？管天管地，你还管人捡木头了？告诉你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现在痛快点回话，一会儿就少吃点苦头，不然有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再不滚，留给你逃命的时间不多了。这个木头到底什么讲究？我怎么知道？我起先以为是挖塌了人家造的半山腰的房子，这玩意儿是人家房子的大梁。大梁为什么非要弄成方的呀？可不是，所以应该不是大梁。爷爷道上混的时候，你小子还包尿布呢，让我逃命，那就看看你够不够格。说完便从刀鞘拔出大刀，朝崔成允砍了过去。崔成允佩刀未出鞘，只把刀横了过来，就生生接了一刀。兄弟们留活口，咱们干完这票就能回家娶10个8个婆娘了。激动的萝卜精叫喊着，抡起了自己的大锤朝齐三的腰砸去。齐三往后退了3步，正好躲过萝卜精的一锤头。不行，咱们得出去帮忙。舅，拿这个。就看到从他们头上是接连不断的有冬瓜飞了出来。冲过来的几个牛鬼蛇神是万万没想到，大雄宝殿里居然藏了那么多冬瓜。我操，哪儿来的这么多冬瓜，还砍不完？眼前的牛鬼蛇神还没从冬瓜攻击中反应过来，就又迎来了魔法攻击，然后陆续有人扯着衣领在地上翻滚。这些人怎么弄？是捆了还是砍了呀？先绑了，一会儿审审。多捆点，捆牢点。不过我还有。到底是啥呀？能不能是金丝楠木？怎么可能？这也不是啥好木头，就是黄杨木。这怎么一股霉味儿啊？说干嘛来？那木头有何蹊跷？那人喉咙发出吼吼的声音，却说不出话来。你用了啥呀？于大夫新搞的药粉，本来准备给我搓药丸的。这玩意儿有毒啊！解药呢？没有解药。这玩那么猛的吗？您老知道那药粉的药效多久，会有什么反应吗？不知道啊，这药粉是我用毒蛇、草毒，还有些虫毒提炼磨碎而成的，咱这也是第一次用。看效果还行，就是不知道用大料身上够不够劲儿。原来是瞎搞啊，很符合这些人的做事风格。行吧，爱死不死吧，就是这审问，估计会有些难度了。没事，苏州马上就要到了，带回去审也可以，到时候说不了话就用手写，写不来手脚留着也没用。拎着那些工具走出来，这些人是盗墓的。哎呀，我说这木头咋有霉味儿？肯定是墓室里的味道呀！要死啊！你们掘了人家的坟呐！我想起来了。想起了什么呀？你别吓我啊！黄肠题凑。黄肠题凑？什么？你确定吗？不会吧？你的意思是他们找到的是黄肠题凑？我不是很确定啊，但是你们瞧这木头的顶端是不是挖了洞？是不是黄肠题凑木头的制式？另外，这木头是黄杨木心没错吧？除了这黄肠题凑，还有别的木可以用这样制式的黄杨木吗？还有，你们想，他们是盗墓的，看到这个木头，突然就对我们起了杀心。这黄杨木是黄肠题凑的一部分，是不是可能性很大？说的有点道理啊，那这个可是个大……他话说到一半，扭头看了眼眉头紧锁的崔成允。崔二，你得叫我声世伯。清河崔氏，崔成允，敢问您是？荥阳郑氏郑志明。看到没？老子不是假的，我是真的。原来是郑世伯，晚辈有礼了。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什么啊？
崔家跟郑家是世交，这两位先见个礼，咱们再说那黄肠题凑。所以那郑家到底是什么家？郑家您不知道？咱们大荣丞相郑志渊您不知道呀？呀，这么说起来，这位叫郑志明，丞相郑志渊同辈兄弟啊。郑志渊盛世家兄，骗人的吧？放屁！崔二可以给我作证，我不信。丞相的弟弟能是个要饭呢？哎呀，我说了，我只是官印丢了，官印丢了。你是不是跟于大夫一样中听啊？那个什么肠子到底是个啥？我也不懂。黄肠是什么肠啊？鸭肠，鸡肠是白的，猪肠是粉色的，肯定是鸭肠。所以这个跟黄杨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为了一点鸭肠，他们还想杀了我们？为什么呀？他们想要直接跟咱们要，为了保命，我们说什么也得给啊。傻子呗，肠有啥好吃的？还不如吃肉，二傻子。奶说的没错，就是咱什么时候安排一顿？得知了郑志明身份的夏兆峰很快又找到了主基调，所以还得是去瞧瞧吧。此事非同小可，他们背后是有金主资助的。看，这里做了批注，这鱼图不是一般的鱼图哦。那是鱼图有啥特别之处吗？这有啥好问的？别的咱不管，反正一会儿陪大人去瞧瞧就是了。走，去拿点家伙事儿，一会儿用。说着便扯了多话的儿子去选工具。这鱼图是鱼王的吧？不确定，但有可能。这图的题跋是皇上所写，只有大荣皇子才有。这鱼王是不是傻呀？崔大人，这黄肠题凑你也知道，只有诸侯藩王才有资格用这样的墓葬形式，那里头肯定是个大墓。咱们家庄户人家人微言轻，实在是不敢跟这种事儿扯上关系。若是大人这事儿要上报，麻烦您把我们家摘出来吧。这样也好。不过，算了，这事事成之后再说。一会儿确定了，万一真是黄肠题凑的话，我们即刻就要走。之后的路就让齐三跟着你们吧，他功夫还可以。好，见夏安如答得爽气，崔成允心里不知为何却有点奇怪的感觉。你今天多出了20个冬瓜？没有，你看错了。见这人抵赖，崔成允也不再多问。是我看错了。听人话，吃饱饭。因天色马上要黑下来，崔成允也不想再多耽搁，带了齐三和夏家父子俩，这就要出发去确认那地方到底是不是真有黄肠题凑。你们千万小心着点儿，一会儿看到有石子什么的滚下来，可千万抓紧点跑，别到时候墓没挖出来，自己反倒被埋了。知道了，一切有崔大人呢，放心吧。大人，您知道怎么挖的吗？不知道，但是他们带了火药。炸山啊，不太好吧？那地方不是说是山凹吗？这一炸，万一起了连锁反应怎么办？所以我没打算用。去吧，早去早回。安阳啊，你跟着点儿，你自己多小心些吧。夏安阳点头应了，说自己会照顾好老爹的。大人，您这玩笑开的可能只有我听得懂。是吗？怪不得夏姑娘没笑，我没开玩笑。一会儿你来挖，走吧。说完就带头走了，其余3人扛着锹也跟了上去。众人吃完晚饭，就又开始发愁被扔在空地上的那一堆人怎么办。你们烦恼啥呀？这事儿留给崔二去烦就得了。关键是在这儿发生的事儿，你们得……什么事儿？啥事儿都没发生啊。对，咱们就是路过破庙住了一晚，什么人都没遇上，什么事儿都没瞧见。我聋了，我瞎了，我晕了。都是明白人，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这事儿啊就当没发生过。大伙儿还是该赶路赶路，别的事儿不用管。我看你们人品都不错，带我到了八方县，若那地方不错，到时候再差了人来叫你们；若那八方县不行，到时候我也会想办法认识认识你们的县令，让他好好关照你们。哎呀，那老汉我就先谢谢郑大人了。谢谢你啊。姚荣还说，郑大人看着就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读书人。您可没少说人家是骗子，你还叫人家胸大呢。夏姑娘，那地方我进去看过了，的确是应该是黄肠题凑，西周大旱，草木不生，所以这山体就不牢固。这山估计之前塌过一次，这回又塌，便露出了墓葬的一角。这会儿我要赶快赶回苏州，那些人明日应该就会来人接手，你们放心赶路便是。好，那崔大人自己小心些。另外，怎么发现的这个地方？我自不会多言。夏安如说了声多谢，转身便要回大殿残破佛像的后面。夏姑娘稍等，这些都是从那伙人身上搜出来的银两，我核验过了，里头是些散碎银子和一张银票，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你们拿着路上用。至于那墓葬要怎么处理，目前我还不太确定，所以你们的赏银……好人呐！什么赏银？那跟咱们有啥关系？不过这个呢，就算是你的诊疗费和药钱了，我就不客气了。对了，你等我一下。崔大人，
不容易啊，27了还没娶上媳妇儿。当年要不是因为……哎呀，想人家崔大人干嘛？想想你自己吧，齐3、齐4都儿女双全了，你还跟着光棍混呢？完犊子，这回回宿州必须让大将军给安排个老婆。毕竟老母亲安排的那些个姑娘，不是姑娘不好，是我自己不配啊。很快，夏安如双手提溜着东西回来了。崔大人，这里头是之前给你用过的云南白药，药盖子里有一颗红色的小药丸，叫保险子，救命用的，你可千万放好。另外那药粉是给你擦拭伤口用的，还有牛皮纸包里面的白色药粉，3角包的是你伤口痛的时候吃的，4角包的是你万一再发烧的时候吃的。记得每次用小勺子舀上小半勺，直接咽了就行。这里有我之前买的松仁糖，骗小孩用的，给您吧。若是药苦了，您就吃糖。哦，对了，还有这个是芝麻糖，另外这个是我买的杏干，您爱吃啥就吃啥吧，您都带着吧。崔成允轻摇了下头，只觉夏安如多少带着点孩子气。大人一路小心，后会有期。告辞，后会有期。说完便转身3步便消失在了夏安如的视线中。这人呐，真是不错，又大方又懂事，跑步还好，不错。那钱袋子里500两是银票，其余散碎银子大概有17、8两。次日，原计划要一大早就赶路的众人，因为一直等着有人来接手那些个捆成粽子的盗墓贼，所以直到中午都没出发。可能吗？但凡你有点脑子，也该想想，我有这些钱请托，还用蹭你们的饭？所以你现在承认自己就是蹭饭的了吗？哎呀，你们别吵，崔大人做事向来妥当，他说今天会有人来接手，就肯定会有人来的。要不他们也没伤着腿，咱们压着他们走。虽然咱们这2天没有遇上盘查的，但是保不齐到了2周交接查的又严了呢。不行，大家不用着急，咱们得相信崔大人。外公外婆，你们来，我有事儿跟你们说。夏安如把人引到了后殿，然后掏出了500两的银票。这个崔大人赏的，我想着要不咱们分了吧。这个咱们不能要啊！崔大人是给安如的，就是安如的。可刨坟的有4个人，安阳只占了1个，还要是3、4、5舅啊。再说扔冬瓜的时候，舅舅他们也没手软呢，这钱是该分的。哎，刨祖坟说的太难听，咱们这个叫勘探。不过爹娘，这500两不管你们收不收，咱们肯定得分，要不然咱们1分也不要，到时候到了宿州直接捐庙里得了。哎，可不得乱说。可不得乱说呀！孩子瞎说呢，菩萨别当真啊！到了宿州，咱们给您几位烧香，就500文。败家娘们儿啊，500文呐！我姚老八这辈子烧的香加起来也花不到500文，哎呀，算了，总比500两好些。哎呀，在好一阵劝说和讨价还价之下，最终以夏家拿300两，姚家拿200两结束。至于300的功劳嘛，夏安如说到了宿州有了落脚的地方，给于大夫和300租俩铺子挨着开一起，于大夫看不了的病出门就能找300。那不还缺个棺材铺？要不要让你3儿子开呀？倒也不必了，不过开个木匠铺子好像也行哈。崔成允说来接应的人一共来了2辆马车，4个兵差。自烈，你伤好了？好了，这位军爷一路辛苦了，你哪儿受伤了？咱们这儿倒是有大夫。不用了，谢谢。几人说话间，另3个兵差从马车车厢里搬出了2头驴。是骡。崔大人说你们行路不便，用马车又太过招摇，这一路上不安全，便命我送2头骡子来。一听是崔大人让送来的骡子，姚老八和夏安如双撂的彩虹屁，直夸的崔大人天上有地下无。走之前，郑志明再三跟夏兆丰说，让他们到了落脚地给他捎消息，到时候再看怎么安排。夏兆丰自感谢不已，说到了地方肯定第一时间告诉郑大人。孙自立便快速跟齐3交接完了人，立刻就要走。这后头一路上还太平吗？太平城外人多，你们自己小心着点就行了。说完就想掉头走人。哎，等会儿，把你水囊给我。干嘛？给你加点水啊。孙自立不疑有他，还说了声谢谢。不做人的齐3直接把水囊别在自己腰上。去吧。齐3。孙
自力咬着后槽牙，带着人扬长而去。鸟枪换炮的姚家人在整顿了一番之后，继续赶路。这回空间里长的，这啥呀？您不认识啊？种菜小天才，你不是也不知道吗？掰开来瞧瞧呗。姚蓉揪了一截像豆荚一样的东西下来。俗话说得好，好口舌不如烂手工。这俗话您发明的吧？呀，是芝麻。前一波还是冬瓜，这一波却来了芝麻。敢不敢折中一点儿，来点桃？那冬瓜和芝麻折中出来，也不会是桃子的呀。你到底对桃子有什么执念？我对桃子没执念，但是我对钱有执念。不过我们现在不说这个，我就想知道这个芝麻怎么收啊？难道靠包吗？儿他爹，你女儿找你。啥事儿啊？夏安如快速地介绍了下他新得的职务。怎么办？您知道这芝麻怎么弄出来吗？不会用手剥吧？怎么可能靠剥呀？那水稻你怎么不问是不是剥的呀？你这孩子怎么接受的高等教育啊？学校里头没学过农啊？不说算了，我也累了，身心俱疲。反正这芝麻我也不想收了，到时候空间地皮被没收了，那空间里的玩意儿不是都被弹出来，就是都被没收了，我反正也无所谓了。老夏，安如种南1亩地也是够不容易的。再说这还没个知识盲区，孩子问你，你好好说嘛。把芝麻杆割下来，到时候放一摞，应该是要晒一晒的。不过你那空间也没个太阳，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得晾晾干。到时候干了，咱们得买个连夹，把芝麻打出来就行了。垂头丧气的夏安如再次进了空间。空间大人，你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什么计划，能不能跟我说说？你这样作物越长越难处理，我可能我觉得自己有点配不上你。夏安如说完之后，就眼睁睁地看到面前冒出根小苗，然后渐渐长了开来，再然后开出了一朵小花。大哥，算我没说过，芝麻就够麻烦的了，你可别再给我长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了。到的下个驿站的时候，天色也已经擦黑了。这一走了4、5个小时，还不如自己拉车呢。安如，你前头说要连家，这会儿你三舅闲着也是闲着，你让他做呗。好啊，不过要啥材料？咱们这会儿估计也买不了吧？没事啊，不就是个连家，一会儿三舅去给你捡点棍，就能攒起来了。三舅，咱这次捡东西动静可小点哈。三舅一愣，然后才明白夏安如啥意思，保证这会儿只捡树杈子，不挖人老坟。待到鸡汤炖好，鸡杂炒好，杂粮饭也蒸熟了，一队人马吃饭根本不需要喊，一个个的都等着了。后院劈柴了吗？干站着干嘛呢？姚蓉远远看了眼，拿了个大碗，舀了碗汤，让夏兆丰给奕成送了过去。您瞧瞧，咱们这西周啊，如今就是这样，咱们吃公家饭的，家里老的小的勉强还能混个7分饱，那些种地的捕鱼的基本上反正听说咱们这地界2年里头少了不少人呢。的确进了这西周啊，这情景真是让人心里说不出个滋味来。不过俗话说得好，树挪死人挪活，既然这地方待不下去了，为啥你们这儿的人不往外头去呢？也有往外头去的，不过就是少，除非家里头有关系有盘缠，才能往宿州或者南边去。都城去的也有，不过能进城的人那就更少了，人家都城啊根本不准咱们西周老百姓进，大部分的人离了西周也就是个死。现在咱们这身子孱弱的是多数，很多人还没走出西周呢，就死在半道上了。哦，对了，你们这又是车又是骡的，可得小心些啊！这但凡还有点力气的，全都堵前头官道上了。反正啊，你们自己小心些。谢谢您提醒，那您忙啊。戚大人，你们进出宿州可觉得乱？夏叔说笑了，连咱们军营出去的都不敢下手，那西周不是闹叛乱了吗？也是，要不咱们……话还没说出口，就见外头走进来几个人。继承人呢？住店。几位爷要几间房啊？这个驿站咱们包了，你问问他们，让他们把房让出来要多少钱吧。算了，咱们这次出来低调为主，包了上头那一层就行了，不用为难百姓。这都9月里了，还扇扇子呢？扇了扇子也看不出文雅，就是还装潇洒，看着像根油条似的。别管他们，咱们管咱们吃。来，多喝点汤，多吃点冬瓜。娘，我是你亲女儿，你就别给我盛冬瓜，给我个鸡胗。那个鸡汤也给我们来1份啊，2份。对了，再给我盛上碗米饭，炒2个素菜，
外头吃的简单点，米用碧梗米就行了。咱这没那个什么碧梗米，几位吃熟米行不行？没有就去买熟米，咱们家老爷吃不惯。哎呀，没地儿买啊，咱这儿买粮都得上宿州呢。行了，熟米就熟米，偶尔吃吃也不会死。鸡汤先炖起来吧。咱们后院没有鸡了。什么？那他们的鸡哪来的？那没有鸡，杀2只鸭红烧吧。跑出去了的义成就在这时回来了。大人，这几位大爷想吃鸡鸭呀？那可真不巧啊，最后2只鸡被那几位给买走了。不过咱这儿的厨子做的烙饼不错，您几位要不要尝尝？什么馅儿的？哎，几位爷，咱们西周啊，如今别说馅儿了，能有面都是咱们冒了风险去采买的。这个馅儿饼啊，没馅儿。不过爷爱吃甜食的话，我可以让厨子给您放点红糖。实在不行，咱们这儿鸡蛋倒还有几个，要不您来点鸡蛋烙饼？为什么采买还得冒风险？好让几位爷知道，咱们现在采买粮食米面都得拿了路引去宿州采买，这每月还有限额呢。从这里往北20里，再往前的路可不好走啊，那路上多是乌七八糟的事儿。这每次啊，咱们都得找几个驿站一起，人多一些才敢往北去买粮啊。你们为什么不去昌丰城采买？那里不是米面粮油都有吗？这位爷真爱开玩笑啊！如今要进出昌丰城，得有官衙开文书，没有文书，哪怕是咱们驿站也是进不去的。再说了，那城里的物价哪里是咱们普通驿站能买得起的呀？光就说这熟米，咱们去宿州买120一斗，昌丰城200多一斗啊，这都得翻倍呢。看来诸位爷是从城里来的呀，难怪这看着就气质不凡。咱们驿站也没啥好招待的，您吃冬瓜吗？一会儿给您做个冬瓜汤，烙几个鸡蛋饼，可好？于是他也只能勉强点头，说鸡蛋饼里面得多放鸡蛋。哎呀，真对不住爷了，咱就剩3个鸡蛋了。白面馒头无力地挥了挥手，让他别废话了，赶紧的做吧。姚家团队全程默默吃饭，直到吃完饭回了房间。看来那几个人还挺有来头。可不是，你看那主子估计能有小200斤，在西周能吃成那样，你想想这家底得多厚啊！是，关键齐三还说那几个保安一样的人穿的靴子还是官靴呢，会不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走，烧芝麻去，烧完姐姐给你做芝麻糖吃。行。当然，姐弟俩去干农活，怎么也不可能放过爹妈的。一家4口瞬间消失在了房间里。与此同时，孙自立带着抓来的人也赶到了宿州。建威将军陈虎正在与自己的得力手下崔成允说着事儿。那照你这么说，偷运进来的那匹马最后的落脚地是西周路往南30里处的庄子，那岂不是离中州很近了？余王为何要把马匹安排在那里？的确，属下这次出去调查这事，同时还发现了好几件怪事儿。那找寻皇长题凑之人拿的舆图，只要查下皇上亲笔题字的年份，便能查出是哪位皇子的。余王若有真心要盗了古墓以充军资，那怎么会把自己的身份这么轻易的暴露出来？另外，那些火铳咱们也已经找到了源头，应该是从南边送进来的。但是奇怪就奇怪在，这么要紧的东西，怎么会让连路边小贼都打不过的普通守卫随身携带？还有，我跟齐三进了昌丰城查探，从南边来的火铳并没有进入王府，进的是昌丰城城防守卫的武器库。这事儿的确听着有些不对劲儿。等齐三带着人回来了，你再好好盘问盘问。不过现在这些事儿也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那皇长题凑，咱们得赶紧下手。哎呀，你可不知道啊，咱们肃北军这军资啊，那位才传了话来，说下半年的军资他给解决一半，另一半让我自己想法，说是去北蛮抢也好，夺也罢，反正他是不管了。你说这不是耍流氓吗？我又不能揍他，是不是？所以啊，别管那皇长题凑到底是谁在找，咱们反正得先拿到手，不然下半年咱们只能喝西北风了啊！还有啊，那些救你的人知道这事儿吗？若是知道，可就有点麻烦了。他们只知道咱们遇上了一伙盗墓贼，具体墓葬在哪里之类的，他们一概不知，都是我带着齐三去找的。另外，齐三现在也看着他们呢，以防万一。陈大将军满意的不停点头。忽闻门外护卫来通传，说是孙自立带着人回来了。将军，那属下先告退了，那些人还需再审一审。大将军点点头，挥了挥手让他退下，还让他明天就带了人马往西周进货去。
次日一早，姚老八跟个周扒皮似的，早早的就喊了一家人起床，因为昨日收芝麻收了大半夜，夏家几人是爬着起床的。夏叔，咱们干脆晚些出发吧，离他们得远着点。的确该离他们远点，要不咱们过会儿再出发吧。老爷，要不咱们回吧？您说您这又吃不好又睡不好的。不行，原本看着昌丰城，觉得虽然没啥好的，但也不至于像他们说的那么夸张啊。可走了也就1-2天功夫，这怎么就不行？那一成说前头乱得很，本大爷就要去瞧瞧到底怎么个乱法。说完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外去了。莫不是地主家的傻儿子？看着挺像。这西周地主早饿死一大片了，估计是哪家官宦子弟吧。等那些人走了，夏兆丰又等了能有半个来小时，这才带着一行人启程。夏叔，出事了！安阳，你来赶车。齐三说着话往后跑去，夏兆丰从儿子手里一把夺过鞭子，皮鞭狠狠一抽，这骡子倒是噔噔噔噔跑了起来，前头就有人朝他们冲了过来。施耐明！夏安如喊了一声，然后把手里的包袱往车窗外一甩，里头都是吃的，赶紧去抢！冲过来的一群人瞬间就被那包裹吸引过去了好些个。让齐三跟着我，安如撒粮。说完又是一鞭子下去，姚荣和夏安如这会儿也顾不得慌乱了，直接把车子里能吃的全往外头扔。前头跑来的50-60个人一下子就被吸引走了大半。拦住他们，咱们不只要吃马肉，还要吃骡肉。众人举着各种菜刀匕首就往夏兆丰他们冲来了。安阳，驾车，快跑！自己一个飞身就跳下了车，而后头的齐三此时也已经飞身下车，两人一人拿着皮鞭，一人拿着长刀。官家办事，尔等也敢造次？啊呸！他们杀的就是官府的败类，咱们不抢不夺，你们就眼见着咱们饿死。今日咱们抢的夺的本该就是我们的。出门右手是衙门，有冤你们去那儿诉，何故又来为难我们？放屁！老子今天劫的就是你们！说完提刀而上，夏兆丰退后3步，一把鞭子甩了上去。那杀猪刀男倒是有2下子，险险避开了。眼瞧着他们的骡车已经跑远了，夏兆丰和齐三两人对视一眼，正准备想法子脱身，耳听得旁边突然有人大喝一声：“二位英雄，我家主子就拜托你们了！”说完，正在缠斗的一大群人就听到砰的一声炸响，再转头，那杀猪刀男半拉脑瓜子就不见了。我操，好恶心！谁不要脑袋了，谁就来试试。主子，保重，老奴先走一步。然后夏兆丰就见他举着火铳快步向他们走来，于是二人直接往后退，一路退到了白面馒头旁边，想架起人就跑。这个白老爷，你家那管事儿的为啥不开火铳啊？白老爷？为啥自己叫白老爷？无所谓了，白老爷就白老爷，就只能开一次。夏叔，车就在前头了，我去喊停。不瞒你说，本老爷这辈子也没跑过这些步。那我告诉你，你这身形妥妥有病，想要活得久一点，从现在开始起码每天得跑5里地。以前都是瞧，不说也罢。哎呀，节哀吧，人都已经没了，也没法挽回了。你到时候好好对待人家家人就是了。两人说着话走了能有3-4分钟，就见前头骡车已经等着他们了。您是跟咱们走呢，还是咱们陪您去报官？走，我跟你们走，我去宿州找亲戚。夏兆丰点点头，直接带着白老爷上了自家骡车。哎呀，真是倒了血霉了，粮食全没了，还来个看着就很能吃的，好不容易得了个骡子，瞧瞧都快累死了。行了，别说了，能活着就不错了。你瞧瞧那些人，哪里还有个人样啊？您是外乡人，我还以为您是本地的财主呢。咱们从南边来的，都知道西周已经旱了2年了，想想也知道这世道不会好呀。我也不算外乡人吧，不过是好多年前移居过来的，就是这2年听闻外头乱，就一直没出过远门。怪不得不是咱们马后炮哈，您那马车啊实在是太招摇了。咱们进了西周之后，都没见过您这么高贵的车。你说说，不抢你抢谁呀？现在好了吧，人财两空，只能投奔亲戚去了。要不是我们还有齐三，这位估计是连亲戚都投奔不成呢。哎，那都已经是家里头最破的一辆马车，
最差的几匹马了。那就这些干粮了，你掰一点吧，剩下的我吃。白老爷看着那杂粮馍，立马转头。这个山怎么那么像那个馒头呢？那朵云看着好像只鸡呀！不能想，不能想。您吃吗？不用了。哦，好吧。算了，我还是吃吧。夏安如讪笑了一下，把半个馍给了白老爷。吃吧，齐三刚才说咱一路都不再停了，一会儿到了太平城外，恐怕得半夜了。等到了太平城，找到了我家亲戚，我给你们换辆马车吧。谢谢啊，不用了啊。老爷的好心咱们心领了，这半个馍也不值什么，不用放心上。你别说，这东西比我想象的要好吃啊，关键还瓷实。这富贵老爷还真是不挑嘴啊，倒也勉强算是个优点吧。一行人一路往北狂奔，总算在黎明前抵达了太平城外。因为齐三有军中的腰牌，一行人很快就进了城。一扇城门分了人间和地狱啊！嗨，夏叔说笑了，咱们宿州也算不得什么好地方，只是西周这2年闹旱才那样。咱们这打仗的时候，可比西周要惨烈多了。你这是提起别人的伤心事了？哇，你嘴怎么这么臭啊？肚子里没货5、6、7，不知道几天没刷牙了，这味儿肯定不好闻呢。走，也请你吃面。加我1碗，钱等我找到了亲戚再还给你。行，一会儿吃面，我请客啊。然后直接包了个驿站旁边正准备开张的面条摊儿，说让人家今天准备了多少面就都煮起来，鸡蛋也煎上。别，咱们可以自己做啊。然后就看到面铺老板直接把笸箩里的面条全给倒进了锅里。这位爷，您瞧咱这面都煮上了。奸商啊，我明明先喊的，这故意的，这人绝对是故意的。哎呀，这苏州不行，风气太差了，做小买卖的不实诚。哈哈，没事，你煮，这面钱我掏。娘，这顿面条啊，算是庆祝咱们总算到了宿州了。就是啊，外婆，咱们这一路下来，那可是披荆斩棘，过了重重关卡，好不容易到了宿州，吃碗面庆祝一下，不算铺张。我买，这面算我的。不过劳烦夏兄先垫下钱，等我找到了亲戚再把钱还给你。这个亲戚怕不是个冤种吧？您老这是怎么了？哎呀，别问他，这是心病，只能他自己想开。这是被吓着了？没有，就是家里粮食啥的都没了，你外公难受。好几斗的米面呢，还有好些干粮包裹，还有咱们家祖传下来的3条黄鱼响，几10年了，我准备传给我大孙子的都没了。您老也别伤心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黄鱼响没了，咱们以后做青鱼响、草鱼响、鲤鱼响嘛。那河里的叫鱼响吗？那只是咸鱼。那3条黄鱼响还是我爷爷传给我爹的，我爹传到我手里的全没了。哎呀，爹要真这么喜欢鱼，咱们到时候开鱼塘嘛。夏叔，我就想提醒你一声，咱们这儿虽然喝水无鱼，但是养鱼估计还是差点。对，差点被这太平盛世给蒙蔽了。夏安如重重呼出一口气，终于漂泊要结束了，他们马上会在这个新世界有个属于自己的归属了。正当众人要吃面之时，远远就听得有马蹄声传来。呀，可巧啊，是崔大人呐。夏叔，你们到了。总算到了。你要出去啊？办事。然后冲齐三看了一眼，齐三立刻会意，我会护送夏叔他们去落脚地的。郑大人之前捎来消息，说已经跟州府的人交代好了你们一行人的事宜，你们到时候去了州府提他就行了。好，那我就谢谢崔大人和郑大人帮忙了。不必客气，你们吃吧，我先走一步。崔大人忙哈。崔成云点点头，并未说话。对了，这个给您，这个是咱们自家种的芝麻，还没来得及做糖呢，下回也不知道啥时候能见，就送给你，给你留个念想吧。一定要记得我们呀，崔大腿同志。你种的？第一次种的不好，您多包涵。对了，您得给我1文钱。崔成允愣了一下，才从腰封处掏出块碎银。你要1文钱干嘛？为了
秘密。不过这银子我找不开啊。不用找了，我请你们吃面，你们多吃2碗。那小女就替大伙儿感谢您的慷慨解囊了。咱们路上又捡了个白老爷，这2两银估计能喂饱他了。他说他姓白，我爹说他姓白，他怎么会呢？于是夏安如如此这般如此的把事儿简单的跟崔成允说了。白老爷身份不明，你们说话要多加小心些。我知道，咱们刚才还把唯一的馍给了他吃呢。那你饿了一路，为何不过去吃面？嘘，轻点，我爹他们头上长虱了，我怀疑我外公他们肯定也逃不了，我怕他们传染给我。嘘，别饿着自己，我先走了。一路小心。崔成允点点头，跟齐三低语了几声。齐三一句控制不住音量的卧槽被夏安如听到了。我说呢，怎么看那位多少有些面熟，原是见过的。不过那也差不多在10年前了。当初这位那气度那身形，这些年他到底霍霍了多少小动物？不要妄议，既然这位不想表明身份，且西周之事确有蹊跷，那你就先护着他去找亲戚，这事儿不要忘记通报给将军。那他的亲戚家你说呢？北安王府，我认识。你是不是长头虱了？离夏姑娘远点，她怕那个。走了，驾！然后加了马腹，飞奔而去。你不喜欢狮子？你喜欢？那是啥意思啊？崔大人对夏姑娘是不是真的有意思？老蚌开瓢了？还是为了个村姑？不会吧？真要这样，那年年想要给他赐婚的那位，岂不是得气吐血？一伙人的战斗力实在是惊人，最后结账，路边摊都吃掉了3两银。外婆，其实也不关舅舅的事儿，主要是咱们家安阳跟漏了似的，吃面都是往下倒的。老姐，你咋不说白老爷啊？他一个人干了5碗面，8个煎蛋呀，吃这么多，会不会不消化呀？于大夫，有没有山楂糕？给白老爷来点儿。不好意思啊，不过实话实说，这碗确实小了点儿，这2天吃的又没什么油水啊。不过你们放心，等找到了亲戚，我一定把钱给你们补上。您别客气，不够的钱我来，一会儿我安顿好了大伙儿，就带您找亲戚去。好，夏兄，你们到时候知道分配去哪儿，记得给我来个信儿。好，咱们往哪儿送信啊？到时候你们就给齐三带信儿，他会告诉我的。夏兄，我身上实在也没别的东西了，这乌木发簪还是我老父亲给我的，现在留给你，万一以后有个万一，你可以凭着树杈是发簪来找我。白兄，贵爹好手艺啊！贵爹应该叫慈父。您怎么不喊咱爹呢？还贵爹？使不得，万万使不得。爹叫令尊，娘叫令慈，别瞎叫。没文化还是没文化呀，白老爷别介意，咱们乡下人懂得少，心肠直。好，直肠子好，我喜欢直肠子。夏兄，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好。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家在哪儿还不知道，就又捡到条大腿，上哪儿说理去啊？齐三先带着夏兆峰他们去了驿站，安顿完了众人，齐三又出去租了辆马车，直接带着白老爷走了。你们先休息，我去就来。说完就跟着马车跑了。哎呀，你爹也真是的，人家不表明身份，就是人家不想说嘛，人生地不熟的还追了去，也不怕跟丢啊？人家不想说，不妨碍咱们想知道嘛。再说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不然到时候别大腿没抱上，反倒给自己挖了坑。哎呀，你们呀，真是老鼠投胎有洞就钻，看到是个人我就上赶着上去抱大腿，这脸皮怎么这么厚了？什么叫抱大腿啊？咱们这个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眼界决定未来，你没听说过吗？说不过你。行了，你去叫小儿送水，咱们先把自己洗洗干净，一会儿还要周府，还是得给人留点好印象。夏兆峰到得驿站，只见女儿一个人坐在驿站门口的桌子边。爹，你坐对面，尝尝这大枣和杏干，可好吃了。他便直接坐在了女儿旁边。爹，你不想我变成光头，就离我远点。没跳蚤了吗？你娘都给我毙掉了。来，我有事跟你说。不行，您要不赶紧去洗头洗澡，洗完再跟我说。我还不说了呢，你可千万别再来问我有什么爆炸性的大消息。好呀。夏兆峰哼唧一声，说让女儿等着，等她洗干净了，看女儿求不求自己说爆炸性的新闻。弟子1号，赶紧去吧您。继续吃茶看风景的夏安如
等了良久，没等出来老爹，倒是把齐三给等来了。齐大哥辛苦，喝口茶吧。你知道了吧？知道啥呀？哦，老爹要说的秘密啊。那就是知道了。刚才去北安王府的时候，一路上他就觉得被人跟了。到的王府门口，他下车看到那人就是夏兆丰，便没多说什么。渔王可能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他逃来了宿州北安王这里，你们要记得保密啊。见夏安如一脸蒙圈，齐三狐疑地说：“你爹没跟你说过？”不是，我就在想，渔王好歹也是西周的王，怎么就这样了？王也没说呀，但是这里头肯定有故事，等崔大人回来咱们就知道了。崔大人不是去干古玩勘探再利用的吗？要不是夏安如闪得快，齐三的枣核差点打他脸上。对不住，那什么，古玩再利用是要干的，就是按照崔大人的性子，这西周的事儿不清不楚的，肯定还会再去查明白的。对了，你们什么时候去州府啊？这话才问好，夏兆丰他们就下了楼。一听齐三后头还有事儿，老夏便扯着嗓子朝楼上喊：“都赶紧的，齐大人一会儿还有事儿，别到时候他走了，咱们连州府的门都摸不到。”于是刚搓完泥准备盘点行李的一行人都应了声：“咱们就不用去了，去了反正也轮不上分田。”我也不去了，咱们在这。啪的一下，话还没说完，人就直挺挺倒下去了。待得众人总算把该找的都找到了，已经是一炷香后了。到得州府门口，齐三上前给门口的差人看了腰牌，说了事项，那差人便客气地引着他们进了衙门。你们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郑大人来打过招呼，说过了，说就把你们放到他知下的八方县去，你们把路引给我就行了。夏叔，我得先去趟将军府，一会儿我再去驿馆找你们。你忙你的，等叔把家安好了，一定请你到家里去玩。好，咱们可说好了啊。对了，这个是白老爷给的，说了请客的就得掏钱，另外多出来的就算你们的车马费和磨的钱。说完就快步走了。八方县是哪儿？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和郑大人的关系怎么样？回官爷关系可好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对了，即便咱们只有一口粥啊，那也得分他半口喝。官爷为什么这么问？司户一时之间想不明白这些人之间的爱恨情仇，也不好多说什么不好的话，只呵呵一笑。既然你们关系不错，那我这儿能多给你们点丁田，自然会多给的。好，谢谢官爷，您能不能给咱们点上等田，出点钱也行啊。八方县的田我还真不熟，不过呢，咱们这儿的田地啊，基本上也都差不多。要说特别好的良田，也轮不上咱们衙门摊派。我这儿呢，成年男丁每人给你们放5亩丁田，反正你们跟郑大人熟得很，到时候让他给你们挑地就行了，你们觉得如何？夏家呢，总觉得这司户大方的有点不对劲儿。如果你们觉得少的话要不女子和孩儿2人，我算你们1个丁户，也给5亩地，这样行不行啊？那咱们家就听大人的。于是最后出门的时候，老夏家得了15亩地，不过这地暂时是跟老姚家记在一起的。15亩地免费送，这么大方，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啊。是吧？那八方县就那么多没人要的地，要都给咱们似的，那得多大的地才够分啊？那咱们不是有郑大人和齐大人他们打招呼吗？属于关系户，待遇好一点也正常。再说了，这宿州不就是缺种地的人，才把咱们千里迢迢给招来的吗？要我说呀，你们这担忧大可不必，咱们呀还是好好想想4个人要怎么种这15亩地吧。要不咱请人？都还没种就想着偷懒，不过我觉得的确不必多虑。八方县听着就是个各处交汇之地，而且郑大人好歹他大哥也是丞相啊，虽然被贬，总不会去太差的地方，不是？放心吧，没问题的。此时北安王府，皇兄，你真的准备现在回去吗？你那地方老鼠太多，不太平啊。没事，你还不知道我呀。你皇兄我只是装糊涂，不是真糊涂。王府里有多少老鼠，本王会不知晓，我这都是演给别人看的。皇兄演的真不错。一般。你说我要不要找陈将军要对人马护送啊？
主要你看哈，来的路上连我官府里带出来的人全没了，我不想你给我带回去的人再重蹈覆辙。这个方便，之前皇兄不是说那齐三还行吗？他爹是礼部的侍郎，为人倒是挺正直，那让陈将军拨了齐三送你回去便是。陈将军为人勇猛果敢，基本不参与朝堂上那些蝇营狗苟之事，皇兄也可以放心。皇帝所言极是，那就麻烦你了。大皇兄啊，大皇兄，走，我让人准备了上好的羊肉，难得来一趟，可得多吃点再走。哟，那感情好啊！走，我都3天没吃上一口荤腥了。您刚才还说早上吃了8个煎蛋，嗨，那鸡蛋孵不出小鸡，都是素的。好，素的，来人，让王妃赶紧去备一桌鱼羊宴来。次日一早，昨日齐三派来的2个护卫早就到了驿站接人。2个时辰之后，我不行了，定麻了。夏公子别急，咱们这就到了。你瞧，城门就在那里。那矮垛子是城墙吗？这地方有城门吗？算有。啥意思啊？那城门不会是凸起来的2块板吧？这风声可真像是鬼窟啊！这地方原来就叫八方县吗？啊，不是，这里以前叫鬼窟坡，这不是要立县了吗？周牧觉得不吉利，才改的叫八方县。不行，我得找郑志明问问清楚，为啥把他们弄来这破地方？这坑他郑志明一个人跳，是嫌寂寞了是吗？爹，您今晚先稍安勿躁，咱们先找驿站住了，等明天养好精神，咱再去找郑大人好好说道。是啊，爹娘都年纪大了，3个小的也不能这么在外头晾着啊。咱们先给他们安顿了，明天再去找郑大人问问。郑大人总会有自己的道理吧？夏兆丰很想回说，自古都是读书人不干人事儿，能有啥道理呀？明摆着拉了他们做垫背嘛。那驿城见人来借宿，还不忘介绍。哎呦，您几位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咱这驿站昨日才刚设的，早一天来啊，诸位都还住不上呢。来，诸位请进。一听是昨天才设的驿站，夏家人哪儿还有不明白的？这郑志明等的不就是他们吗？郑大人到。郑大人，几日不见，可还安好啊？还行，多谢夏兄关心，别叫我郑大人，跟以前一样，叫我清华兄就行了。来，姚叔也来，我把这八方县的事儿跟你们说说。清华兄，这八方县你觉得好吗？好也不好，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这八方县亦然。不愧是古代读书人啊，这鬼话还真是能扯。清华兄，既然你一直说咱们是自家人，那你何必这么打官腔呢？这地方以前叫鬼窟坡吧，好或不好，你心里没点数？夏兄此言差矣，我真的没有跟你打官腔。你看哈，这地方虽然离前线比较近，但是地方大呀，咱们这儿1两银子1亩地，你说你要多少我都批给你，买多了我再多送你点也行。关键你来得早，可以选离县城近的村子买地，以后来来回回的不也方便？我谢谢你啊，咱们家就这些人，光丁田都种不过来。此言差矣，你看人家有成千上百亩地的人家，哪个是自己种地的？你可以雇人嘛？别看咱们这儿全县就7个乡，5、6千人口，但是那肃北军在这儿的军户就有1万人，再加上在营的官兵，加起来也有20万。这么算，咱们这儿可是个大县呢。据我所知，咱们这戍边的陈将军为人很是豪爽，对军户的限制不多，没有战事，陈将军对他们的唯一要求就是交齐军粮，军户只要不出宿州，想干嘛都行。你想想，1万人的帮工能给你种1万亩的地呢，对不对？另外，戍边的20万军人是不是也得要有军需？虽然军需自有兵部筹办，可人家想喝口酒吃口肉，是不是也不能问兵部要？那我就纳闷了，既然这八方县像清华兄说的有地种的，有要买酒买肉的，那为啥还如此破败？这不是之前我没来吗？夏兄，你相信我，只要咱们兄弟齐心，自然可以齐力断金。以后别说太平城了，说不定咱们八方县以后连扬州城都能比得。那您倒是想太多了。最后郑大人临走的时候还拍胸脯保证道：夏兄放心，但凡有我在这八方县1日，
你干啥都没关系。当然，有违法律的事儿，我相信你也不可能干。而且我都已经想好了，既然你之前那么照顾我，能认我这个兄弟，那现在我有了落脚地，肯定也得照顾你。这次我出门过于匆忙，幕僚一个都没带，我现在就郑重地请你当我的师爷，不知夏兄意下如何呀？清华兄客气，夏某人不才，也不知道能不能胜任这么重要的差事。这样，你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夏兄，不用考虑了吧？这师爷的位置，我可是专门给你留着的。我大哥派来的人，我都婉拒了。不过，要考虑考虑也是正常的。行了，你们休息吧，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夏兄，我等你答复哦。出了驿站门，没走几步路，郑志明便低声责怪熊二：“你刚才那是什么表情？老爷想赶紧找个师爷有错吗？你也不瞧瞧，衙门里头拢共才几个人，起码1半以上是大字不会写一个的。我这又要开府又要办差的，忙得过来吗？夏兄腿脚功夫好，又识文认字，这一路上还能救那些老弱病残，人品也不错，真正是老爷我最需要的帮手。不然我费那么大劲儿骗，不是安排他来干嘛？老爷，是大老爷给的幕僚您不要吗？是人家幕僚不愿意跟您来，才会在都城门口跟人护卫对打，然后才被抓进去的。你不说我不说，还有谁会知道？大老爷早晚还会派人来的，到时候谁都知道了。烦死了，干个侍郎要管，干个御史也要管，这回我滚来8方县了还要管，我不该叫他哥，我该叫他爹。没有大老爷管，您老那日就直接在殿上被发配去充军了。你瞧见了还是听见了？熊二不敢多说啥，只摇了摇头。没瞧见有啥好说的，我是自愿请命来为皇上建设边防的，你懂个球啊！与此同时，驿站里被骗来的一众人等正在展开一次热烈的讨论。那太平城里头多是宿州的富贵人家，那日驿站小二说，别看现在宿州不怎么样，那是因为打仗的关系，以前不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来往的行商之人可多了。这会儿虽然很多人家家主都不在宿州了，可家产土地都还在呢。说是如今宿州太平了，他们都等着这儿再度通商呢。靠近太平城的地方，王府、将军府，加上州牧啥的各种官员，还有之前的豪门富商，早就把地占完了，哪还轮得到咱们啊？要我说啊，既然咱们在这儿有关系，反正都是种地，哪儿种不是种啊？再说了，万一要真打仗了，咱们离军营近，不是也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吗？咱打不过人家，难道还逃不过人家吗？我就觉得呀，这地儿挺好的，还有郑大人照顾，姐夫呢还能去衙门当差，咱们以后也不怕被人欺负了，多好啊！我同意老二的，咱要是说怕种了的地因为打仗而白瞎了，那别处种地的不也看老天爷吗？今年涝了，明年旱了，哪有个准呀？我就觉着吧，种地这事儿好坏都是命，反正到哪种地都得有遭难的时候，还不如待在这儿，田地还能多些呢。阿荣，你觉得呢？可姚荣脑子里现在是一团乱麻，他也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于是他也转头看向了女儿。我是冒险派，我支持留在这儿。娘，我也觉得留在这不错。娘，这是你想的吗？怎么就没人问他意见呢？虽然他的意见也是留下。是啊，安如想的就是我想的，不然我问他干嘛？我姐想的也是我想的。这事儿吧是个大事儿。哎呀，废话少说，你说点有内容的。你女婿还没说完呢。这样吧，咱们回去呢都想一想，然后愿意不愿意的咱明天再论。到时候要是实在意见不能统一，想要单飞的也可以聊聊，大家都是一家人，有啥说啥，不打紧。单飞啥意思啊？是单干的意思吗？那可不行，姐夫，我跟着你干，你可别丢下我啊！等到次日一早，夏兆峰早早就起来了，想去街上晃荡晃荡。于是夏兆峰喊了夏安如一起散步。唠啥？唠去留的事儿？
你说说，为啥你也想留下来？照理说，你们这些00后不都喜欢安逸的吗？第一，咱们现在都已经落户在八方县了，再去改户籍就得求人，可求人是会损耗人情的。这地方世道艰难，人情还是得花在刀刃上。现在还没到什么生死关头，我是觉得暂时还没有到去损耗稀缺资源的时候。第二呢，我就想赚钱，赚简单的钱。老实说哈，咱们一家4口也没什么特别厉害的技能，像我跟我娘做的其实都是简单的手工，之前高价卖出去的首饰都是不可再生的，那买卖只能给咱们带来第1桶金，做不得长远打算。想要做长久的买卖，还是得着眼现在，不能光看着现在有的，咱们不是还得看看以后还能继续获取的吗？所以留在这儿，用低人工创造适合量产的平价商品，我个人觉得是现阶段比较适合咱们干的。第3呢，就是土地嘛，我那空间你也知道，每次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儿的地价便宜，咱们买地成本也能低一些，到时候搞多样种植，哪怕失败了，这试错成本也低一些嘛。这地方虽说少雨，但是齐三也说了，地下水还是有的，到时候咱们再找人多打一些井，挑一些耐旱的作物种了试试，感觉也不会一点没有收成吧。最后您能踏上仕途，算是意外之喜吧。我其实是挺支持您给郑大人当师爷的。昨晚我外婆说的，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老人家说的没错，作为比较原始的农耕文明，这会儿其实是很难抵御天灾的。最近南北朝您知道吧，连续打了400年的仗不算，关键是这400年间，光是自然灾害就发生了600多次。可对有钱有权的人来说，那时候依旧是好乱好有趣，清谈茶道，郊游访友，弹琴对饮，风雅之事那是一样不落。不过普罗大众，像是咱们这样身份的人来说，那时候就是没命没希望了，一场战争或者是一场自然灾害，就能直接让当地人口少1半。我不懂你意思啊。听你最后说的意思，这不还是得离战争远一些吗？你这也是迷茫了？我这不是跟您分析呢吗？说这么多，总之就是一句话，这年头完完全全靠双手在地里刨食，那是真的不行。我算是看出来了，在这封建王朝时代，是不是能好好活下去，不仅仅得靠勤劳的双手，聪明的脑瓜子，很多时候阶层才能决定好你的未来。您能有机会进衙门，咱们就能有机会往上走，这是一个机会，是比参加科举更适合您的机会，所以行不行的，咱都得留下来试试。听完女儿这番话，夏兆丰背着手默默往前走，沉思良久。夏兄啊，你这么早就来了？郑大人，再抬头瞧瞧，哟，他们这是闲庭信步，走到了衙门口了。郑大人勤勉。哎呀，说了叫清华，怎么还叫郑大人呢？啊，对了，昨晚那事儿，夏兄想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这师爷的位置，我可是特意给你留的。咱们衙门呐，就缺你一个师爷了。老爷，您是缺了夏老爷一个吗？奴才瞧着您缺的是一整个衙门的人才啊。夏兄是有什么为难之事吗？哎，这个怎么说呢？夏兄，咱们谁跟谁呀？你跟我有啥说啥。倒也不是我不想给清华兄当师爷，可家里头事儿多，我家就一个儿子，总不能让安如和他娘耕地种地，到处赚钱吧。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总不能让女儿老婆养活吧。所以这个，哎呀，这个你放心，我1年俸禄50两都给你了。哎呀，这可使不得呀！我把你的俸禄都拿走了，那清华兄怎么过日子？真要靠老爷的薪俸养家，那咱们一家早喝西北风了。夏老爷还是太单纯了。哎，夏兄放心，我这日常开销啊，家里头会送过来的。另外，夏兄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那行，那清华兄，这事儿我就应下了。50两就能把老父亲收买了，感觉卖便宜了呀，这不是我老爸的风格呀。那夏兄什么时候能来衙门跟我一起坐镇八方县呢？清华兄放心，等我安顿好了家里，给家里头把房子造好，然后呢，孩子他娘又说要开个裁缝铺，孩子外婆说要开个卖点心的脚店，孩子外公说这会儿种地是来不及了，不过要想抓些鸡鸭牲畜来养，最后再给孩子舅舅们安排妥当了，我就能来帮你了。您放心，我一定抓紧。咱们农户人家起房子简单，这些事儿都办完要个5、6、7、8个月也就够了。给我老夏设套，我老夏难道不会反射套吗？夏兄放心，咱们这儿虽然穷些，但是现成的庄子倒是有几处，你到时候选一处合适的住就行了。另外，既然嫂夫人要做买卖开铺子，那这长街上的空地，官府还是有一些的，到时候你挑几块自己看得中的，再请了人造几间铺子就行。养牲口呢，我还是劝你一句，暂且养些鸡鸭算了，这大冬天的草料也贵，等明年开了春儿，
我再帮你打听哪儿有好的猪仔、羊羔。至于你那些旧兄弟，如果合适，咱们衙门倒也缺人，让他们来试试也可以。哎呀，郑大人，我的清华兄真正是咱们八方县的父母官，你瞧，这一下就解决了我那么多麻烦。这样你看行不行？咱们今天就去挑庄子，就挑离咱们县城近的，回来再把买长街铺面地皮的事儿一起办了。今天咱们就把这些麻烦事定下来，明天最晚后天我也能安心来衙门跟你清华兄干了。你看咋样？那行，好，郑大人，您稍等啊，我去喊了爹娘阿荣来，咱们这就去看庄子去。你想什么呢？老爷，你说夏老爷是不是讹您？什么夏老爷？从今往后就是夏师爷了。哎呀，这八方县现在不就缺能掀起风浪的人吗？老爷我不怕被讹，就怕这地方热闹不起来。此时夏家父女俩跑回驿站，就直接张罗着让大伙儿赶紧收拾行李，他们的房子搞定了。啥？咋就有房了呢？那啥叫就业呀？我爹答应了郑大人做他的师爷。大舅，你要是想，你大舅说话不作数，你别听他的。大舅母觉得这地方挺好的，咱们就在这儿安身立命了。那我不也是为了大伙的安全考虑吗？对，我大舅说的没错，安全也是很紧要的，所以我决定买马车。买马车还能抵御北蛮了？有马车逃起来快啊！很贵吧？以前我做过的东家家里就有马车，说是得7、80两一匹马呢。那不能买啊！咱们明天开始锻炼跑步，多跑快一点。其实跟坐马车一样的。没事，到时候我做了师爷，咱从郑大人那儿骗。什么叫骗呀？人郑大人是县令官爷，骗他的能叫骗吗？那叫奖赏。郑大人为民着想，以民为先，解民之忧，奖赏咱们移民先进户马1匹。这个说法你们觉得怎么样？不错，我做师爷的第一个提案已经想好了，到时候就让郑大人去太平城贴告示，愿意来咱们八方县的早到早赏。好，这个提案非常好，爹。那马片不是是奖赏到位了，可别忘了给儿子我骑去啊。快速收拾完行李的一群人，没多久就浩浩荡荡地出现在了衙门口。干嘛？咱这是衙门，可不能随便进啊！我是新来的师爷，来找郑大人有事呢。大人在呢，稍等哈。说完，大爷拄着扫把，颤颤巍巍的就进去了。这么寒碜呢？这大爷看着能有70-80岁了吧？哎呀，那不能够顶多78。大爷身上又没长年轮，您咋知道？现在的问题是讨论大爷几岁了吗？咱们该讨论的难道不是这啥衙门啊？一个7老80的大爷还得身经数职。门外正讨论的起劲儿，衙门前堂郑大人就出现了。夏师爷来了，走，咱们边走边说。于是一伙人跟着郑志明就往城外去了，出八方县县城只要20分钟。这个地方可能就是离县城最近的庄子了。众人随着郑志明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苍黄的天地间矗立着一长排土坯房。您叫这庄子？这不就是猪圈吗？我们老家的猪圈好歹还有个顶呢，这儿的猪圈尼玛是汉圈呢。不是姚老爹，这也是我第一次来这儿呢，咱也不知道这庄子是这样的。不过你放心，咱们衙门里头砖瓦还有些，一会儿我让人给拉过来，你们修补屋顶应该是够了。这土坯房看着也有些年头了，估计也承受不住瓦片的重量。郑大人那儿有茅草吗？咱们暂且铺茅草吧。有，一会儿就让人给你们送来。你们别光看这房子目前只能凑合，但是这块地皮大呀，我瞧瞧。我这儿写的明白，这个庄子带了10顷地。外公，10顷是多少亩啊？1000亩啊！对，1000亩，大也不算大，不过你们也才刚来，先且种着，以后要是想再置办土地，咱再买就是了。这叫不算太大，咱怎么种啊？郑大人呐，这庄子您卖多少钱呢？夏兄，咱们这儿呢，目前也没啥上等下等地之分。这么样，既然你们是第一个在我这儿买地的，虽然价格是死的改不了，但是丈量的时候可以给你量多点。10顷地
我给你量12顷，你看怎么样？12顷地，外加长街10个铺位。你怎么不还要我这衙门呢？10个肯定不行。再说夏兄，你有那么多买卖做吗？夏兆丰没答话，只是把手伸向身后，摊手表示：瞧瞧咱家这些人，每人1个，10个铺面还不够呢。10个不行，最多3个，5个不能再少了。清华兄啊，你想想，咱这县城里是不是连个医馆都没有？咱把老于大夫都给您带来了，咱老百姓以后看病是不是就方便多了？还有，你看，咱还把300给带来了，到时候于大夫看不了的病就让300算，300算不了的命就让于大夫看。这样一来，咱们8方县的老百姓是不是就都能得到救治？有咱于大夫300师傅给他们做后盾，他们的人生就不会再迷茫，这样是不是更能在您的领导下早日致富了？要说这歪理，还得是夏老啊，不对，是夏师爷多呀。是我单纯，把夏师爷看简单了。行，5个就5个，不过地方我定，不能超过长街范围。行，好。因为这庄子还得过户，钱还得结算清楚，所以夏兆丰决定先和姚老八一起去衙门把手续办了，免得夜长梦多。其实我感觉这房子也还行，最起码房间多呀。哎呀，蜈蚣！哪儿呢？别踩！说着话，这人就掏出个小竹篓子，直接用手就把2条大蜈蚣给抓进了篓子里。这地方的确不错。大了说这地方好，那蛇虫鼠蚁还少得了。好在夏家1双子女都是乐天派，姚荣还没愁完，2孩子已经在开始分配房间了。老姐，你们女的、老的、小的就住中间，我住尾间。小伙子不错嘛，多少有点担当。那中间那间咱们就做客堂间，平日里吃饭说事都能用。最西边的那间夏天最热，咱们就当厨房用。对，我算算啊，打东边起，安阳1间，安如1间，姐姐姐夫1间，大哥家1间，中间是客堂，然后爹娘1间，于大夫他们3个1间，我和梅香小兜儿1间，另外还有双武他们3个1间，再加上个厨房，正好10间。1间不多，1间不少。既然要住，那咱们就赶紧收拾吧。一会儿茅草来了，还得修房顶，这屋子收拾起来可得花点功夫的。房子谁住谁打扫啊？双5初8，你们的房间让初2打扫。你们俩赶了骡车去城里打缸子水来，要是看到有卖笤帚簸箕的，也买几把回来。笤帚超过3文就不要买了啊。安如，你说咱们是买床，还是让你三舅自己打床啊？肯定都不是啊，咱们得砌炕呀，不然这北方的冬天活不了了。哎呦，你还准备在这屋子里长久住下去啊？这庄子买了，咱们肯定还得造房子呀，不然这地方别说你了，我都坚持不了多久。哦，对，也是哈，那就让我三舅做呗，反正咱们用的时间也不长，能睡就行。到了大冬天，每个房间点个炭盆就行了。娘，你还真别说，我突然又发现了这房子的另一个好处。是啥呀？这房子除了够住，我还真看不出有啥特别的。您瞧，缝多，不怕烧炭中毒。你这孩子，咱们都落到这样的境地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嘛。条件困难一点，咱们可以改造嘛。您呢，就当这是一个开心农场，天大地大，想干嘛就干嘛，不是也挺好？咱这庄子一买，铺面一造，起码得花进去1000两银子，再加上年后买种的钱，还得造房子，请人工，哪样不得要钱？虽然现在我们手边七七八八加起来也能有个4000两左右，可是光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就得花上一大半的钱了。这地方刚才你也看到了，长街上的行人能有几个？不说别的，那些铺面我细细的瞧了，开门的也就小猫2、3只，都没啥人光顾。这生意感觉真是不太做得起来。唉，之后要生活，估计还得去太平城赚点钱来补贴补贴。那是因为咱们之前没来，人军也想消费，这个地方也没有让他们消费的想法，不是？咱这不是来了吗？军爷们的需求咱们来满足，让流失到太平城去的客源全给咱留回来。说得好，等咱那小饭馆开张了，咱们就请齐大人他们来吃饭，让他们顺带着带点同僚过来，这一来一去的，这买卖不就做起来了吗？呀，我们家安阳最近聪明了呀，这想法很是靠谱呀。咱们只要菜好吃，酒好喝，军爷们以后还用特地去太平城吃酒吗？哎
就是，军营里也没个女的可以帮他们缝补衣服什么的。到时候娘就做了那大裤衩子，还有鞋子呀、袜子啥的，再加上修补衣裤之类的业务，都给安排上。哼，20万人呢，每天还得操练，我就不信这生意能不好。夏兆峰和姚老八事儿倒也算办得顺利，除了在铺面地皮选址的时候，夏兆峰和郑志明又切磋了一下之外，掏钱、敲章、写地契之类的事儿倒是办得挺快。刘华兄，我今天先走了，明天家里得好好安置安置，后日我再来。您那个招录衙役的通告得赶紧贴出来啊，不然光咱们俩光杆司令，这工作也没法展开呀。回去的路上，翁婿二人就田亩的问题也掰扯了一路。那回去我给你100两，咱们就拿100亩地，外加1间铺面的地皮。爹，你也真是说了150亩地就150亩地，您还跟我客气啥？哎呀，行了，闭嘴！我这1间铺面都是占了你便宜了，你非给我150亩地，那铺子的地我就不要了。两人掰扯了一路，最终以老姚家出100两拿2间铺面120亩地达成了一致。两人回到庄子的时候，去取水的双五和初八已经回来了。爹，不对啊，夏师爷回来了，事儿都办妥了。办妥了，你以后就是八方县7里乡6望村人了。这名儿怎么这么巧？现在取的这地方还没名呢，以前都是什么大腚子山、鸡屁股屯的，太难听了，很多地名得上报更改呢。我问你呢，你姐跟三白嘀咕啥呢？啊，我姐让三白师傅找水源呢。这找水的事儿不能让三白干，别到时候水没找着，再给人老坟挖了。你多虑了不是？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啊？得多少坟才够三白师傅次次都挖到的呀？水脉呢肯定是要找的。我姐说了，没有井咱种不了那么多地。可三白也说了，挖井找水脉这事儿不是看他们想在哪儿挖就能挖得到的。安如你放心，既然我能把黄长蹄凑找到，那地下水脉我也一定能给你找到。到时候咱们让人打上10个8个的井也不是问题。三白师傅，咱能不能不那么盲目自信？您要不要先复习复习怎么看风水？毕竟您这……咱看风水，特别是这山川走势、地脉龙气，我看的都是个大致的走向，我这眼睛够用，你放心，等咱安顿好了，我就给你找去。一群人从早上一直忙忙叨叨到太阳落山，屋子当然也没完全收拾好，不过勉强也能住。安如，你拿这铁锹干啥去啊？哎呀，别干了，都忙了一天了。外婆，你休息吧，我去润润田。失误啊，失误！干了一天，只想着吃穿住了拉撒，居然忘了安排。谁？赶紧出来，不然我这一铁锹拍下去！哎呦妈，吓死我了！你谁啊？在我家庄子里面干嘛呢？他要拉屎，我就带他来了。那你早点回去吧。你们是才搬来的吗？是啊，你是住这附近的吗？不是，这儿晚上还有狼。啊？你们不知道？我们该知道啥？这庄子2、3年前就没人住了，说是闹鬼才搬走的。不过这儿的人都喜欢瞎说，其实不是闹鬼，就是野狼多些。这儿的人喜欢胡说，你别在意，该住就住。说完，孩子就抱着狗子转身跑了。你别走呀，咱再唠唠。我得走了，不然我娘该担心了。明天阿离还得来拉屎，你愿意的话就在这等我。回到破屋前的夏安如立刻拍了老爹的房门。爹，赶紧回，咱们得搞一些陷阱，这儿有狼。夏安如的一嗓子把一排屋子里的人又都喊了起来。我小小年纪蹲着方便一下，哪怕略有一点点腿麻，也不至于出现这么严重的幻觉。您是不是不会设陷阱抓狼？不会也没关系，咱们人多，肯定能想出法子来的。不会，那不可能。安阳，走，切了骡子，咱们去趟衙门。这是今天第几回去了？这县衙是我爹的百宝箱吗？唉，今日都去了3回了，一会儿要木板，一会儿要工具的，希望郑大人别把他赶出来。可我寻思着，县衙里头也没啥能抓狼的东西吧？有弓箭，有大刀，还有大叉子，也许还有捕兽夹呢。反正不管有啥，总比咱们家东西。你关好门窗等我，我去就来。于是父子俩从屋子里把富贵儿给牵了出来。
套上了骡车，就往衙门去了。都回房去吧。老大，你去房顶上听着点外头的动静，一会儿要是有狼，你就喊醒我们。阿公，先让舅舅他们睡一会儿吧，这到底有没有狼还不一定呢。夏安如话音刚落，外头就响起了嗷嗷嗷的动物喊声，众人赶紧各自回屋，也不敢点灯。娘，要不要进空间种点芝麻，松快松快？都什么时候了还品呢？也不知道你爹他们会不会遇上狼群。您往好处想嘛，万一那不是狼，而是哈士奇呢？你今晚到底吃什么东西吃坏了？我也就想让您别太紧张了，您一紧张我就紧张，我一紧张就想上厕所，真是要命。对了，您等等，我去空间里头瞧瞧，有什么能用来防狼的。哎，别，一会儿你再出空间，你老母亲说不定就被狼叼走了。您想多了，这屋子再怎么不牢靠，狼也不能一巴掌拍进来吧？姚荣想反驳女儿一下，就听得七里咔嚓咣啷当，然后就听得乔氏的喊叫声：“他爹，没事吧？你怎么掉下来了？怎么就这么背？”倒是没受什么伤，只是这么大的动静，最终还是让他们得到了狼群的关注。夏兆丰掏出个荷包，夏安阳从箩筐里拿出一串鞭炮，父子俩互相一点头，点燃鞭炮，直接把炸响了的鞭炮甩了出去。狼群受到惊吓，四散逃窜，终于熬到了天光微亮。姚荣琢磨着一会儿得去趟城里，大家赶了一路，又熬了一夜，都辛苦了，得弄点蛋白质给他们补补。去县城买肉，还不如去乡下瞧瞧呢。我瞧那县城也没啥卖的，乡下人家里多少会养点鸡鸭，这些他们原就是要换钱买针头线脑的，咱们拿了钱去买，不怕他们不卖。外婆说的是，昨日我遇到那小孩，估计也住附近，咱们正好打听打听，这儿还有啥野生动物，也好早点做防范。于是女人们便说好了，等干完了活就去周遭村子里瞧瞧去。而夏兆丰则带着儿子再次跑去了县城，他准备在衙门口贴了告示，招人修墙。夏师爷，您贴这玩意儿没用啊，咱们这认字儿的人一个手指头就能掰得过来。那你们平日里造房建屋的是怎么招人的？您瞧咱们这儿的房子哪儿需要招人呢？自家打了土坯砖，喊了兄弟邻居来帮忙，2-3天就好。咱们庄子上有狼，土坯砖墙不行吧？我想造青砖墙。那您得上太平城去，咱们这儿都没地方买青砖。另外好的水泥匠、木匠，咱们这儿也是没有的。当然，铁匠、工匠也没有。不行，大年你去帮忙嘛，然后再叫上你家兄弟，工钱让夏师爷结给你。那砖头怎么办？你自己就不能想想办法？那行，我去趟太平城，大人有什么要带的吗？我有个3天5日的，也就能把砖置办回来了。郑志明咬牙不已，也是，这砖头都得定。不行就把衙门后头的那排后罩房拆了吧，给夏师爷造墙吧。老爷，那里有我的卧房。天爷啊，这都什么人啊？为了夏师爷，你且忍忍吧，等咱们县好起来了，老爷再给你造排2层的后罩房哈。你暂时先住老爷隔壁的耳房吧。老爷都这么说了，熊二还能反对吗？他只能含泪低下了熊脑袋。因为要丈量土地，所以郑志明跟着也一块儿往庄子上去了。清华兄啊，我有一事不解啊。有何事不解？夏兄但说无妨。您老人家对八方县到底有多少了解？被这么一问，郑志明就开始倒苦水。这个八方县才开县不久，他是八方县历史上第1位县令，当然他自己也是到了之后才知道的。反正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夏兄，我连衙门后罩房都扒给你了，你可不能反悔啊！哈，清华兄放心，八方县百废待兴，咱们兄弟俩正好可以放手一搏。好，有你这句话，夏兄我就安心了。你明日就来上衙，咱们把招录的事儿先办了吧。行，今天只要把围墙造好了，明天我就上衙。熊二跟李大年说，今日把夏师爷家的围墙整好了，老爷我再赏每人30文。当众人到得庄子的时候，却见庄子里女的只留下了个煤箱。姐夫，郑大人，您这砖哪儿买来的呀？郑大人支援的，你姐他们呢？今天咱们得把墙砌好，得让你大姐做点好饭好菜，招待招待大家伙。大姐跟娘他们带着孩子去隔壁村子了，说是想买一些鸡和鸡蛋啥的，一会儿做了给大家补补。那感情好，清华兄一会儿量了地，也在咱们家吃饭吧，我藏了点好酒。
好，我这一路馋的就是一口酒。走走走，咱们先去把地量了。说完，他就让熊二留在前头，等着后头挑砖来的李大年他们，自己则扯着夏兆峰就要往屋后去。你要哪块地自己挑好，我直接帮你们把地契分开写了。以后你们若要分家，就不用分地契了。等本县的章来了，你们来补个章就行了。因为那日买地的时候，姚老八和夏兆峰达成了一致，家早晚都是要分的，毕竟姚夏两家的差距还是不小的。咱家还买地了，买了几亩啊？那除了40亩丁田，咱们还得多几亩地，这不知道能不能种得过来。舅二舅，外公没跟你们说他买了100亩地，再加上你们的丁田，还有郑县令给的折扣，我们是190亩地，怎么可能种得过来啊？190亩？要不再多量10亩，凑200亩吧？不要了吧，190亩够了。完了，完犊子了！老爹的钱肯定是问姐夫借的呀，不然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买地呀？欠了那么多钱，3个单身汉可咋娶媳妇儿啊？最后还是让郑大人多量了10亩地，然后选好了地方。咱们家买地的钱都是问你们姐夫借的，我老了，你们好好干，争取早日还上欠你姐夫的钱。没事儿，慢慢来，还个10年8年，姐夫也不追你们的债。要10年8年也还不上呢？20年30年也可以。舅，没事儿，要30年也还不上，等到我和我姐继承家业的时候，我就把债给你们免了。姚家5个舅舅一时不知到底该不该谢谢这个大外甥。与此同时，姚外婆带着妇女儿童别动队已经到达了邻村参观学习。你们是谁呀？我咋从来没有见到过你们？你好，咱们是新搬到前头庄子上来的，咱们就想来串串门，顺便买一些鸡和鸡蛋，不知道哪家有啊？哎呀，那庄子闹鬼呢！没事儿，咱们带了道士。你们找马粪坨子家吧，他们家养的鸡多些，可能会愿意卖。谢谢你啊。外婆还冲那老太笑了笑，一行人这才往村子里去。女娃子，你们村委那户别去啊，买了鸡就回家吧。为啥？哎呀，不用问为啥，反正那家不干净，他们家那闺女也跟个疯狗似的，你们别招惹他们就是了。怎么哪儿都不干净？既然他说别去，总归是有原因吧，咱们初来乍到，还是听句劝。大姐说的对，一会儿买了鸡还得回去收拾，梅香在家估计都烧好水了，咱们早点回去呗。于是几人说好了，买完鸡就回家。夏安如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他家。你们玩什么呢？你谁啊？我们玩啥？关你屁事儿啊！有人吗？马粪坨子在家吗？不说就不说。走，兜子、吴宇，哥带你们挖蚯蚓去。于是俩孩子兴高采烈地跟着大顺跑去了那马粪坨子家对面的空地上，开始探索地底生物。可没想到那黑孩不干了，他见大顺他们挖蚯蚓挖得高兴，便站起身跑到大顺旁边，一脚踢翻了大顺放在脚边的篓子。这蚯蚓是我家的，谁准你挖了？是你家的，你叫他，他能应你吗？那你叫他，他能应你吗？蚯蚓又听不懂人话，你是不是傻？给我揍他们！这会儿夏安如就不能再继续旁观了，他正想跨出门口呢，就见远远滚来一只动物。阿离，回来，别去那儿！被吸引了注意力的黑孩一下子忘了要揍大顺的事儿，他喊了兄弟们，把那阿离给团团围住。狗蛋子，你给我放下阿离，不然别管我咬死你！你娘是个老不要脸的，你就是个小不要脸的，养的畜生也是一个四不像，你别让我弄死这畜生，我偏要弄死他！不要！没想到追上来的小孩比他速度更快，就在夏安如喊的时候，那孩子已经一口咬上了黑孩的手臂。听到黑孩的喊声，屋子里才出来了个女的，直接冲上去，啪啪就打了那咬人的孩子后脑勺一下。别动手！这小畜生咬我儿子，我还不能打了？你松口啊！再不松口就要被打死了！松口，赶紧！嘴是用来说话吃饭的，不是用来咬人的。有什么事好好说。黑孩的哀嚎不止，让他老母亲便更加疯狂地试图打那孩子，当然大部分都被夏安如挡掉了。我去你的！狗蛋子娘被突然从天而降的2只老母鸡给吓了一跳，直接吃了乔氏2下母鸡铁拳。
口吐芬芳，那个口吐芬芳，今天老娘跟你们拼了！再骂人，我可叫官兵来了！哎呀，我的天爷呀！收了咱们的钱，还打我们的孩子，强盗啊，不做人啊！报官，报官！谁让他打人了？我没想摔他，是他自己没站稳，还怪得了我呀？我可告诉你们啊，这村子叫马家村，族长是我舅老爷，你们甭想在这闹事儿。是你婆娘先打我女儿的，咱也别什么族不族老的。走，咱们上官衙，孰是孰非，让县太爷审去。瞧瞧，哪有你们这样的？我本就没多少头发，这把我头发都揪掉这么多了，我以后要秃了肯定得找你们。还有，我不过是好心劝个架，凭啥打我？我还没说啥呢，你们喊什么喊啊？你好汉不吃眼前亏，赶紧的松口，男的力气大，真能打死你。咬人孩子却像聋了一般，死死咬着人，就是不松口。蛋姐儿，快松口！哎呦，他怎么来了？打扮的跟个妖精似的，又想来勾搭哪家汉子？哟，可真是啊！他这大白天的我人对里渣，到时候传了脏病给咱们全村，可怎么办？快走快走！真是看热闹看出了晦气，就说别看这小崽子的热闹。你瞧瞧，果然瘟神来了。呸！谁是瘟神？你们抢我们家的地，夺我们家的房，你们才是瘟神！你自己倒霉就算了，别连累你娘。那叫丹姐儿的小孩听夏安如这么一说，便止住了脚步。你今天不赔个5两银子，这事没完！赔，我赔，就是5两，我实在是拿不出来，能不能少点啊？这还能讨价还价了？瞧瞧我儿子的手啊，这肉都快被咬下来了，5两还算少的。你要是不愿意，咱就上衙门去。丹姐儿想说什么，却被他娘给捂住了嘴。你别说话，还嫌自己闯祸没闯够啊？马三嫂子，你看我这儿只有这些钱。呸！谁是你嫂子？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再说了，这钱给我儿子看病都不够，打发叫花子呢。够了，咱们带了大夫，医术高明，人品好，这看着也有个7、80文，给他瞧肯定够了。这户真是大户人家呢，出门带了道士和大夫。我说句公道话，我看我们家俊才伤得挺深呢，恐怕一般的大夫不能看，咱得上太平城一趟呢，多了咱也不要，就是来回的路费加诊费，这再怎么着1两银子也是要的呀。这样，咱们八方县不是新来了县太爷吗？咱们让他断，到底该赔多少钱？县太爷说的总没错。人家县太爷是大官，怎么可能断咱们这种家长里短啊？人家是办大事的人，咱们不能去打扰。说的没错。马家村的族老拄着个盘的光亮的拐，走到了姚荣跟前儿。你不是咱们村的吗？那咱们村的事儿你不用多管，赶紧走吧。所谓县太爷，就是咱们的父母官，哪有孩子吵架不找爹娘评理的？谁找本官呢？哟，安如啊，你这头发，谁呀？谁抓了我大侄女的头发？夏安如上前，3句2句就把事儿给交代了。大人，咱们这都是小事儿，孩子们打闹呢，咱们就不劳烦您了。管还是不管，得本县说了算，我可不听您的安排。你们两方苦主都跟我走吧，今日本县就帮你们好好断断孰是孰非。熊二，走，咱们回庄子去。大人，咱不回衙门？去县衙，人家苦主就得多走路。作为父母官，本县不得为老百姓考虑吗？郑大人真是爱民如子。那行，咱们回庄子，大人断案，我给大人做饭。走。一群人浩浩荡荡就往村子上去了，眼瞧着郑大人浩浩荡荡带了一大批人过来。呀，郑大人可真是急人所急，瞧咱们今天来不及砌完墙，居然还去找了那么多人来帮忙，这回咱们天黑前应该是能把墙砌完了。哎呀，这得有个20、30个人吧，这工费可得好几百文呢。爹，跟咱们的命比起来，这些钱不算多。咱俩说好了，你们这会儿来干活，咱只能算你们20文，不然对那些一大早就来的人不公平。这看热闹还给钱啊？误会，这些人是来看本县断案的。我还以为是大人找来帮咱们砌墙的呢。我会，家里头的房子都是我跟我大哥自己造的。你家那西墙今年都修3次了，还会造呢？大爷，您别听他的，我会，我以前就是泥水匠。大爷，我也会，我以前在太平城修过城墙。哎呀，行了，别吵了。这样，
如果你们想干，就去李大年那儿报名，咱们再招10个，工钱咱就不变了，该多少？李大年是谁啊？哪个是李大年啊？大年哥，我大年哥呢？一群人呜呜喳喳的就往正在搬砖的一群人那儿去，一个个都说跟李大年认识。行了，闲杂人等少些也好，这个招工的事儿暂且不提了。本县现在就要升堂，熊二，你去搬个凳子，搬个椅子来。师爷，本县的师爷呢？啊，这儿呢。行了，知道了，你作为证人留一下。阿荣啊，你就先去把晚饭做起来，一会儿有需要再传唤你。是，夏师爷，有事您喊明父。今日这母鸡好，1只红烧，1只炖汤。那你定。升堂，威武！大人，我咬他是有前因后果的，不仅仅因为他要摔死阿离。你小年纪别瞎说。哼，他都没说啥，你怎么就知道他瞎说了？他们母女本就是咱们村子里的老鼠屎，说的话都不能信。马俊才之前剪了我的头发，还拔了我们家种的瓜菜，前几日里还在我家后院点了火，还好阿离发现了叫我，不然我跟我娘就被大火烧死了。放你娘的屁！我可没闻着人家放屁，不过你放的屁咱可都听到了。大人断案，岂可扰乱？熊二，你瞅着谁在捣乱？杖责20。底下一听要杖责，瞬间就哑火了。你这么说可有证据？证据你可以问刚才一起打我的那几个男的，剪我头发拔咱们家的瓜菜是他们几个一起干的。放火我没看到，但是我在我家后院门口捡到了这个。说完，丹姐儿掏出个弹弓，这个是狗蛋子的，他以前用这个打过我。狗蛋子，这弹弓是你的吗？不是我的。夏师爷，咱们审问人犯不认罪，一般怎么来着？先打上10个板子，再不老实回话就打20大板，若再嘴硬就上烙铁，再假手砍断。是我放的火，可是我不是故意的，我偷拿了我爹的打火石玩，没想到那打火石新的，碰出的火星子特别多，然后就不小心掉在了他们家的柴火堆上。我没逃，我是想去打水灭火的，可是我拎着水回来的时候，火已经灭了，我就怕人发现，我就跑了。大人，别打我，我不想死。小孩子胡说，不能当真的。你意思本官断案心里没谱，还是说你觉得你儿子招了假口供，口供造假可是要吃板子的？那不是，我没这个意思。马俊才放火毁人菜地，还剪了人家的头发，本官罚他给人家菜地补种上，挑1个月水，再剪了头发。可不行啊，大人，头发剪不得呀，这样咱们的伤也不要赔钱了，算扯平了，行不行？行不行还得问他。两人说好，狗蛋子种了菜，挑满了1个月的水，就互不相欠，且以后碰面不能再打架，下回不管谁先动的手，只要打架了就一起去县衙挨板子。哎呀，令郎这个伤口很深呐，不及时处理恐有溃败之险，说不定还得截肢。我跟县令大人熟得很，信誉有保障，包治包好，这伤口一定给你们处理得干干净净。你看要不要给令郎看一看呢？马俊才一听自己手要截了，嗷嗷的就喊爹赶紧掏钱，然后于大夫便怒转了老马家70个铜板，一人到得马家村村委，远远就瞧见一处小院儿，建在半山间。你家住山腰上？姐，骡车上山不方便，我在下面等你啊，你快去快回。找不到借口的夏安如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你俩为啥住半山腰呀？平日里面买水挑粮什么的，你们是咋办的呀？孩子他爹没了，咱们家以前的屋子是造在他们马家族田里的，当家的没了，家里也没个男丁，所以他们就把屋子收了去。家里的田地，孩子大伯说咱们家没个男人，也就原先说好的每年给我们一些粮食，可大伯欺负我娘。寡妇门前是非多，古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带着丹姐儿从村里搬来了，免得听多了闲言碎语，反而落得不痛快。
他爹以前上山砍柴的时候，在这搭了2间茅屋，咱们娘俩就搬过来了。这2年修修补补的，也算是能住人了。吃水倒还行，咱们娘俩用不上多少水，我每天打水都习惯了，也不觉得累。丹姐现在也大了，有时候我没空，她背个小背篓，用陶罐子打水，上下多跑2次，也够1天用的了。粮食咱们娘俩也吃不了多少，我每个月去县城背1次就行了。娘也是太好欺负，明明是大伯欺负你，他们却只骂你，还骂得那般难听，咱们为啥要忍气吞声？你看，说他大了，他却还是个孩子。娘不是跟你说了吗？咱们孤儿寡母到哪生活都是挨欺负，留在马家村，起码咱们还有个住的地方。你大伯他们爱说啥说啥去呗，你跟他们掰扯，他们越是跟你来劲儿，咱们平日里躲着点他们就行了。做人的确得讲理，可这个理都在他们人多的嘴里，咱们再有理也才2张嘴，哪里讲得过他们？可咱们现在有县太爷了，县太爷公正得很。对，咱们郑大人的确公正，你们家里的田地要不也上告一下，去拿回来？不了，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家里以前5、6亩地，我一个人根本种不过来。再说去上告的话，也是把人给得罪一遍。我不怕得罪他们。你不怕得罪，娘可怕。去年你去问你大伯家要粮食，是不是咱们家第2天夜里院子就被扒掉了？开年的时候，你跟你大伯家的2堂姐吵架，隔天下山，是不是被路上的麻绳给绊倒，滚下了山？咱们家以前村里的那块菜地你忘了吗？只要咱们一跟人家起冲突，倒霉的就是那片菜地。这会儿哪怕咱们把地都要回来了，你就不想想咱们那地能不能种成？听母亲说完，丹姐儿便低下头，不再说话。袁姨说的也没错，不过你们2个如今是靠什么生活啊？夏姑娘先喝口水吧，这水是干净的，碗也是干净的。好。夏安如点点头，咕嘟咕嘟就把1碗水给干了。我以前在太平城里是给人做丫头的，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就被放出来了，然后才经媒人介绍嫁给了他爹。在东家家里，我是针线房专门做鞋的，鞋面鞋底子什么的，做的虽然粗糙，但是也能做个囫囵。现如今城里半个月就有1次大集，我就去城里面卖一点粗布鞋。另外军爷们有需要修补衣服之类的活计，我也能接一些，赚的虽然不多，但是养活自己和孩子倒是够了。我娘也还做手工活呢，以后可能还打算开个作坊。袁姨如果愿意的话，到时候开了作坊我来喊你啊。好啊，我娘愿意的。夏姑娘，你娘不会介意我的名声吧？你多虑了，我娘只看你活干得好不好，别的不得相处了才知道吗？别人说的咱们可不信。今日我算认了门了，不过这会儿家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改天你们来我家玩吧。下山路不怎么好走，可好歹不太累呀。丹姐儿，你这阿狸怎么长得不太像狗啊？可不是，这孩子也不知道哪儿捡来的，别到时候捡的是狼崽。咱们这儿离你们庄子近，偶尔是会有狼的。不可能是狼，狼是长脸，阿狸是圆脸，它大概是只狐狸。应该不是吧？我见过小狐狸那嘴比这个尖多了，阿狸看着还好看些。安如姐姐，你既然喜欢阿狸，我就送给你了。啊，我没有，我怕狗蛋儿到时候再抓了阿狸。安如姐姐你养着吧，阿狸在你那儿拉屎也是方便些。啊，这狗子这么认茅坑的吗？女儿家的，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拉屎屙尿啊？我都瞧见过安如姐姐的屁。娘，你干嘛打我？你给我闭嘴！秘密知道吧？你看到过什么都是秘密。点头，赶紧点头。丹姐儿这才点了点头，委委屈屈地说自己知道了。房子的围墙在众人的通力合作、互相拖累之下搭建完成。夏兆峰请了郑志明入座，今日就算是暖房了。今日这顿算是咱们的暖房宴，清华兄，请。这酒您试试。夏兄，你这什么酒啊？很过瘾嘛。其实这酒是夏兆峰上他们那夺命小船的时候，顺手从家里拿的52度泸州。夏兆峰就胡诌一气，说是路过都城的时候，见有人挑了扁担出来卖，便买了。啊，私酿的呀，我说怎么没喝过呢？哎，你都不知道，如今咱们缺粮，朝廷都不准私酿酒了，要是被抓到，可得罚没家产呢，而且是买卖同罪。哟，咱们乡下人倒是真不知道这事儿，多亏大人提醒了，以后啊，我可不敢买了。郑志明还跟夏兆峰打听了，到底是在哪儿遇到的卖酒人，他下回写信回去，可得让家里人去找找去，管他什么买卖同罪，反正家主也不是他，他不怕那些个。吃完饭，夏兆峰和儿子送了郑大人还有熊二回了县衙。
等到明年春耕，咱们这庄子里还会有很多很多的粮食蔬果。外婆，你以后就是地主婆了。姚外婆甩着手笑说自己是劳碌命，做不了地主婆，只能当个老农妇。这玩意儿养大了，皮子能做围脖，肉也能吃吧？安如，这好歹也是一盘荤菜呀，咱真不能吃了吗？不行，小动物有了名字，就不仅仅是小动物，而是一个小伙伴了。实在不行，大舅母你养几只兔子吧，我保证不给他们起名，到时候兔皮也能够当围脖。我娘烧的红烧兔肉也好吃得很。呀，咱们倒是没想到，想到也没用。这会儿啊，都快冬天了，上哪找草料去？兔子喝西北风又不会长大。没事儿，草料包在我身上。空间，我希望你能争气呀。对了，大舅二舅，怎么说？安如，你说咱们家如果造个暖房需要多久啊？暖房是个啥呀？干啥的？住的话咱们得自己造新屋子，这个我不是打算住的，是准备专门用来冬天种菜的，样子应该跟普通的屋子没差多少，泥胚的估计也行，就是那墙得用火墙。火墙又是什么墙？安如啊，你要那个什么暖房干啥呀？种菜啊，咱们一路吃的冬瓜什么的我都留了种呢，咱们反季种，或者比人家提前一些种，送去太平城卖的话应该能卖得上价吧。安如，咱们还是先把鸡啊兔子啊给养上再说吧。那个安如啊，大舅母不是反对哈，主要你看咱们地那么多，到时候光粮食都种不过来，菜蔬就算了吧，够咱们自己吃的就行。姚蓉看着女儿吃瘪，脸上居然还乐呵呵的，亲妈可能就是这样吧。外婆说的也是，那咱们暂且先办集市。不过舅们，这暖房的事儿你们可得记在心上，咱们老姚家能不能辉煌腾达就看这一波了。哎，好。既然舅舅应了，夏安如也不再为难大人们。我不会这些文绉绉的，让安如起吧。众人皆点头，特别是姚蓉和夏安阳，点头点得尤为起劲儿。外公和我爹名字里面都有丰字，咱们家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致富，那这庄子就叫富丰庄吧。众人一听都说这名好啊，笔墨伺候。于大夫，您给咱把庄子名写上，咱们即刻挂牌。老夫的字其实一般，那我来吧。于大夫快写。三白大夫，您还是休息休息吧。啊，对，三白师傅今天陪大伙儿唠嗑辛苦了，来，喝茶。最后于大夫大手一挥，在双武找来的木板上写下了3个大字：冒半云。这写的不对吧？瞎说什么，人家于大夫写的明明就是富丰庄。爹，您可能指反了。哎呀，老夫写的这是狂草，你们不懂便不给你们了。哎，大伙儿是笑话我跟安阳没文化，完全没有半点笑话您老大夫的意思啊。匾额很快就被钉上了门框，虽然门是简朴的原木，但是这富丰庄以后就是他们的家了。以后啊，咱们就是这儿的人了。别怕，没事的，我们都在。娘，别捏了，再捏可能需要于大夫出场了。看完匾额，夜色将深。等过几天衙门里头招了人了，我还得请教人家怎么做陷阱。这群狼在这儿，咱们总归不安全。是得把这些狼给抓了，不然进进出出总是提心吊胆的，特别是几个小的，万一被狼叼走了，要的可是全家人的命。隔壁的夏安如正在空间里盘他的菜种。哎，大哥可争点气吧，好歹长一点能当粮食吃得出来吧。咱们家能不能够多养一点鸡和兔子，可全靠你了。说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就从腰封里掏出个铜板扔了出去，嘴里头还说：尘归尘，土归土，这铜板是卖冬瓜得的，给你了。不过那块地皮依然岿然不动，铜板就这么静静地躺在空地里。行吧，我就知道你这破地看我不爽。此时西周境内都在这里了吗？是大人，一共20车，皆在此处。里面如何？按照将军的吩咐，只借了东西，另把损坏的部分修补了一下，没有开关。好，记住，今日之后就再无此事。你跟蒋正、武义带队即刻回宿州。陈将军此时应该已在大营，你们路上莫要耽搁，有任何不明身份之人阻拦，直接处置了便是。是大人。不过您是去……你送完东西去趟太平城，问问周府夏家、姚家被分到哪里去了，我2日内就回来。为什么大人的报恩如此长久？咱就是说给点钱就不用来往了，不行吗？次日一早，夏兆丰就带着3个小舅子往衙门去了。姐夫，咱认字少，郑大人能不能嫌弃咱们？之前你们跟着郑大人认字，他嫌弃你们了？啊，写字写错了还打手心呢，他连爹都打，孩子都不放过，可狠了。这个当先生和当上官不一样，放心，我觉得郑大人还挺好说话的，不然怎么跟着咱们走了一路，也不过就几天功夫。
崔大人走的时候，他就马上跟着走啊。他还说娘做的冬瓜不好吃，咱就是说，你们只要好好干，没人会存心为难你们的。还有啊，以后进了衙门，说话办事可得长点心，不能想到什么说什么，话得缓缓说啊，事儿得抓紧干，记住了吗？3个舅子若有所思地点了头。县衙依旧是那个县衙，空空荡荡，凄凉飘零。哎呀，四爷来了呀！哎，夏四爷啊，我姓王，草头王，以后啊你就叫我王伯就行了。你的办公房我已经收拾好了，来，走走走，我带您去瞧瞧。黄伯，听你口音不是北方人呐？是我老家福建的，那时候北蛮还没跟咱们这打呢，我就跟着马队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折腾东西嘛。结果路过这里的时候病得快死了，就只能留在这里养病，等病好了想再回去，就一直存不下路费嘛。啊，原来如此。那您现在是一个人？那怎么可能啊？男人肯定得娶媳妇嘛。我家就住在县城，儿子就是一城嘛。不对啊，那一城好像不姓黄。我在这啥都没有，肯定是入赘的嘛。夏四爷懂得吧？几人说着话就到了中堂的办公房。哟，夏兄来了呀！走走走，这办公房一会儿看，我先带你转悠一圈。于是带着3个小舅子跟着郑志明转悠了起来。清华兄啊，这衙门就咱俩也不行啊，咱不得有个县城主簿之类的。哎呀，咱们八方县就俩秀才，一个被我骗回来做了1城，另一个死活不愿意回来。不过他回不回来也不打紧，因为县城或者主簿起码得是举人，咱们县我看过了，从来没出过举人。咱们不能外聘吗？这地方没人，总不能不准外聘吧？没人愿意来呀。我上州府问了，主要新开了几个县，大家都缺人，等补录的举人基本都有差事了。嗨，夏兄莫急，后年就科举了，到时候咱们先发制人，去绑下捉人。我也真是服了这些人，哪里有点以江山社稷为重的牺牲精神？圣贤书都白念了。你瞧我一个外乡人，连都城都不待了，朝官都不做了，跑来这八方县，他们宿州本地的举人居然还挑3拣4，简直不知所谓。熊二紧紧抿了嘴，就怕自己脱口而出问自家老爷，您老是自己愿意来的吗？清华兄，既然事已至此，那只能咱们先自己干起来啊。咱们今天把招人的招帖都写了，贴在衙门口吧，一会儿再让我3个小舅子拿着锣出去转一圈，把附近的人户都通知一下，让他们明日来衙门听用人昭告。正有此意，我已经写了一部分，走上我书房再说。咱们趁着陆陆续续还有人再往宿州来，得尽快去太平城抢人。清华兄，我有个提议，咱们得对积极来八方县落户的人家做出相应的奖励。没错，人确实是得再招揽一些来，这个主意好，一会儿一并写下来。家里头姚老八他们就开始规划起建房种地的事儿了。不过娘，咱们是不是该问一下大姐，到底准备养多少鸡？这鸡棚咱要不搭大点儿？哎呀，轻点儿，你大姐他们这一路辛苦得很，让他们多睡会儿吧。鸡棚不用搭太大了。安如说，咱们这说不定过几天就要下雪了，梅香你再去前头拿点柴草来，屋顶和底下得多铺点儿。梅香应了一声，便往前院拿稻草去了。要我说呀，等开春了再抓鸡来养不就行了？咱娘还是宠大姐，大姐说啥娘嘴上说着不好不好，可这手啊还得帮着办事儿。跟你大姐比啥呀？你大姐可是仙子托生。娘，您说的对啊，您有没有觉得安如身上也有一些神通呢？她会不会是一个冬瓜娘娘？瞎说什么呢？安如长得好看，怎么可能是个冬瓜？别整天胡思乱想，赶紧帮你妯娌抱柴草去。站在窗口听完了外婆和大舅母对话的夏安阳笑得满地爬。老姐，居然是个冬瓜精啊！我快喘不上气儿了。笑什么笑？我是冬瓜娘娘，娘娘不是精怪，知道吧？再说了，我是冬瓜，你是啥呀？西瓜还是南瓜？好了好了，都小声点儿。安如，你以后拿东西出来真的得小心点儿。你看你大舅母都看出问题来了。没事儿，大舅母跟外婆都自洽的挺好，我都不需要说服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给说服了。那你空间里那些土豆花生怎么办啊？就这么直愣愣的拿出来，让外婆他们自己给自己一个解释？地里还出现了2种植物，其中一种居然还是土豆。可惜现在不是时候，
不然咱们还能种上点花生，到时候做了吃食卖，这个很下酒的。对了，咱们一会儿去各村转转，这儿的干货我看着挺好，反正现在也没有办法种地，咱们可以先收了干货做吃食卖。做啥？我做菜还行，这个干货我好像也就会搞些兰花豆、怪味花生什么的。枣夹核桃啊，这玩意儿我都能做，放一起还挺好吃。就是没啥秘方，只要东西好配在一起就行了。想要大卖估计也就是1次2次的事儿，所以咱们如果收的话，现在收最好，做完差不多过年。行，那别耽搁了，咱们走吧。三人这才出了房间，然后跟老姚家的人说想出去逛逛。咱们才来没2天，你们出去转悠会不会迷路啊？没事儿爹，咱们去衙门瞧瞧，如果李大年得空，咱们就找他带咱们转转，不得空咱们就在附近走走。突然阿离嗷嗷叫着向大门冲去。安如姐姐在家吗？我是丹姐儿。丹姐儿怎么来了？是想阿离了吗？哟，还抓了一只麻雀给阿离吃啊？这个不是给阿离吃的，这个是我昨天捡到的，叫阿飞。安如姐姐你瞧，它不会飞。丹姐呢也知道了夏安如他们要出去溜达溜达，所以自告奋勇说她来带路。安如姐放心，平日里村子里的小孩都不跟我玩，我早就跑遍了咱们这儿了，连苏北军大营我都去过呢。如果以后没人跟你玩，你可以来丰富庄来找安如姐，找大顺他们，可别再跟村子里的孩子吵架打架了，知道吧？好的，荣婶。叫姨，荣姨。夏安如听得直摇头，牵着丹姐就往外头去了。娘，你们3个也跟着咱们一起去吧，到时候不是也得做买卖吗？不用瞧，我都想好了，到时候咱们就开个点心铺子，你教我的那些个也够咱们做的了。既然姚外婆他们拒绝了，姚蓉也不再勉强，因为有丹姐带着，夏安如他们也不用再去县衙找李大年了。于是就在荒凉的县城转悠了一圈，几人到得村中 CBD， 就被正在闲聊的老头老太给团团围住了。咱们谁家都不去，就在这儿等着，你们有什么好的干货拿过来瞧瞧，好咱们才收。说完，老头老太呼啦啦全跑。哎呀，衣服都快给我撕巴开了，也太热情了。一位姨和安如姐看着就像是做买卖的。咱们不像农妇农女吗？这也没有穿得很富贵吧？在咱们这儿就算富贵的了。我娘说咱们这不产棉花，所以料子贵，平常人家2-3年才能做件新衣裳。姐姐家的衣裳不紧稀还不脏，农户人家一件袄子得穿到明年开春呢，还得干活，哪有不脏的？所以姐姐，以后你们再上外头收货去，可得穿的破烂点儿，不然我娘说了，人穷的被逼上绝境，啥事儿都能干。你娘倒是个通透的。所以荣姨，你开针布作坊的话，我娘可以帮您看店，她可机灵了。行，就冲你这孩子的爽利劲儿，我想你娘也不会差。几人说说笑笑间，已经有离村口近的人家背着布袋子出来了。因为枣村人口也不多，总共也就30-40户人家，所以很快他们就把枣给收完了，一共收了能有500-600斤。回到富丰庄，夏安如第一时间就把土豆交给了外公，花生给了外婆。没事儿，我会指导您的。外公就要烦扰你了。没事儿，说啥烦扰不烦扰的，咱们以后还得靠着土豆致富呢。这丫头也是个妙物，啥都说能致富。如果真能种地就致富，那大荣朝还有啥穷人？哎，孩子还是纯真啊。次日一早，夏兆峰就牵着摇钱树先走了。要说我家也跟崔二家是世交，这怎么骡子光送了你们，不送我呀？那清华兄跟骡子也不配呀。您是骑大马的人，哎呀，别说马，咱们说牛吧。这回咱们可得买好牛，不能追求便宜。清华兄说的对，价格我跟大年他们打听过了，苏州这儿成年耕牛大致就在30两左右，好些的也有35两的。小牛犊子看月份定价，一般能拉出来卖的基本在15两左右。郑县令直缩牙缝，好家伙，买几头牛就能去掉一半的州府拨款。